一觉醒来，发现自己飘在无边无际的海上是什么体验？三金生日时许愿能有一个女朋友，第二天醒来就发现自己竟在一块漂浮在海浪里的木筏上，身下还压着一个绝美小萝莉。我的天，虽然只是做梦，但是也算是实现愿望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以为在梦里的三金正准备对女孩上下其手，悠悠转醒的女孩一巴掌就呼到了他的脸上。哼，你这个坏蛋，离我远点！这里是哪里？快把我送回去！三金无奈地捂着火辣辣的脸，这才相信不是做梦的。他环顾四周，发现木筏上有一块奇怪的屏幕，上面还有字迹。欢迎来到全民航海求生世界。航海求生初始为2人1船，你们可以互帮互助，若是嫌对方麻烦，也可以将对方推下船。2. 木筏的航向均为随机，无法干涉。3. 船员积累的经验到达一定程度后，航海系统会升级船只，船员人数大于2人时取平均值。4. 船只每隔2天清晨6点抵达一座神秘海岛，于当天黄昏6点准时驶离。求生者请计算好时间，登岛搜索物资，下次登岛时间明日清晨6点。温馨提示：船只每到达一座海岛，主屏幕上会显示海岛危险评分，评分越高，海岛内越危险，但物资也会越丰富，请自行判断是否登岛。若求生者没有在船只离开前返回，将永远留在海岛。5. 航海系统提供交易制作系统，若您有需要，可进入主页打开相应模块查看。6. 求生者新手保护期，首次登陆的岛屿不会存在任何危险，今天的食物系统也将免费提供。7. 求生者可以拒绝参加，船只立刻消失哦。看完屏幕上的字后，三金彻底傻眼了。他这是穿越到求生世界了，好像还很危险。想到这，他回头看着还在哭的女孩，莫名有些烦躁。别哭了，如果不想死，就过来看看这屏幕上的内容。被三金一说，女孩倒真的止住了哭，委屈巴巴的走了过来。当她将内容看完后，不由得瞪大了眼。这怎么可能呢？我们难道不在地球上了？虽然我也不想承认，但好像我们进入了另外的世界，就像是穿越。好了，你也看完了，那我就点击确认了，不然这木筏消失，我们就都完了。女孩一脸懵逼的点了点头，她还有些不能接受。另一边，三金点击的屏幕上的确认按钮，木筏便突然动了起来。由于惯性，他一下朝前倒去，2个手正好抓住了2处柔软的地方。你快放手啊！三金稳住身形，眼疾手快的抓住了朝自己挥来的巴掌。我说美女，之前都是误会，你也打过我了，你再这样可就不对了。女孩涨红了脸，又羞又气。你，我感觉到你刚刚掐了我呢，你这个死变态！三金掩饰的咳了2声，这时他脑海中莫名闪过一些信息已读取：姓名安雨成，年龄19岁，身高160厘米，胸围36D，职业大学生，手工杀完好，好感度-50%，好感度大于90可推导。危险系数时，对方暂时对你不会造成威胁。难道这是他的信息？试探一下。我叫三金，你呢？安雨成。看着心不在焉的女孩，三金愕然，自己真的能看到对方的信息。一阵激动后，他冷静了下来，这个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于是他继续转头看着屏幕，我研究一下这个航海系统。航海系统界面简单，左侧一个导航栏，里面有交易、制作、商城、好友、聊天、公告、信息按钮。三金点开了聊天按钮。我想回去啊，谁能送我回去？楼上的别想了，一看就回不去了。芜湖，我的同伴是女明星，切，老子已经来了一发了，谁会羡慕你？路上吹牛不犯法，使劲吹。聊天面板上消息很多，但大多数都没有价值。三金关闭聊天面板，点开了交易按钮。好家伙，这交易大厅里也是什么都卖，什么女生原味裤裤，男人汗臭袜，还有卖大便的。看到这个，三金回头看了看安雨成，不知道能不能把这妞卖。这么想着，三金不自觉的就点击了上架物资按钮。屏幕上方出现了一个类似收集摄像头的功能，提示将物品放在扫描区进行扫描，通过后会存放航海系统空间内。三金让开身体，身后的安雨成就进入了扫描区。我一觉醒来，竟穿越到了全民航海的世界，身边还有一个绝美萝莉作伴。现在我想把她给卖了。扫描失败，扫描失败。看来我想多了，人不能用来交易，真可惜。有些惋惜的三金只能又转头去看其他功能。他按顺序打开了制作功能，这个功能看起来有些像游戏里打造装备的界面，只需要准备好制作材料就可以启动。制作时间根据物品的简易程度而定，而系统内的商城和好友都显示的暂时未开放此功能。三金越过没有开放的功能，点击公告。公告上的其中2个信息比较有用。第1阶段中，一座海岛只会有1组求生者登陆，无尽航海世界将暂停季节轮换，每日的天气都是最适合求生者生存的。看完公告，三金松了一口气，他的队友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生，暂时不与其他求生者相遇无疑是最好的，先苟着发育一波再说。面板上最下方还有一个更新预告，上面内容如下：更新预告，第2阶段开始，航海系统将更新排行榜功能，开放好友功能和战舰军团功能。公告看完后，只剩下最后一个信息按钮了，三金点击按钮。
信息：船只编号01，成员人数2人，成员信息：三金，保湿度75%，卫生值80%；安雨成，保湿度80%，卫生值90%；船只等级1级小木筏，经验值5000分之0；船只仓库无物资，点击可进入仓库。船只目前评分10分，明日可获取船只经验16。船只每日可获得经验值与船员的保湿度和卫生值所对应，请船员尽量保证自己的数值。另外，成员大于2人时，请保证所有成员的数值相差在10%以内，否则将采用数值最低的成员数据。改造船只可改造范围：木筏面积目前10平米，添加10根长度大于2米的竹子，可增加木筏1平米的面积。航海系统的所有功能，三金全部了解了一遍。他有些头疼，总结就是一句话：在航海世界里，不仅需要吃得饱，还要保持卫生，否则能获得的经验值十分有限。想要升级木筏，遥遥无期。现在他们急需物资，物资。对了，三金看着安雨成腿上的丝袜，双眼亮了起来。刚才交易面板上连裤衩子都能你的交易，那这小萝莉的丝袜也行。那个，你赶紧把丝袜脱下来。变态，你这个变态又想要做什么？大姐，麻烦你冷静点，现在我们在求生，眼下多换点物资，尽可能的提高我们的保湿度才是正事。安雨成抱着手臂，满脸通红的看着三金，他好像误会对方了。他想了想，有些为难的道：丝袜拿去交换物资，是不是有些不太好？要不还是算了吧。你过来看看，卫生纸也很重要，你衣物穿的越少，清理起来也越方便，对吧？是求生重要还是丝袜重要？听了三金的话，安雨成分析了利弊之后，只能照做。行，我脱，你转过去。三金挑了挑眉，还是转过了身。安雨成3下5除2的快速脱下丝袜，一双白的发光的纤细玉腿就呈现出来。好了，给你。三金接过丝袜，走到了屏幕前，打开了交易功能，再点击上载物资，扫描成功，正在收入物资。系统的声音落下，三金手里的丝袜凭空消失。隔空取物，隔空投送，看来这里的科技比原来的世界高太多了。如果能活下去，说不定能见识到许多不同的东西。感叹过后，三金开始填写物品资料。他把丝袜分成2只上架，超美萝莉一手丝袜，刚扒下来热乎的。交易物品：压缩饼干4袋，数量1；交易物品：纯净水4瓶，数量1。一个人1天2顿饭，才2袋压缩饼干2瓶水。初始船只上有2人，2人1天的物资加起来刚好够。三金知道这个价格很贵，但他根据聊天公屏知道，这个世界至少有上百万人，上百万人里找几个变态应该没问题。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好了，东西挂上去了，现在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了，我看看这系统有没有投放物资。三金打开了船只仓库，之前仓库显示的是无物资，再次点开里面果然变成了压缩饼干2，纯净水2。他点击屏幕，水和饼干就真的出现在了木筏上。他拿起1瓶水1袋饼干递给安雨成，这是你的。随后三金拿起饼干和纯净水便吃了起来，而安雨成一脸难受的吃着压缩饼干，这饼干是真难吃也难咽，最主要的是撑胃，他的胃口并不大。而一旁的三金将水和饼干吃完了，有些疑惑，点开了船员信息，我吃完了1份的保湿度只有75%，你吃1小半保湿度就有80%了。安雨成听了，将嘴里的压缩饼干艰难的咽下去，然后把剩下的水和饼干都递给了三金。我现在已经吃饱了，这些给你吃吧。三金也没有推脱，船上的人是绑定在一起的，自己吃饱对安雨成也有益处。他把另一半食物也吃下肚，再次点开信息，看来没错，保湿度是根据每个人的胃口而定的。现在我们的保湿度都维持在86%。安雨成也松了一口气。这时系统滴滴滴响起，三金表情一喜，连忙打开了交易频道。我靠，安雨成，你的魅力不错啊，东西竟然真的卖掉了。我一觉醒来，竟穿越到了全民航海的世界，身边还有一个绝美萝莉作伴。现在我们为了物资把她穿过的丝袜卖掉了，没想到这么贵的价格竟都卖出去了，加上系统发放的2人份晚餐，我们现在有6瓶水和6袋压缩饼干了。今晚我们该吃吃，该喝喝，把保湿度保持在95%以上，明日的船只经验就能领先别人一大截。一旁的安雨成却高兴不起来，想到自己穿过的丝袜被人把玩着，就莫名羞耻。三金安慰道：别为这些身外之物纠结太久，活下去才最重要。你可是我的队友，别拖后腿。听了三金的话，安雨成也知道自己该接受现实了。天已经暗了下来，木筏平稳的在海上航行着。2人吃饱喝足后洗漱了一番，再沉沉睡去。次日清晨，2人再次醒来时，木筏竟已经停在了一座海岛的沙滩上。植被这么茂盛，可以利用的资源一定不少。安雨成也深吸了一口气，似乎之前的阴霾都一扫而空。三金打开了船只仓库，里面还有3瓶水和3袋压缩饼干，这是吃剩下的。昨天1天2人就解决了一大半，现在看到这东西竟有些反胃了。不过看着船只信息，他知道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哇，第1天我们的船只经验就涨了30点。三金淡淡一笑，脑海里突然出现一道声音：海岛信息已读取，危险系数0，海岛东侧水果偏多，海岛西侧淡水资源偏多，海岛北侧海鲜偏多，海岛南侧植被资源偏多，海岛中心小型野生动物偏多，目前位置为海岛南侧。听到这道声音，三金有些激动，自己的金手指没想到还能读取海岛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他不仅能规避风险，还能节约一大半的时间。他拿出喝空了的水瓶，准备自己去逛逛海岛。至于安雨成，他另有安排。安雨成，看见那边的藤蔓了吗？今天你负责编织一些兜子，很简单，你应该会吧？
我尽量。但你要去哪里？难道你要把我自己放在这里吗？连安雨成自己都没有发现，他现在已经把三金当精神支柱了。听见要丢下自己，就心里一阵发慌。之前航海系统上说了，这个阶段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我现在要去找淡水，那么大的岛还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呢。你一个女孩子不用跟着我跑这么远。安雨成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三金，他之前一直认为三金就是一个流氓，没想到现在竟然这么绅士。那你注意安全，我也会努力的。三金忍住笑点点头，走进了海岛。淡水资源在海岛西侧，可西侧也不小，要一点点去找还是挺麻烦的。他心中思索着淡水位置，脑海中竟然就像是地图一样准确地读取了出来。他感受着最近的一处山泉，循着找了过去。20分钟后，一个井口大小、深度只有半米的泉眼出现在了眼前。这么小的泉眼，没有地图的指引，他还不一定能发现。目标山泉水，安全系数90，可放心饮用，富含天然矿物质，有益人体健康。卧槽，还能这样？三金原本还在想这山泉水会不会需要烧开才能饮用，没想到连这个也能得到解答。自己这个金手指实在是太有用了，不再犹豫，他喝了一口清甜的山泉水后，就灌满了4个瓶子，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木筏。此时安雨成正在使出吃奶的劲和藤蔓拉扯，看到三金回来，他不可思议地问：你这么快就找到淡水了？不会是灌的海水吧？你可以尝尝。另外，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得到更多的空瓶子，装更多山泉水。安雨成狐疑地接过瓶子，小心地喝了一小口，瞬间满眼放光。这真的是山泉水啊，比航海系统发的纯净水好喝多了。我们确实可以多装一点。你说的得到更多的空瓶子，是指拿山泉水去换？三金赞赏地看着安雨成，没想到这个女人不只是花瓶，脑子转得也算快。没错，肯定有不少人没有找到淡水，又急于需要补充水分的。我们可以卖便宜些，一瓶可以救命的水换2个空瓶子，这样卖出的速度会10分快。说干就干，他把之前剩下的3瓶水和刚装回来的4瓶全部分开上架。果不其然，一上架就被秒了，整整14个空瓶子出现在了木筏上。思考了一瞬后，三金又把3袋压缩饼干上架，同样换回了6个空瓶。看着20个空瓶子，三金转头对安雨成道：这20个空瓶子我还勉强能用衣服装着，这一趟我自己去装，你赶紧把藤蔓编制好，下一趟我们就一起去。三金说完就风风火火地离开了。身后的安雨成苦着脸，一脸为难，咬咬牙又拿起了藤蔓。三金回来看着他手里乱七八糟的藤蔓，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那个，其实我不太会编织这个东西，对不起。虽然很无奈，但三金自己也不会。正在这时，信息已读取，贝爷亲传藤框编织法。这道声音在他脑海中落下后，三金感觉自己好像从一开始就会一样，拿过安雨成手里的藤蔓。只是几分钟时间，一个大大的藤框就有了雏形。一旁的安雨成惊呆了，他没想到三金连这个都会。哎，你站在这看什么？赶紧把那20瓶水上架！安雨成收起崇拜的眼神，赶紧弯腰去解矿泉水。这一弯腰，胸口春光乍泄。正在编制藤框的三金手一顿，又若无其事地动了起来。20几分钟的时间，他就编制好了一大一小2个藤框。而一边的安雨成也完成了任务，取回来40个空瓶子。这个小的你背着，这个大的我背，速度尽量快一点。我们只有1上午时间取水。安排好后，两人没有耽搁地背着藤框就开始行动。安雨成似乎也渐渐适应了求生这件事，身上的娇气散去，背着藤框走得飞快。时间过得很快，在两人来来回回中，仓库里的水越来越多，一上午过去，竟然已经有了640瓶满满当当的山泉水。三金擦了一把头上的汗，看着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安雨成，他放下藤框。好了，淡水是囤的差不多了，你看看你衣服都湿透了，休息一会，我们去找食物。安雨成低下头，看着自己半透明的衣服，瞬间红了脸。好吧，你可不要偷看哦。我被传送到了全民航海的世界，解决了淡水问题后，我带着绝美小萝莉去找食物。三金，我休息好了，你打算去找什么食物？安雨成问到了点子上，三金也正在考虑。根据金手指所指引的，他知道了海岛北面有海鲜，海岛中心有小型动物，但还有半天时间木筏就会再次起航，他们明显没有时间去做熟食吃了，更别说还要囤2天的食物在海上吃。最后，他选择了海岛东面的水果地带。我们只走去碰碰运气吧，有什么吃什么。经过半天的时间，安雨成已经把三金当做主心骨了，他没有多说，背着藤框就跟在了后面。而三金根据脑中的指引，不到半小时时间就来到了一片芭蕉林。放眼望去，树上挂满了一串串黑黄色的芭蕉，看样子正成熟。这东西天然无公害，又含糖量高，很适合给身体补充能量，多吃些吧。三金伸手一拽，一整串散发着香味的芭蕉就落入了他的怀中。已经很饿了的安雨成也围上去扒下几只就吃了起来。他一个胃口极小的人都忍不住连着吃了5根。没想到这么好吃，我们可以多囤点吗？三金把最后1根芭蕉塞进嘴里，大手一挥，招呼着安雨成一起动手。几分钟时间就把2个藤框装满了。我们先把这2筐芭蕉背回木筏，摘芭蕉这事不需要什么技术，这片芭蕉林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再去找其他东西。对于三金的安排，安雨成没什么意见，他动作生涩地背起1藤框的芭蕉，跟在三金身后。2藤框芭蕉装进仓库后，三金单独行动，跟着脑域的只是找到了岛上的其他水果。时间一晃而过，来到了下午4点左右，两人气喘吁吁的汇合。此时船只仓库里的物资显示为山泉水640瓶，芭蕉2098根，香蕉971根，椰子111个，山竹302个。哇哦，三金你也太厉害了，竟然另外找到了好几种水果。话说你的运气会不会太好了点，什么都能被你找到？三金笑而不语，如果没有金手指的指引，就他们在岛上瞎摸索，能填饱肚子都不错。对了，我们收集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在吃完之前就坏了？
所以我在想，这个航海系统的仓库有没有保鲜功能？他的话让安雨成十分惊讶，仓库有保鲜功能的话，那岂不是太玄幻了？可三金没有多说，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后，转头对安雨成说道：“我准备用刚才的物资换一些竹子扩成船只，免得咱俩睡觉老挤着，也免得这手不小心摸到你哪里。”安雨成无语极了，他就说昨晚总感觉自己身上压着什么东西。这个不老实的男人，能扩张船只，他当然100个愿意，投不住的点。没问题，你赶紧换吧，等会船差不多要起航了。三金开始在交易界面实验起来，2根芭蕉换1根2米长的竹子，10几分钟也没有动静，4根也没有动静，他接着再加到6根，终于有人交易了。经过这次交易，他心中也得出来一个比较标准的求生者心理价位。为了节省时间，后面的水果陆续上架，其他求生者可以选择想要交易的数量自行调节。香蕉500根，交易物品2米长的竹子200根，芭蕉1200根，交易物品2米长的竹子200根，椰子50个，交易物品2米长的竹子25根，山竹150个，交易物品2米长竹子50根。三金上完架，觉得自己赚大了。对于他来说，找到食物并不难，可想要收集竹子，那可必须费很大的劲来。首先要花费时间去寻找或者制作锋利的工具，还需要不错的体力。他和安雨成弄食物还行，砍竹子就算了。不过时间还剩1个多小时，2个站在这等交易也有点浪费。三金伸手拉上安雨成的手腕，走吧，我们再去弄点水果，多点东西准没错。看着自己被握住的手腕，安雨成微微红了脸，但也没有甩开，只是乖乖的跟着三金。这次他们的目标只有芭蕉和香蕉，相对于其他水果来说，这2样好采摘，数量也多，距离也不算远。2人速度不慢的来回2趟，又收集了708根香蕉和1092根芭蕉。将所有水果存入船只仓库后，时间已经到了5点57分，船只即将离开。我被传送到了全民航海的世界，带着一个小萝莉在登陆海岛寻找食物。第1天就收获满满。傍晚6点，停靠在海岛已经1天的木筏准时起航了。三金哥哥，之前我们上架的水果交易的怎么样了？三金无语的转头看了看安雨成，怎么这小萝莉就突然叫得这么亲密了？难道是被自己的魅力折服了？一边想着他，一边点开了仓库，所有竹子已经到账整整380根，按照10根竹子扩充1平米来算，能一次性扩充船只38平米。三金认真的看着界面，把竹子添加进改造系统后，一个扩建页面弹了出来。白色的小方格图层上有一个占了2×5格的黑色长方形，这应该是代表目前2米宽5米长的小木筏。三金没有犹豫的点击扩建按钮，黑色方块也变成了6×8，确定合适之后，他按下了改造按钮。船只一阵晃动，晃动停下后，2人发现脚下的木筏面积扩大了将近5倍，已经变成了48平。三金哥哥，这面积比一个客厅都大了哎。三金点头，再看向船只评分，已经从10分变成了48分。评分还能随着木筏的面积变化，照这么看，想要升级船只也不是太困难的事啊。可是升级船只目前需要5000经验值哎，我们这差的有点远了吧？头发长见识短，今天我们只花了半天时间收集到的物资，就能换到扩张38平米的竹子了。如果再登陆2次海岛，再加上我们的饱食度和卫生值带来的经验加成，1天加个500经验值都不过分，达到5000经验值就是几天的问题而已。听了三金的分析，安雨成眼睛都亮了起来，他微微抬头看着三金的侧脸，这家伙怎么越看越帅了？你发什么呆啊？太阳都要下山了，赶紧趁阳光还有热度清洗身体。今天我们干活弄脏了，卫生值太低，得洗澡，洗了还要吃东西维持饱食度。啊，洗澡？安雨成双手抱胸，脸又红了。在这个没有一点遮挡的木筏上，他怎么能当着一个男人的面洗澡？他还在纠结的时候，另一边的三金已经脱了上衣，只留下裤衩，然后蹲到木筏边，用手捧起水浇在他身上。我可先说呀，你不想要第2轮的经验值，就把它丢下去。现在我背对着你在清洗的时候，你最好速度快一点，我绝对不会转过身头看。好吧。安雨成看了看自己满身的泥土，最后还是妥协了，极快的把身上的套裙脱了下来。又快速蹲下，将清凉的海水捧起，开始清洗。三金果真没有转头，只是面前熄灭了的航海系统屏幕在夕阳下，把身后的安雨成完整反射了出来。直到安雨成把套裙清洗完成，三金终于收回视线。你别回头啊，我马上就穿好了。现在天气极度炎热，他们的衣物也很薄，洗了甩甩也勉强能穿。别自恋了，我说了不会回头看就会做到，赶紧穿上吧，太阳下山了。早就过了眼瘾的三金觉得索然无味，他穿好衣服，拿出芭蕉出来，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夜晚渐渐降临，第2天太阳刚探出头，隔老远睡着的2人就醒了。三金迫不及待地来到航海系统面前，点开船只信息，小木筏经验值变成了98，涨幅很明显。随后他又打开了船只仓库，取出是10根香蕉、20个山竹、2瓶水，但其中5根香蕉是剥了皮的，这是三金昨晚为了测试仓库有没有保鲜功能特意剥开的。剥开1晚上的香蕉，没有任何变化，一点氧化的痕迹都没有。船只仓库真的有保鲜功能，或者说里面根本没有时间。安雨成打着哈欠凑过来，也惊讶极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捕猎动物了？吃不完还可以存着。没错，不过这都要下次登岛再说了，现在还是吃这些东西吧。三金把手里的水果一边塞到安雨成怀里，一边打开了聊天频道。他想看看经过1天的登岛，其他求生者会聊些什么有用的东西。一通翻找后，聊天页面的一个求生者说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昨天发现了一个物资宝箱，有没有老板需要？我已经看到好几个人炫耀宝箱了，里面究竟有什么呀？听说有人开出美味的食物，有人开出衣服，但是好像也有开出没用的东西呢。看完几人的聊天，三金略一思索，点开了交易物品搜索栏，输入物资宝箱，真跳出了13个上架记录，有交易肉类的，有交易大量水果和水的，总之都不便宜。
我被传送到了全民航海的求生世界，开局一艘木筏和一个绝美小萝莉，首次登岛就收获满满，还把木筏扩大了5倍。现在有人出售随机刷新的物资宝箱，我很心动。这个物资宝箱售价20瓶水，虽然价格偏高，但对于拥有600多瓶山泉水的我来说还能接受，买它。3金点击交换按钮后，仓库就多了一个外观精致的箱子，取出后发现箱子不大。3金哥哥，这是什么东西啊？物资宝箱，我怀疑这是航海世界给求生者的隐藏福利。这箱子这么小，感觉装不了什么东西，我们不会吃亏吧？3金没有接话，直接上手摁开了卡扣，箱盖缓缓开启，一道金光从箱内涌出，紧接着5箱纯牛奶被金色光晕包裹，由小便大醉后悬浮在了物资宝箱上。我去，好高级的样子，真像游戏里开宝箱一样。下一刻，悬浮的牛奶和物资宝箱却消失不见。安雨成瞪大了眼，3金连忙点开了船只仓库，虚惊一场，自动放进仓库了。这5箱纯牛奶就是这个宝箱开出的物资吗？这么小的宝箱能装这么多东西，看来不是通过大小来判断里面的东西多少的。我们要不要多换一些宝箱来试试？那物品栏还有好多呢。我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淡水资源了。虽然其他宝箱的标价有些贵，但可以压价，一个一个的全部买过来试试手气，也可以顺带摸清宝箱的规则。说完，3金也不再犹豫，沟通许久后，以504瓶山泉水的价格将12个物资宝箱全部买了过来。接着没有犹豫的就打开了第一个宝箱，一阵白光亮起，出现了一颗普通苹果的投影。啊，就这一个苹果。不是说了吗？就是开盲盒，不要气馁，我再接着开。3金往手上哈了哈气，打开第2个宝箱，白光亮起，一颗香梨。第3个宝箱又是白光亮起。呸，不行不行，安雨成，下一个你来开。一旁的安雨成跃跃欲试的伸出手，啪的一声打开了第4个宝箱，随着金光显现，渔网、钓竿、鱼篓、鱼饵等渔具悬浮出来，还是那种价值不菲、质量非常好的现代海钓套装。3金看着双眼放光，赚大了。3金哥哥，我要不要继续开？这套海钓装备对我们来说用处太大了，已经回本了，后面你随便开就行。安雨成得令，连续把后面的所有宝箱都一个个打开。一切搞定后，两人看着船只仓库总结成果：纯牛奶一共60瓶，现代海钓套装，锋利的钢斧1柄，木质摇椅1个，辅助服饰2套，100米长编织绳，苹果1个，梨1个，哈密瓜1个，压缩饼干5包，西瓜1个，铁质5升水桶1个，纯净水3瓶。好像有很多都亏了呀，对不起。我倒觉得我们赚了，怎么可能每一个都开出金色呢？这里面好些东西都是求生刚需的物品，刚好吃够了芭蕉了。换个口味，你把这苹果吃了吧，解渴。安雨成接过唯一的苹果，脸有些红。3金竟然会把唯一的苹果让给自己，他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苹果了。随着擦了擦，咬了一口，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苹果了，谢谢你。等我们吃完，我今天就再交换一些空瓶子过来，毕竟之前损耗了534瓶山泉水。3金点头，拿上海钓装备，走到木筏边，他负责研究海钓。一上午的时间，他一个海钓新手在金手指的提示下，竟钓到了3条海鲈鱼和1条小石斑。另一边的安雨成此时也来汇报战果，他用900根芭蕉和800根香蕉交易到了700个空的塑料瓶。不错，这也到中午了，我们可以吃点午饭了。物资宝箱开出的东西都尝尝，纯牛奶、压缩饼干、西瓜什么的，两人都吃了一些。可午饭刚过不久，安雨成有些尴尬的蹲在一旁，他想上厕所了。我被传送到全民航海求生的世界，经过2天的适应和金手指的帮助，带着一个绝美小萝莉在木筏上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小萝莉她大中午的想上厕所，在海岛上还好，现在就在木筏上，大中午的，我怎么能当着3金哥哥的面随地大小便？安雨成蹲在木筏上，双手捧着腹部，面色尴尬。3金有些疑惑地打量了他一眼，笑着问道：“你不会是吃坏了肚子想上厕所吧？别不好意思，用这个挡一下。”安雨成看着3金手里刚从仓库取出的土著服饰，思考了一瞬，还是接了过去，但脸上还是害羞不已。你放心吧，我不会偷看的。午休时间也到了，我去试试那摇椅躺着舒不舒服。3金摊了摊手，他又不是变态，偷看人洗澡和偷看人拉屎完全是两码事。他躺在了木质摇椅上，对于睡了2天硬竹子的他来说，这摇椅上简直就是天堂。一旁的安雨成也在试探中解决了生理需求，时间一晃到了晚上。3金哥哥，明天我们是不是就要再次登岛了？没错，而且第2次登岛开始就没有新手保护期了，这也就意味着海岛上可能会存在危险。安雨成听了，情绪有些压抑，他嘴里如同嚼蜡的吃着压缩饼干。现在别想太多了，今晚需要吃饱、洗干净、休息好，这样才是最有利的。我丑话说在前头，可不要拖后腿啊。他的话虽然听起来不近人情，但很实在。安雨成听话的吃饱，然后挡着洗漱后躺到了距离3金2米的地方，缓缓睡去。半夜时分，3金感觉到自己身体被轻轻触动，他疑惑的睁眼看去，只见安雨成紧闭着眼，眉头微皱着往他怀里挤。好冷。3金愣了愣，然后无奈的把小萝莉的身体往自己怀里拉了拉，再次睡了过去。天微亮，小木筏的撞击声吵醒了安雨成，鼻尖传来属于男人身上的气息。他揉了揉眼，确认自己正缩在3金的怀里，脸色爆红。这时3金也醒了，眼神戏谑的低头看他。三金哥哥，我昨天太冷了，不是故意的。安雨成连忙坐了起来，红着脸解释，知道他脸皮薄。3金没有多说，而是转身看向身后陌生的海岛。
看来已经登岛了，我们洗漱了，吃点东西就出发吧。两人速度极快，收拾好自己，然后穿上土著草织服饰，将空塑料瓶装进藤框后，手里拿着钢斧走下了小木筏。三金唤醒自己的金手指，读取了海岛的信息。神秘海岛，危险系数25，危险隐患，野猪荆棘、悬崖、裂缝等。资源75，海岛北侧水果偏多，海岛南侧野生动物偏多，海岛西侧海鲜偏多，海岛东侧植物偏多，海岛中心淡水资源偏多。今天他们的第一个计划是在2小时内补充好淡水资源，于是三金直接搜寻了山泉的位置，山泉能直接饮用，他们不必要再去找湖泊和小溪装水。山泉所在地在海岛北侧和海岛中心的交界地，而小木筏就停在了海岛北侧。三金背着藤框，直接就往泉眼的走去。安雨成虽然诧异，但还是没有多问，跟在了身后。两人的脚步飞快，10几分钟就停在了一处比之前的山泉眼更大一些的泉眼边上。三金哥哥，你真的没有开挂吗？安雨成惊讶又崇拜地看着三金的侧脸，三金朝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然后就开始灌水，虽然没有得到回答，安雨成还是兴高采烈地跟上三金的动作。在计划的2小时内，700多瓶山泉水安安静静地躺到了船只仓库里。三金赞赏地看了一眼安雨成，这个小妮子越来越能干了。淡水收集够了，我去找找肉类，顺便尝试搜寻一下物资宝箱。至于你就留在小木筏附近收集一些水果就行了。这座海岛已经不想像一座一样安全了，你注意安全，比如一些荆棘、悬崖之类的。安雨成不停地点头，他知道三金这已经是很照顾他了。三金交代完，拿着钢斧一边走一边唤醒金手指，查询物资宝箱的位置。可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得到任何提示。难道这座海岛没有物资宝箱？他没有在这件事上过多的纠结，立即调整战略，搜寻起了野猪的位置。太久没有吃肉了，想要身体正常运转，必须要有肉类才行。很快，三金脑海里的地图显示出了位置，他握紧了钢斧，一路披荆斩棘的来到一处洞穴不远处。我被传送到了全民航海求生的世界，带着一个绝美的小萝莉，美滋滋的过了几天安逸日子。今天我要去硬刚野猪。这个洞穴不大，直径只有不到1米，我要进去只能靠爬，这样会被限制肢体行动，这不是找屎吗？三金盯着洞穴，一道信息出现：目标类型洞穴，目标内生物野猪，雄性成年野猪1头，雌性成年野猪1头，6年期野猪6头，危险系数100，不建议贸然进入，建议方式守株待兔，5分钟后野猪将会出来觅食，若是埋伏好，便可安全捕获。有了金手指的提示后，他信心大涨。这个洞穴口不大，同时只能容纳1头成年野猪出洞，一只一只的偷袭，加上这个看起来就锋利无比的钢斧，还是很有把握的。想着他就动作轻盈地爬到了洞穴顶部，两手高举钢斧，金手指此时也在三金的脑海中倒计时：3、2、1。一个猪头毫无防备地探出了洞口，三金毫不犹豫地用尽全身力气劈了下去。钢斧的质量出乎意料的好，他这一斧子下去，野猪厚厚的脖颈都几乎裂开一半。金手指此时又传来了提示：雌性成年野猪3秒后出洞，3、2、1。听到倒数结束，三金也毫不犹豫砍了下去。他觉得自己的力气都像是变大了几倍，轻易就劈开了野猪的脖颈。这头雌性野猪的头颅几乎都要断开。洞穴内听见动静的6头小野猪成群窜了出来，他们围着已经没有动静的2头大猪转圈。三金看着这个场景，心软了1秒，就上去3下5除2将那几头小猪放倒。烤乳猪还是很香的。解决完一窝野猪后，他没有耽搁，藤框里塞了2只小猪仔，左右手还各提上1只小猪仔，一路走一路歇，整整40分钟才回到竹筏边上。可此时安雨成却没有在收集物资，而是在木筏上呆坐着。这小妮子难道在偷懒？三金嘀咕着走过去，却看到安雨成捧着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发现三金回来，他抬头哭道：三金哥哥，完了，我被银环蛇咬了，会不会死啊？闻言，三金一惊，银环蛇可是剧毒。他看向安雨成指着的位置，竟然在大腿内侧。此时金手指也发出提示，目标为白环蛇所致，无毒。三金松了一口气，抬头看见安雨成焦急的模样，又起了动怒的心思。哎呀，这里可没有医院啊，我只能赶紧帮你把毒素吸出来，不然后果很严重。听到他这么说，安雨成既害怕又感动，他抽抽噎噎的微微张开腿。好，三金哥哥，你速度快点，那里很敏感。本来只是想逗他一下，可看着他这么娇媚的模样，三金不由自主把头就凑了过去，鼻尖传来一阵独属于少女的香味。他嘴巴刚贴上伤口时，安雨成身体都站立了一下。三金哥哥，我不是故意的。这时三金也缩回了头，暗骂自己就是畜生。够你的，这个岛上没有银环蛇，你也没有中毒，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听到这话，安雨成愣了愣，虽有像是劫后余生一样长松了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相信三金说的话，但刚刚想着他就脸色爆红。三金哥哥，你又占我便宜。好了，我弄了几头野猪，你和我一起去弄回来。三金一边把带回来的4头小猪再放进船只仓库，一边招呼安雨成背上跟他走。这一次他用钢斧把2头成年的野猪分解了，内脏全都没要，剩下的肉加起来也就200-300斤。两人来来回回跑了2次，才把肉给全部存入仓库。喝点水歇一歇，之后你再继续在附近收集水果，我就去旁边砍些树，在制作系统做点屏风和马桶。我们还有一个铁桶，弄点木材就能烧火吃肉食了。我被传送到全民航海求生的世界，第2次登岛就团灭了一窝野猪，现在准备在岛上弄点木材。看了一圈，安雨成摘水果的那些水果树就很合适，不粗不细，
好砍伐，一般月。安雨成去了另一边收集水果，三金则不知疲惫地挥着钢斧砍树。半小时，他砍倒了好些木材，可是的木头很重，看起来不大，每一颗都有100-200斤往上。好在的是，距离木筏近，20-30米的距离，他费力的连拖带拉，耗费不少力气。全部树木收入仓库后，仓库显示出2363千克的重量。缓了缓，吃了些东西补充体力后，他点开了制作页面。一个木质马桶需要2000克木材，制作时间3分钟；3个木质屏风需要木材45千克，制作时间3个小时。三金直接点击了制作。时间还早，我应该再去找一些能生火的材料。想要吃肉，必须有火才行啊！想到生火，他的脑海中自动浮现出信息：3天饿9顿，知德爷公祖钻取火法，需准备以下材料：干燥杂草、藤蔓、弯曲的木棍、较直的木棍、干燥的木条。取火方法如下。一段熟练的生火技巧涌入三金的记忆，如之前一样，他感觉自己像是已经练习过成百上千次一样熟悉。不到20分钟，三金就带着材料找到一处被封的位置，开始尝试取火。另一边的安雨成背着1藤筐的水果回到木筏边时，就碰见小心翼翼地护着火种回来的三金。三金哥哥，你竟然就生出火来了！也不怪他惊讶，求生时火种就是希望，它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煮熟食物，也可以驱散野兽，让求生者的生活都上一个层次。可费了我不少劲呢！你把水果放仓库后，把我之前钓到的4条鱼给取出来。今天我们吃烤鱼。安雨成双眼一亮，终于可以吃熟食了，激动的速度都加快了。三金则找了些树枝，把火燃大，将鱼用海水收拾干净，串上交给了安雨成。烤鱼是个漫长的过程，这点事交给女孩子更合适，你可不要烤焦了。交代完，三金来到航海系统屏幕前，检查安雨成大半天的成果：荔枝207千克，苹果509千克，橘子771千克。三金有些吃惊，这数量对于一个女孩子的工作量来说可不算少。看来安雨成这小妮子还是有过人之处的，长得好看还不矫情。这些水果应该可以交易不少竹子了。经过一番试探，三金给这些水果定了价，自留了一些，其他连带着上一次剩余的全部出手。荔枝200克交易竹子1根，荔枝交易总数量190千克。苹果1个交易竹子1根，苹果交易总数量1200个；橘子2个交易竹子1根，橘子交易总数量1400个；芭蕉6个交易竹子1根，芭蕉交易总数量600根；香蕉5个交易竹子1根，香蕉交易总数量300根。上架好物品后，一阵烤鱼的香味随风飘来。安雨成举着那条最大的鲈鱼喊道：“三金哥哥，快过来吃鱼了！海鱼不能烤久了，趁热吃。”因为火的缘故，安雨成脸红扑扑的，脸上全是薄汗，看起来倒有几分贤妻良母的意味。三金接过烤鱼，就着眼前的秀色一口咬了下去，即便没有任何调味品，但依旧好吃到想哭。还得是肉啊，比水果好吃多了。吃完饭，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1点。三金打开交易栏，发现这一次卖出的速度慢了很多，甚至还有人也在效仿他用物资换竹子。看来随着第2次更等，收集到水果的求生者变多了，而且求生者们也都意识到竹子的重要性了。我的水果肯定是最多的，要不要降价打价格战？念头闪过，三金还是放弃了。打价格战只会让竹子的价格越来越高，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他。现在这个价格还是正常范围，他的东西也能卖出去，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不过他还是打算做2手准备，拿起钢斧对安雨成说道：“下午我去砍竹子，你的话还是尽量收集水果。”脑海里的地图显示来到最近的一片竹林。说来也奇怪，这个世界的竹子长得十分标准，也就2米出头，像是为求生者量身定做的一样，很迷你。三金手里又有钢斧这种利器，这大大的缩小了他砍伐的时间。1个来小时，他就将这片竹林砍光了，整整243颗。虽然单颗竹子很轻，但这么多想要运回去很难。我一次最多能拖30根，来回一趟就需要1个小时了，完全不太可能把这些全部运回去啊！我难道白干这么多了？我被传送到全民航海求生的世界，第2次登岛就团灭了野猪，吃了烤鱼，砍了一大片船只升级需要的竹子，可现在不知道怎么把竹子运回去。来回1个小时，一次最多拖30根竹子。木筏起航前，我100根都弄不回去。三金眉头紧锁，看到远处的藤蔓时，计上心头。他拿着钢斧大步就走了过去。不多时，他拖着几串结实的藤蔓回来，接着手脚利落的把234根竹子分为5份，捆绑的结结实实。我真他娘的是个天才，这办法都能想到。他擦了擦汗，一捆一捆的拖着2米出头的竹子往100米开外的海岸线走去，最后全部推进了海里。海水的动向正是木筏的方向，他只需要稍微拉着手里的藤蔓，像遛狗一样慢悠悠的走了回去。背着1藤筐水果的安雨成看到这一幕，惊讶的张大了嘴，此子恐怖如斯。我把这些竹子放进仓库，就去帮你收集水果，时间剩的不多了，加快速度。1个多小时的功夫里，仓库里的物资额外增加了苹果691千克，橘子1397千克，荔枝318千克，竹子234克。忙得差不多了，歇一会吧。我用这些物资试着交易物资宝箱看看。啊，为什么不交易竹子了呢？今天能这么顺利，钢斧帮了不少忙。目前只有物资宝箱才能开出这样的工具来，试试吧。说着，三金开始上架水果：苹果5千克交易物资宝箱1，橘子10千克交易物资宝箱1，
荔枝3000克交易物资宝箱1，他不打算再用山泉水交易竹子了。这个世界的矿泉水瓶是第一天系统发放的，数量不多，等求生者们重视的时候就不好收集空瓶子了。目前3金更想要用水果去交换空瓶子，说干就干，又点开了交易按钮。苹果2交易塑料瓶1，交易数量50份；橘子5交易塑料瓶1，交易数量50份。做完一切，距离木筏起航时间还有40分钟。3金又拿起了钢斧，叫上安雨成一起去收集了200根左右的藤蔓。他准备空闲的时候编织一些藤矿出售。时间此时来到了黄昏17点55分，两人把藤蔓存入仓库后，3金又取出铁桶，将岸上的火堆给转移到了铁桶内。今晚吃烤肉还得指望这些火呢。木筏开始晃动起来，在他离开海岸线前1秒，3金连忙跳了上去，把留在上面的安雨成差点吓哭了。3金哥哥，你下次不要掐时间点了，刚才我真的好害怕你留在岛上了。知道了知道了，你这么激动，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爱上我了。听他这么说，安雨成脸红着瞪他一眼，转头不再说话。3金则是点开建造页面，在黑格子上点击安装。一个简易的厕所就出现在了木筏边上。看到这个厕所，安雨成眼睛都亮了。太好了，3金哥哥，终于有点现代社会的感觉了。不过我们还没有厕纸，用木材能制作吗？3金点了点头。让这种身娇肉嫩的小姑娘每次都用海水洗皮燕子好像不太合适，这种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应该是有的。他在制作商城里找到卫生纸，每一卷纸需要5000克木材，制作时间5分钟。没问题了，趁现在还有太阳，你去屏风后面洗洗澡，我处理一下野猪。3金哥哥好像越来越绅士了，看来从一开始我就误会他了。有了屏风的遮挡，安雨成深呼出一口气，他终于可以脱了内衣好好洗一次澡。而3金在木筏边蹲着处理野猪时，从屏风的侧面那个3厘米的缝隙正好看到他脱下衣服。安雨成这一次洗得尽兴，整整10几分钟才穿好衣服从屏风后出来。小野猪处理的差不多了，现在我去洗澡，你来烤，顺便烤烤你的头发，别感冒了。让安雨成先洗澡，3金挤饱了眼福，又不用枯燥的烤猪肉，实在是双赢。可落在安雨成眼里，3金实在是绅士又细心，还担心他感冒。好，3金哥哥，谢谢你。我被传送到了全民航海求生的世界，几天求生下来，不仅实现了淡水自由、水果自由，还有了个简易的厕所，现在还有绝美小萝莉烤乳猪给我吃。3金哥哥，你洗澡这么快，野猪还没有烤好呢。3金洗澡不像安雨成，他只花了几分钟就收拾好了，肉还没烤好。3金走到航海系统面前，点开了交易大厅，白天上架交易竹子的东西都卖光了。看来猜测是对的，被传送到这个世界的人口数量难以想象，只要价格合理，没什么是卖不出去的。加上3金自己砍伐的竹子，仓库里的竹子数量达到了惊人的3950根，也就是说可以扩充395平米竹筏。他没有浪费时间，直接点击了扩建按钮，瞬间木筏就从48平米扩大到了443平米的规格，显得格外空旷。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改造界面弹出一个提示框，监测到木筏面积已接近峰值500平米，到达之后将无法进行扩建，请勿盲目收集竹子。尼玛，这个世界还限制发育啊！按照这个情况，每日可获取的最高经验值只有500加100。烤乳猪出炉喽，3金哥哥快来吃！听见安雨成的声音，3金暂时不再纠结这事儿，走过去拿过2/3的肉大口咬了起来，吃几口肉喝一口牛奶，日子倒也过得不算差。吃过饭后，有强迫症的3金用水果再继续换了570根竹子，将木筏扩充到了峰值500平米。完成后，他点开交易物资宝箱的界面，却发现上架的水果连一个宝箱都没有换到。难道今天都收集到水果了？那肉你们总没有吧？3金看了看仓库里之前处理小猪仔时存放起来的内脏，试探性的上架了一个猪心，没想到上架刷新了几秒就被抢了，到账一个物资宝箱。见状，3金把几头小猪仔的内脏全部上架，不多时就又换回来8个物资宝箱。他将9个宝箱全部取出，安雨成也凑了过来。哇，又可以开盲盒了吗？3金嘿嘿一笑，接连开了几个，全是白光，不是一瓶纯净水，就是一个红薯苹果之类的东西。啥情况？别太过分了呀！还有俩宝箱，我们1人1个。他搓了搓手，咔的一声打开宝箱，一阵白光，压缩饼干一袋。一旁的安雨成赶紧安抚道：“别生气，别生气，这不是还有一个吗？”说着，他随意扣开卡扣，金光中升起一个红十字手提箱。所有东西消失不见后，安雨成从仓库里取出手提箱，打开，开心不已，里面有不少治疗感冒、发热和处理外伤的药物。快看，3金哥哥，这好像是医疗箱呀，这是好东西呀！哇，没想到你竟然是个欧皇，以后都你来开箱了。3金一激动过去就抱住了安雨成。安雨成惊呼一声，竟也没有推开他。还是3金意识到了放开手，天已经黑了，两人各自躺下睡觉，只是安雨成的脸红得发烫。第二天早饭后，3金打开了船只信息，船只经验来到了766至5000。昨天木筏已经升级到了峰值，从现在起每天能得到600点的经验值，这样来算，距离木筏升级只需7天。而且他意外地发现，昨天上架的其中一个物资卖出去了，获得一个物资宝箱。安雨成，快来开宝箱了！3金拿出宝箱递给安雨成，而安雨成有些为难。3金哥哥，那啥，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开出好东西哦。你就大胆开吧，
谁又能保证呢？有了3金的话，安雨成放心了。他低头打开了宝箱，金色光芒再次出现，悬浮出来的竟然是一个求生工具箱。安雨成打开工具箱后，惊讶的合不拢嘴。我真的有这么好的运气吗？3金哥哥，这工具箱里有军刀、攀岩绳索、找刺、开山斧、锄头，还有锯子。3金也很吃惊，这个工具箱里的东西实在是很充足。他收起工具箱，取出海钓装备，递给安雨成。经过一番指导，两人一上午加起来收获了整整15条小型海鱼，午饭吃的是格外丰富。午休时间，3金照例点开求生者交流频道，浏览过滤有用的信息，其中一条求助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是一名护士，我的同伴是一名军人，他受伤发炎了，谁手里有消炎药或者抗生素，我可以用我在物资宝箱里开出的这个力量果交换。我被传送到了全民航海求生的世界，在金手指的帮助下，木筏已经扩建到峰值了，也开出了好几个金色传说宝箱。现在发现其他求生者手里有一个名为力量果的东西，有些好奇，于是贡献了第一次聊天频道发言。3金在聊天频道晒出了自己的消炎药，对方一看也晒出了力量果。从外观来看，果子长得像一个苹果，但晒出物资的名字确实是力量果。3金暗暗一想，航海系统总不会骗人。这时，金手指突然自动苏醒。力量果采光物资使用后，身体将得到随机力量增幅，最低力量增幅5公斤，暂时仅能从宝箱物资内开出，概率为0.5%。采光物资，金光物资上竟然还有其他等级。不过我的金光物资消炎药去交换这个采光物资，大赚了。3金立刻点击交易，力量果到手。他查看了自己的力量，目前是79，随后囫囵吞枣的把力量果吃下，只感觉浑身暖洋洋的。10分钟后，个人信息的力量增长到了99，比他预想的更好。为了测试效果，3金把仓库里之前他提着很吃力的成年野猪尸体拿出来，这次却发现重量像小猪仔似的。3金哥哥，你力气变得好大，这才吃一颗力量果呢，要是多吃一些，那不是成超人了？这次只是运气好，力量果没那么容易换到的。现在我们先编织一些藤矿，你过来跟我学。在他耐心指导下，安雨成学得极快，一个下午过去，两人一共做好了9个藤矿，没有耽搁。3金在聊天频道晒出藤矿，结实的藤矿，求生必备，有好东西可以交换。信息一发，不少人关注，其中一个求生者艾特道：物资宝箱换吗？我想用物资宝箱开储物工具，你这有更直接。看到有用物资宝箱交换的，3金自然不会拒绝，利落的上架，对方也秒交易了。在剩下的藤矿自留一个，还剩7个，全部以物资宝箱交易上了架。随后又取出交易过来的物资宝箱递给安雨成，安雨成搓搓手打开，可惜的是最普通的白光，看来欧皇也不可能次次都显灵。没事，后面宝箱还多呢。天黑了，赶紧吃饭洗漱，养精蓄锐，明早要登陆海岛了。第二天一早，在海浪声中，两人醒了过来，看到航海系统屏幕时，安雨成惊呼起来。3金凑过去一看，海岛评分危险系数100。他连忙唤醒金手指，我被传送到了全民航海求生的世界。我吃了力量果后，力量超越了常人，即将登陆危险系数100的岛屿。神秘海岛，危险系数100，资源135。海岛东侧，淡水资源偏多；海岛西侧，水果偏多；海岛北侧，野生动物偏多；海岛南侧，植被资源偏多；海岛中心，矿物资源偏多。矿物资源，如果能收集一些铁矿，就能用制作功能做一些实用的东西了。现在木筏停在东侧，非常方便取水。现在多囤一些之后，岛就不用浪费体力了。可现在只有200多个空瓶子，得多换点空瓶，另外再做一些能装水的容具。想到这里，他点开交易页面，把仓库里772瓶山泉水全部上架。为了快速卖出，他一瓶水只标价空瓶星号2。随后又开木桶制作页面，一个木桶消耗木材2000克，制作时间1分钟，直接制作500个。可在岛上的时间只能做出720个木桶，远远不够3金的预期。最后，他打算以装满水的木桶来换空木桶，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不错的运输工具——木板车。消耗100千克木材，制作时间半小时，制作原地等了几分钟。他取出6个木桶，分给安雨成2个，然后两人背着满藤矿的空水瓶，提着桶出发了。这次停靠的位置距离山泉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路面平坦。在3金的带领下，仅仅几分钟，两人就来到泉眼边。面对这样的情况，安雨成表现得很淡定，而是手脚利落地装起水来。而3金因为吃了力量果，1藤矿的瓶装水和手里4木桶5升水加起来，他也没有感觉多吃力，健步如飞地回到木筏边上。他回头看着有些累的安雨成。今天的活你就负责装水，不用管其他，所以不要急太急，等会木板车就制作好了，能省不少力气。弄回来装了水的桶再上架，1桶水换5个空木桶，然后一边取水一边上架。虽然不知道3金的用意，安雨成只管照做。两人再跑了几个来回，3金取出制作好的木板车，刚好1人1个。安雨成松了一口气，连着拿了6个木桶和一堆空水瓶放上去。剩下的就交给我吧，反正这么近，又有了运输工具。好，
我也正好去岛上看看其他物资。他说完，推着另一个板车朝着金手指指引的矿场位置走去，有效地避开了各种危险。约20分钟，来到一片光秃秃的区域，通过读取准确位置，他从推车上拿下一把镐子，这是工具箱里的。挤镐子下去，只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一块银白夹杂黑色的铁矿石露出了一角，又经过一阵挖掘，小坑变成大坑。三金弯腰狠狠一使劲，把一块半人高的铁矿抱了出来。真不轻，至少有100公斤以上，要不是我吃了力量果，还弄不起来。有了经验后，挖矿速度提了起来。一上午时间，他整整挖出36块铁矿石和200-300公斤煤矿。三金擦了擦汗，脑海里又出现一道信息：我被传送到了全民航海求生的世界。今天登岛挖了不少铁矿，现在金手指提示我发现了物资宝箱。信息已读取，距你1公里处，物资宝箱出现。哎，还有这种好事？这么看来，物资宝箱确实是随机刷新的。三金把几块铁矿放到了推车上，然后拿着镐子朝着物资宝箱的位置走去。1公里的路程用不了几分钟，几十米开外一个宝箱安静地躺在路面上。他走过去蹲下，这时眼里又出现信息：物资宝箱品质普通，白光，宝箱内物品压缩饼干3。三金有些愣，之前他不是没有试过，并不能看穿宝箱，没想到现在竟然解锁了这个功能。难道是因为吃了力量果，启动了什么升级能力？想不出什么头绪的三金不再多想，抱着宝箱往回走。这个宝箱他不打算开了，用来交易是个不错的选择。可在返途中，一道身影引起了三金的注意。此时距离他大概20米的地方，一只山羊正低着头在吃草。他放轻了脚步，摸到距离几米的地方，一个箭步上去抓住了羊头上的2只脚，随后使出全身的力，朝着一旁的大树上一摔。如此反复几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山羊已经奄奄一息的倒地抽搐了。这吃了力量果就是不一样，竟然能徒手杀羊。三金嘿嘿一笑，便拉着山羊尸体回了木板车旁，加上铁矿石和宝箱，木板车上装得满满当当，但一次也不能将所有铁矿石和煤矿都搬回木筏，只能多跑几趟。来来回回间，把所有东西全部存入仓库。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5点20分了，他也终于得到了一个准确的重量了。铁矿石2341千克，煤矿531千克。见他满头大汗，正好推着车回来的安雨成递过来一瓶水。三金哥哥，你喝点水泄会吧，顺便来看看我的努力成果。三金接过水，咕嘟喝了一半，凑到屏幕前，随后惊讶地看向安雨成：你竟然弄了1301桶水，再加上制作的和交易到的木桶，我们一共拥有了6250个木桶了。安雨成得意一笑，这次他可是拼了命在完成任务，因为距离近又有推车，其实说难也不难，只是比较费体力。对了，我刚才远远的看见那片山坡上好像有西瓜藤，我们要不要趁现在去摘了？三金看了看时间，还剩30几分钟，动作快点应该没问题。只是安雨成此时看起来好像很累，会耽搁时间。我推车，你坐在上面指路，我们速战速决。安雨成没有拒绝，爬上了推车，心中一暖。三金已经不止一次的照顾他了，自然而然的对他的好感度又增加了不少。安雨成所说的山坡距离并不远，不到10分钟，两人就来到了西瓜地，一片绿油油的西瓜安静的躺在地上。快动手，赶时间。安雨成点头，他知道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的重要性。两人立刻飞似的跑进了西瓜地，一次至少抱3个，15分钟的样子，近100个西瓜都放到了推车上，不敢耽搁，他们一个在前面拖，一个在后面推，终于在最后2分钟时赶回了木筏上。安雨成喘着粗气，脸色有些发白。呼，好累，不过三金哥哥，我好像来那个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航海求生的世界，这次登岛收获了铁矿、煤矿，还有一只山羊100多个西瓜，而且金手指竟然可以看透物资宝箱。哪个？不会是所谓的大姨妈吧？这荒山野岭的，我去哪里给你弄姨妈巾呢？安雨成捂着肚子，委屈地看着三金。这时，航海系统面板弹出一个信息：监测到有船员即将出现生理反应，特予发放1次7天量的卫生巾。嘿，这系统还挺人性化，就是不公平，男人的生理需求咋不管呢？不说硅胶娃娃，也得发个飞飞杯什么的吧？正从仓库取出姨妈巾的安雨成微微脸红，这家伙说什么呢？看着他小步跑到屏风后面去了。三金耸耸肩，点开制作系统，找到铁锅、铁盆之类的厨具，制作材料铁矿石，时间只需要几分钟，毫不犹豫点击了制作。有了这些工具，晚上两人能吃上涮羊肉，正好也可以给安雨成去喊，而且还加了一颗西瓜。这顿晚饭是三金目前来说最喜欢的一顿。吃饱喝足后，安雨成因身体原因躺在木质摇椅上休息了起来，三金则又打开了航海系统，准备将那个白光品质的物资宝箱给交易出去。物资宝箱1加香蕉1，交易物资宝箱1。这个行为看起来就像是做慈善，因为能交易的宝箱绝对是没有打开过的，也就意味着没有人能知道里面是什么，都是在赌。他还附送一根香蕉，毫无疑问，一上架就被秒了。三金看着换回来的物资宝箱，双眼发光。随后一条信息出现：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白光，宝箱内物品压缩饼干1。我靠，我的宝箱里好歹也有3包压缩饼干，这么帅！他嫌弃的又将宝箱挂了上去，同样的附送一根香蕉。很快再次交易到了一个物资宝箱，这一次他已经不那么激动，只是按部就班的读取信息。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金光，宝箱内物品
弩射程300米。这次意外的收获让三金又有些不相信了。弩远程攻击必备，可以有效的保证自身安全，而且弩箭的制作也简单，只需要少量木材和矿石，这玩意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想到这，三金直接打开了宝箱，一把精美的弩就出现在了手中。他转头一口气制作了50根弩箭，另一边也将吃剩下的山羊内脏上架到交易大厅，用来交易物资宝箱。事实证明，肉类的物资交易东西就是快，短短20分钟就换回了17个物资宝箱。三金开始一一读取信息，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白光，宝箱内物品苹果2。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白光。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绿光，宝箱内物品压缩饼干10。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白光。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蓝光，宝箱内物品纯净水30。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白光。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绿光。一连读取了10个，基本都是白光绿光的品质。这么说起来，只有一个蓝光的，可淡水资源它最不缺了，于是只能继续看下去。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白光，宝箱内物品香梨2。宝箱品质白光，宝箱品质紫光，宝箱内物品调味料大礼包，内含酱油1升，花生油5升，料酒1升，食用盐1000克，味精1000克，胡椒粉1000克。这个好，得拿出来，终于出个不错的了。这段时间嘴里都淡出鸟来了。继续。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绿光，宝箱内物品纯净水10。宝箱品质白光，宝箱内物品橘子3。宝箱品质白光，宝箱品质彩光，宝箱内物品敏捷果11。开到最后一个时，三金瞪大了眼，他最盼望的东西来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金手指的帮助下，开物资宝箱开出了些好东西，把蓝光品质的矿泉水30瓶，紫光品质的调味料大礼包和彩光品质的敏捷果留下，剩下的物资宝箱又全部附送1根香蕉上了架。让我看看这敏捷果功效吧。他将3个物资宝箱都打开了，其他存进了仓库，只有一个类似苹果的果子出现在手里。信息已读取，敏捷果食用后身体将得到随机速度增幅，至少增幅1.39米每秒。物资获取方式，目前仅能从物资宝箱中开出，概率为5%。果然是好东西，我之前速度最快是7.14米每秒，吃了这玩意，保底能涨到8.53每秒，都能赶上国家1级运动员的水准了。吃。三金不再多想，一口咬了下去，和之前吃力量果一样，刚咽进肚子便能感觉浑身暖洋洋的，随后就是一阵轻松感。接着他读取了自身的速度属性，您目前的速度为10.5米每秒。好家伙，这速度跑100米赛用时才9.52秒，比第一飞人还快，而且这还是我能一直保持的速度，不只是爆发速度。这样的意外之喜让三金高兴了起来，力量和速度都在不断增强。他又看了看上架的物资宝箱，不出所料已经交易成功。扫视一圈后，只出了一个蓝光品质的，于是留下了蓝光物资宝箱，开出了一套崭新的衣服，其余的又全部重新上架。折腾几次后，也没有任何好东西，而且宝箱里的物资都是一个样。他发现交易的账号来回只有那几个，对方在白嫖他的香蕉，浪费我的香蕉。看来几十万的求生者每次登岛只能出几10个物资宝箱，算了，下次再说，先睡吧。一早，三金醒来就看见安雨成一边钓鱼一边编织藤矿，这女人越来越勤快了。你肚子不疼啊？听到他关心自己，安雨成连忙回头，扬起一抹笑。就刚开始不太舒服，没事了。三金哥哥，你快吃早餐吧。而且我们的船只经验已经有1966了，按照1天600点经验增长速度，还有6天就能升级了。三金点头，他拿了2盒牛奶，其中1盒放到了有火堆的铁桶旁，加热了再给正在生理期的安雨成。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安雨成眼眶都悄悄红了。三金哥哥真的太细心了，最开始我还觉得他是个色狼，没想到竟然是个暖男。嘿，看来果然没错，这小妮子对我的好感度又上升了，推倒她指日可待。这一天，2人钓了不少海鱼。登陆岛屿后空闲的时间里，三金充分地展现了什么叫养老生活。第2天傍晚，一条更新预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明日更新如下： 1. 系统开放排行榜功能，上榜成员每日可领取对应榜单奖励。2. 开放好友功能，开放战舰军团功能。3. 交易大厅开放租赁功能。4. 海岛将随机刷新农作物。哇，农作物哎，我们能吃到米饭了吗？这真的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没有米饭的日子我受够了，我们赶紧休息好，明天登岛了，今天吃些压缩饼干吧，明天才有力气。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我吃了敏捷果后速度比第一飞人还快，而且安雨成对我的好感度又提升了，推岛指日可待。又是登岛日，海浪声叫醒了2人。三金看向岛屿，信息已读取，神秘海岛，危险系数75，资源95，海岛东侧农作物偏多，海岛西侧水果资源偏多，海岛北侧海鲜资源偏多，海岛南侧淡水资源动物资源偏多，海岛中心植被资源偏多。具体的物资种类三金也大概都知道有哪些。木筏停靠的地方就是海岛东侧，附近1公里内就有不少土豆、西红柿之类的东西。三金想了想，这次让安雨成去找到这些，免得每次都是他找到物资引起怀疑。安雨成，你就在这附近1公里左右逛逛，我照旧到处找物资。经过几次登陆，安雨成是完全信任三金的。他点点头，拿过
镰刀和藤矿钻入了丛林之中。而三金转身把10几个物资宝箱附送香蕉上架，今天又登岛了，又会出现新的物资宝箱。操作完后，他又将之前开出来的绳索拿了出来，随后看向了海岛南侧，刚才读取到了那里有他感兴趣的东西。不过半个小时，三金就牵着一头黄牛雄赳赳地返回了木筏边。老黄啊，以后你就跟着我了，哥带你见见世面。说完，他从仓库里拿出木板车，用绳索拴在了黄牛身后，再拿出弩跟弩箭背在身上，朝着土豆地走去。几十米开外，就看见安雨成正蹲在地上卖力地挖着土豆。这小妮子藤矿都装了半矿，看见他带着一头牛，安雨成吓得站了起来。啊，你这是？这是黄牛，很温顺的，它可以帮你节省不少力气。等会你挖好了土豆，直接让它拉回去就好了，我再带着弩去更深入的地方看看。听他这么说，安雨成心里对他的好感度又提升了一些。这个男人考虑的太周到了，还把危险的事情都做了。三金自然不知道安雨成在想什么，他只是想去打猎。他通过金手指已经把弩的使用技巧融会贯通了，现在只差实践了。不出1个小时，他手里已经提着几只野鸡和野兔了。在一处大石头后，2只野猪悄然出现，他轻手轻脚地放下手里的东西，然后取下背上的弩，行云流水般箭上弦，瞄准了野猪的头部。咻，箭弦声响起，野猪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倒下了。同行的另一只野猪警惕地抬头四处张望，可一只箭矢又来了，自然也跟着倒地。有了这个武器，果然轻松多了。三金看着2只野猪的尸体，意外地发现一旁就是一个山泉眼。他想了想，提上野鸡和野兔回了木筏。安雨成也正牵着牛车回来。这才1个多小时，你就猎杀了这么多东西了呀？这哪里算多，还有2头野猪呢。对了，还发现了山泉眼，我回来带牛车过去弄这些东西呢。听了他的话，安雨成有些沉默。这家伙太强了，如果他自己生活的话过得比谁都好吧，现在还愿意带着自己这个拖油瓶。想到这，他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喜欢上这个男人了。他发呆的同时，三金已经将土豆和几只野鸡野兔存进了仓库，牵着牛车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安雨成回过神喊道：三金哥哥，我做饭等着你。他回来的时候，一阵肉香味传来，只见铁锅里咕嘟咕嘟的冒着泡，土豆炖鸡，口水瞬时跟着流了出来。他是有多久没有吃到这么有盐有味的东西了？大快朵颐后，物资宝箱已经交易回来了13个。三金心满意足的扫视起来，就算没什么好东西也无所谓，今儿高兴。但是一圈读取下来，他微微瞪大了眼。紫光、金光、彩光，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交易来的物资宝箱运气爆棚的开出了紫光渔网1张，金光席梦思1张，彩光全能果1个。先不说渔网可以提高捕鱼能力，席梦思可以让我休息得更好，这个全能果真是意料之外。顾名思义，我都不敢去想它带来的加成。三金一口将全能果吃了下去，很普通的味道，但浑身勇气的热能不会骗人。他读取了自己的信息：姓名三金，年龄20，速度120，力量115，体力95，人类极限数值为100。我超过了人类极限了，那难道我已经不能算人类了？这么想着，只是一闪就从木筏上来到了岛上，速度快出了残影。他背着2个藤矿，手拿渔网，回头朝惊呆了的安雨成道：你再顺着上午挖土豆的方向去找找，有没有其他农作物？我准备用新开的渔网去捕鱼试试。安排好后，他朝着海鲜较多的海岛南侧小跑过去。普通人1个小时的路程，他10几分钟就到了。放眼望去，海岸浅水区都有许多鱼虾蟹在觅食游动。渔网在手，不到1个小时，他带来的2个藤矿和渔网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带着收获赶回木筏，将东西都放回了仓库后，三金又取出几瓶山泉水，去找到了安雨成。此时安雨成正卖力的在一片水稻田里收割着，一旁的牛车上装了不少稻穗。你上来休息下，剩下的交给我吧。安雨成抬头感激的朝着他一笑，他还在生理期，确实有些吃不消，于是也不扭捏了，把手里的镰刀交给了三金。谢谢你，我真怕自己帮不上什么忙。三金潇洒的摇头，速度极快的将剩下不多的稻穗全部割下来放上了牛车。看着喝了水缓过来的安雨成，他指了指另一边的西红柿田。我先送稻穗回木筏，还剩2、3小时，你把西红柿摘了，等会我再到处找其他东西。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农作物。安雨成狠狠点头，他们马上就可以吃到正常的饭菜了，怎么能不激动？时间一会儿过，他们在海岛上忙忙碌碌。木筏起航时，仓库里已经存了土豆、水稻、西红柿、包菜等农作物。2人和一头牛毫无形象地倒在木筏上，惬意地吹着海风。三金哥哥，没想到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过得越来越好了。我去做晚饭了。别这么说，你也做得很不错了。对了，我去看看物资宝箱交易的怎么样了。打开交易频道，已经交易回来了10个物资宝箱。三金直接取出来开始读取，读取到第5个时就发现了采光物资，不过剩下的宝箱都很普通。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采光，宝箱内物品木屋建造图纸。三金将其他9个普通的物资宝箱又重新上架，打开了采光宝箱，一张图纸浮现，随后进了船只仓库。难道我还能在木筏上自建房屋？这有个使用按钮，试试。他伸手在屏幕前按了下去，一道提示跳了出来，船只等级至少需为 LV2 即可使用。哦豁，
还是要升级啊。这10天建案，安雨城也做好了饭，此时还没有工具，大米暂时没法吃到，所以依旧是素菜炖肉。3金快速吃完，又回到了屏幕前，扫了一眼挂在交易频道上进行交易的几十个物资宝箱，然后点进去新开放的租赁大厅。此时大厅里连木桶都有出租的，一个频道几十万人，还有很多人都没有木桶。木桶也算是很实用的工具。这么想着，他即可拿出3000个木桶，按照市场价1颗苹果或者梨或者橘子租赁1天上架了。另外空闲的12个藤矿也按照2000克蔬菜水果租赁1天上架。之前开出的渔具一共有8根钓竿，留了2根，剩下的6根钓鱼竿以一个物资宝箱租赁1小时的价格都挂了上去。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现在空闲的一天，我和绝美小萝莉在500平方米的木筏上一边钓鱼一边编制藤矿。3金哥哥，我们这2天下来钓了几藤矿的大鱼，编好了23个藤矿，我们收获相当不错呢。你也越来越熟练了，我把这些藤矿全部上架租赁，我们可以享受包租公的待遇了。早点吃了饭休息，明早又要登陆岛屿了。早上，岛屿如约而至，3金牵着牛车下了木筏。信息已读取：神秘海岛，危险系数20，资源35，海岛东侧。看到这个消息，3金挑眉，这个海岛好像没什么东西啊。果然，海岛5个区域全是水果。安雨城，我们分头行动吧，你依旧尽量往安全的地方走，我去远一点的地方碰碰运气。牛车你带着。说完，他把绳索塞到了安雨城的手里，转身搜索物资宝箱的身影。果然，金手指指示着距离他2公里的地方刷新了一个物资宝箱。3金用上了自己最快的速度，一路跑去。路上荆棘丛生，但也只花了10分钟时间就简单了宝箱。信息已读取：宝箱品质普通，宝箱内物品船只经验包，海岛级小概率刷新，使用后船只可立刻获得2000经验值。使用方法：打开宝箱，经验包会自动存取船只仓库。哇，新品种啊！经验宝箱来得好及时，我的木筏现在经验有3766了，距离5000升级也就这个经验包的事情，岂不是马上就能升级了？3金很激动，但他还是暂时忍住了，先打开了宝箱。随后宝箱原地消失，他也转身去帮安雨城摘水果。1上午时间，2人摘了一片桃林，一片哈密瓜地。回到木筏，安雨城烤野猪肉，3金则打开了经验包，点击使用。屏幕上弹窗出现，监测到船只经验达到升级标准5000分之5766，船只进入升级阶段，所需材料：铁矿石3000千克，竹子5000根，沙子5000千克，土壤5000千克。看着这个弹窗，3金觉得空气都静止了，最后爆了粗口：靠，还他妈要收集材料，这么多材料，我破防了呀！一阵懵逼过后，3金快速调整了状态，他静下来想了想，点开交易频道，迅速发布了交易信息：1桶沙子7000克，交易木桶1个，水果1个，数量1000份。土壤也如下，沙子和土壤都是随处可见的东西，一个人弄100桶会很累，但弄1桶取得非常轻松，就能免费换一个水果，何乐而不为？他所在的频道就有几十万人，这点东西轻而易举。而且3金发现一件事，现在还没有人交易沙子和土壤，就意味着他是第一个到达升级的人。等所有人都到2级时，沙子、土壤和竹子等东西的价值就会翻倍，他现在完全可以囤多一点。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为了让木筏升级和赚取可观的利润，我开始大量收购沙土和竹子。下午又带上锋利的钢斧，开始大量砍伐树木制作木。安雨城则继续去收集水果。时间来到了17点50分，木筏马上就要离开岛屿。3金哥哥，我下午采摘了861千克葡萄和452千克荔枝，辛苦了。我下午收获也不错，整整120棵树，来回跑了10几趟了，确实很累。我在想，以后能不能收点小弟来做这些苦力活？3金越想越觉得可行，马上就要开放第2阶段了，会有多艘船同时登陆一座海岛的情况，到时候就看谁更强了。时间到了，巨大的木筏驶离了岛屿，安雨城开始准备晚饭。他打开了交易界面，沙子已经收购完成。经过1天的海岛之旅，挂在交易频道的物资宝箱又重新刷新了，到手12个新的物资宝箱，3金毫不犹豫地取了出来，开始读取。白光、白光、白光、绿光、白光，这也太黑了吧！白光、白光、绿光，有个紫光。宝箱品质紫光，宝箱内物品宣赫门1条200根。不是吧，我又不抽烟。等等，这是个好东西啊！在这个频道几十万人里，对不少烟瘾怕的人，不吃饭的都行，不抽烟就不行了。嘿嘿，那就怪不得我了。3金把烟留下，其他宝箱附送水果继续升价。他拆开包装，拿出1根试水上架，1根烟换2个物资宝箱。虽然有些贵，但是绝对会有人买。不到10分钟，2个物资宝箱到账。3金读取一番，都是白光品质，又只能反手上架。但他不舍得继续用烟交换物资宝箱了，他手里还有不少物资宝箱在等着交换。刚才只是验证了烟对于烟民的重要性，等必要时候再拿出来。时间一会儿过，在海上漂流的2天，依旧是吃饭、睡觉、钓鱼。因为只有一张席梦思的缘故，安雨城倒是主动和3金一起睡。虽然中间隔了很远，又是登岛日，天微微亮，海岛就出现在了眼前。3金读取了岛屿的信息，眼前一亮，真是瞌睡送枕头。这座岛屿有铁矿、西侧还有黄鸟，我正愁没劳动力，
这不就来了？读取位置。顷刻间，黄牛的位置浮现，木筏停靠位置刚好也就在西侧，读取到的距离不过100来米。三金转头吩咐安雨成：“你把牛车牵着，我们到处逛逛。”距离很近，但三金还是特意绕了路，过了20分钟才来到黄牛附近。远远的安雨成就喊了起来：“快看，又有一头黄牛，好像还是母的。”三金暗笑，这小妮子太单纯了。不过他还是很配合的吃惊，随后准备用绳索去收服对方，没想到身后拴着牛车的公黄牛一声哞之后，那头喝水的母牛屁颠颠就贴了过来。三金回头不可思议地看着公牛：“嗨，你小子魅力这么大！”说归说，三金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将母牛套上绳索，安排安雨成牵着回去，将另一个板车套上，继续用木桶收集山泉水，然后以1桶山泉水换5个木桶的价格上架。他则牵着公牛车，装着工具朝铁矿的位置走去。按照上次的经验，哐哐一顿挖，9点半，他挖出来的铁矿堆成了小山。哪怕这次有牛车相助，也至少需要跑好几趟。今天两人任务重，连中午饭都没吃。安雨成收集了山泉水，又去找了不少农作物，而三金下午在疯狂打猎和砍伐竹子。终于在木筏离开时，他看到了心心念念的船只升级按钮。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累了几天，脚下的木筏终于可以升级了。我忐忑地按下了升级按钮。老天爷，拜托升级的好一些啊！三金话音刚落，一阵刺眼的白光亮起，晃得两人睁不开眼。10几秒后，光芒消失，脚下的木筏变成了一艘渔船。船身上有一个中控室，也算能遮风挡雨了。但三金脸上表情却不太好。喂，我500平米的木筏给我变成缩小到48平米的渔船了。我辛辛苦苦弄的材料呢？这样的尺寸，木屋怎么建造？三金哥哥，我们的木床、席梦思和2头牛呢？三金到处环视了一圈，随后往渔船上的中控室走去。果然，航海系统的屏幕转移到了中控室，上面显示着一个页面：船只升级成功，木筏已根据原面积转换成私人领地。您出行的船只更换为小型渔船，此后每次登岛将有2座海岛供您选择，可主动挑选。每次出海导航，船只不会主动回到私人领地，可点击屏幕下方回家按钮。三金皱着眉找到回家按钮，按了下去。身下的渔船一阵晃动，无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道漩涡隧道，渔船消失在海面，眨眼间就停靠在了一座光秃秃的海岛边缘。海岛只有500平米，之前消失的木床、席梦思和2头牛都好好的待在海岛上。安雨成瞪大了眼，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一切，哈哈哈，这才是升级啊！我就说嘛，那么小的渔船能干什么？安雨成，我们有自己的岛屿了，再也不用在海上流浪了。两人激动地跳下了渔船，快步来到海岛中间的航海屏幕前。海岛编号1，海岛评分500。本海岛为发展型岛屿，会随着面积和时间的推移演化出动植物。海岛主人可经营自己的私人岛屿，海岛面积可通过信息页面的扩建按钮进行扩建。岛屿周边1000海里，暂时不会有任何船只闯入。海岛评分越高，船只每日可获得的经验越多。三金哥哥，这意思是我们的海岛可以变大，以后可以演化成一座真正的海岛，甚至一片大陆。三金按耐住心里的喜意。夜晚，两人第一次睡在了不会晃动的床上。次日，他醒的时候，安雨成已经做好了早饭，还把以前收集的稻穗都拿出来铺在地面翻晒。三金吃了饭，就从仓库拿出了昨晚制作的木质打谷机。安雨成，你把晒好的稻穗拿过来，我要开始装逼啊不打谷子了。看着卖力踩着踏板的三金，安雨成偷偷一笑，抱起稻穗欢快地跑了过去。一天时间，他们弄出来230斤粗米。晚上时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被端上桌时，两人都差点哭了。休息的2天里，三金狠狠地补上了这么久没有吃到米饭的量。夜晚，航海屏幕弹出了一个信息框：明日可选择登陆岛屿为86号岛屿，危险系数78；297号岛屿，危险系数93。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木筏升级成了渔船后，拥有了一座自己的私人岛屿。现在正在选择明天要登陆的神秘海岛。看到航海系统的选择提示，我利用金手指读取2座海岛的信息。信息已读取：86号岛屿，危险系数78，资源120，岛上有淡水、动物、植被、海鲜、农作物、水果、矿产等资源。探测到优秀经验宝箱1个。297号岛屿，危险系数93。资源120，岛上有水果、植被、农作物、海鲜、淡水、动物、矿产等资源。探测到优秀经验宝箱1个。这2个岛屿的危险系数不同，物资分却一模一样，那就不用纠结了，肯定是选危险系数更小的。分析过后，三金果断选择了86号岛屿。第2日，小岛上的两人掐着时间点，在6点之前上了渔船。时间刚到6点，漩涡一样的空间通道出现，渔船立刻启动开了进去。下一秒，穿过空间通道的渔船就停在了86号岛屿的海滩上。啊，现在我们出海都是瞬间移动了吗？这样挺好，省了在海上赶路的时间。三金说着，点开了仓库，一个私人海岛物资按钮，他翻到了那2头黄牛，点击转移，瞬间2头黄牛拉着牛车就出现在了船身10米范围内的沙滩上。随后再拿出一些日常工具放在了牛车上，朝安雨成安排。老规矩，你带1头牛车往正前方探查，我去另外的位置看看。安雨成自然听安排，三金也不担心他偷懒，
转身朝着读取到的经验宝箱走去。一个优秀级的经验宝箱可以为船只增加5000经验值。找到宝箱打开，经验袋自动存取了船只仓库。一旁的小溪边此时传来的嘎嘎嘎的叫声。听到这个声音，三金一喜，他正是为了这些东西而选择的这个岛屿。8只鸭子正在小溪里低头觅食鱼虾。我现在有自己的私人岛屿了，圈养一些家禽活物，以后就不担心肉类需求了。他放下牵着牛车的绳子，飞快扑进小溪，身体有了丰富过后，抓这些小东西跟玩似的。抓到之后，用藤蔓五花大绑丢到牛车上。为了节约时间，三金搜索了附近2公里。又绑了2只小山羊和4只野鸡。他牵着牛车回到渔船周围10米的范围，然后上了渔船，打开仓库，选择了检测到的物资，选择性转移。牛车上的所有被绑着的动物就已经被转移到了私人岛屿。忙完这一切，时间才到8点出头。扩建海岛还需要很多物资，用山泉水来交易无疑是最轻松的选择。于是三金锁定了安雨城的位置。此时的安雨城也正卖力地收集着山泉水。三金带着牛车加入了战斗。1天过去，船只仓库内已经有了7648桶山泉水。若干树木和水果矿产，他把山泉水慢慢上架换取沙土竹子，最后按下了回家按钮。一阵波动后，渔船停靠在了私人岛屿旁，被传送回来的动物正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三金哥哥，你还偷偷抓了这些动物，我们怎么养它们啊？会不会跑了？三金来到航海系统前，从仓库里点击安装。3个围栏型的木篱笆就出现在了周围，山羊、鸡鸭各一个。你把动物都放进木篱笆里圈养，我去看看换回来的物资宝箱有没有好东西。安雨城点头，开始忙活起来。三金从交易仓库里取出10几个物资宝箱，读取后只有2个紫光的能入眼，一个是调味料大礼包，一个是农作物种子大礼包。哎，这个农作物不就是为现在量身定做的吗？头上的土壤我读取到了特殊能力，能将5个月的生长周期缩短至5天。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木筏升级成了一座私人海岛后，我和绝美小萝莉白天收集来的山泉水全部拿去交易了很多扩建海岛的材料。我将材料添加进去航海系统，页面弹出了一个消息框，检测到海岛面积目前500平米，所添加材料可扩建到1225平米，长宽都为35米，是否扩建？虽然长得不多，但至少能放下我的木屋了。三金点击了扩建按钮，一阵晃动后，海岛变大了些。接着他点开了制作页面，找到木屋。制作需添加材料木材30吨，铁矿石300千克，制作时间72小时。木屋长为15米，宽为10米，总层数4层，每层150平米。4层这么大，那我还怎么和安雨城一起睡？吐槽归吐槽，但他还是点击了制作按钮。安雨城把做好的饭菜端上了桌。最近他们吃的不错，荤素搭配还有米饭，看起来和地球上的生活差不多了。吃完晚饭，夜幕降临，岛上海风呼啸。安雨城有些扭捏地找到还在屏幕前方的三金。三金哥哥，你能不能陪我睡觉？我有点害怕。三金诧异地转过头，看着不好意思脸红的安雨城，他暗暗一笑，放下手中的是陪安雨城走到了床边坐下。快躺下吧，我就坐着看着你。安雨城小声地答应了一声，然后红着脸偷看了一眼三金的侧脸，突然亲了上去。三金只感觉自己的脸颊上一阵柔软温热的触碰，像蜻蜓点水一样。他看着又迅速退开的小萝莉，挑了挑眉，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呀，亲了又没有全精，我来教你。他坏笑着说完，就捧住安雨城的脸凑了过去。唇齿触碰时，安雨城感觉自己浑身酥麻，像是触电，脸红到了耳朵。直到三金的手朝着他的衣服伸去时，他才反应过来，别，不可以。他的语气很软，却又坚定地按住了三金的手，让有些进入状态的三金也清醒了些。他放开了对方。不好意思，一时没忍住，现在好感度已经有89了，只差一点就能顺利推倒，现在我没必要这么急。被放开的安雨城松了一口气，但也有一点点小失落。他快速躺下，背对着三金闭上眼，丢出一句话：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但今晚你可以搂着我睡。安雨城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胆大，但三金没给他多想的机会，直接躺下贴了上去，手环住了他的腰。既然你都邀请我了，那就不客气了，快睡吧。三金闻着安雨城身体特有的味道，睡得格外香。第二天他醒时，安雨城已经起床准备好了早饭。三金哥哥，太阳都晒屁股了，快洗漱吃饭了。另外，我们用了经验袋后，渔船的经验值今天已经涨到了10万分之14393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昨晚差点推倒了绝美萝莉。今天吃了早饭，准备把从物资宝箱里开出来的农作物种子种在能缩短生长周期的私人海岛土壤里。大白菜、空心菜、辣椒这些农作物在岛上种植，只需要2天就能收获了。安雨城，快拿去找个地方种下去。安雨城接过种子，挨着圈养动物的地方选了一块土地，面积大约15米宽、25米长。这一块土地至少能保证他们2人的蔬菜消耗了。三金则打开了聊天频道，筛选有用的消息。突然，一个名为求生者3214的人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和我一起偷大姨裤衩子的疯子在不在这个区域？看到了请艾特我。看到这条消息，三金眼前一亮，确定3214号求生者就是自己的发小沙威。他点击了对方的头像，对了暗号后，2人都知道正是对方。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能找到多年老友，激动自然无以言表。只是现在还无法添加好友。他想了想，发出一条消息：我的编号很好记，暂时你要联系我就在公屏艾特我，未来要是有机会，
我们肯定能见到的。两人聊了近1个小时才告一段落。三金转头就看到安雨成种下去的种子竟然已经发芽了，他正在用山泉水在浇水，想要在海岛上种植，淡水资源不可或缺。虽然他们有不少山泉水，但大部分都用去交易了，而且种植需要的水量很大。想到这，三金有些发愁。安雨成浇完水，兴冲冲地跑了过来，差点撞到了他的怀里。三金哥哥，我想到弄水的办法了。一般来说，水源都会出现在海岛地势高的地方，我们可以用竹子来做一条运输水管，接引到渔船10米范围内，就可以检测到了。三金不由得多看了安雨成一眼，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这个办法妙啊！好，那我找找有没有什么容器。一阵搜索后，找到了一个宽1米、长5米、高5米的铁皮水箱选项，消耗200千克的铁矿石就能制作。这个水箱能储存25吨的水，他添加了材料，一口气制作4个，然后又在交易品到用水果换取了1000千克木材，制成了1200根1米长的木棍，用于做主管的支架。剩下的时间，两人不停地绑支架和制作主管。傍晚时分，工作结束后，航海屏幕弹出了岛屿选择的信息。明日可选择登陆岛屿为219号岛屿，危险系数57；12号岛屿，危险系数88。三金没有墨迹，直接读取了2座海岛的信息。219号岛屿，危险系数57，资源分60，岛上资源包含植被、海鲜、淡水、动物、水果，具体物资如下：未探测到物资宝箱。12号岛屿，危险系数88，资源分520，岛上资源包含淡水、动物、植被、海鲜、水果、农作物、矿产，具体物资如下：另探测到精粮经验宝箱1个。卧槽，资源分520，之前的海岛就没有超过208的资源分，而且具体的物资还探测到了增幅果。增幅果这个东西之前只有极低概率从物资宝箱里开出来，现在竟然在海岛上出现了，多犹豫1秒都是对12号岛屿的不尊重，选它。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这次选择岛屿上竟然有增幅果，资源分也达到了520。早上6点，我和安雨成登上了渔船，空间通道出现，只是一晃就出现在了12号岛屿的沙滩上。我已经把牛车和昨天劈好的主管、支架、铁皮水箱全都转移过来了。三金一边点头一边读取了山泉的位置，距离不到100米，地势较高，正合适他的主管引流计划。他俩牵上装着主管和支架的牛车，找到山泉，然后一节一节的安装。当两人竹子的尾端延伸到了铁皮水箱上，清澈的山泉缓缓流入了水箱。安雨成自然地抱住了三金。看到了吗，三金哥哥，我们成功了。三金趁机又亲了一口他粉嘟嘟的侧脸，然后趁他低头害羞时，牵着牛车一边走一边道：时间紧迫，上午收集农作物。安雨成幽怨地看了一眼三金的背影，跟上了他。1个上午，两人将海岛南侧的农作物都薅秃噜皮了，期间回去存放物资时，还将主管换到了空的水箱上。下午，他把安雨成引导到了北侧的水果地，然后自己朝着另一边离开了。10几分钟后，三金出现在了一棵只有人高却闪着金光的小树前，小树的顶端长着一颗果子，这就是增幅树了。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除了这个金光特效，而且这个果子是敏捷果，对安雨成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怎么不来个全能果或者力量果呢？说着就上手将它摘了下来，那棵小树却猛地化作灰消散了，这是防止求生者拔走它。三金没有多想，一口吃了下去，熟悉的热流遍布全身，他的敏捷已经达到了135，行动速度又快了几倍。随后继续牵着牛车朝着精粮经验宝箱的位置走，路途遇见了野鸡、山羊，依旧活捉，直到将经验宝箱收入囊中。将装满了的牛车送回渔船后，三金又取出铁镐和铁锹放上了牛车。最近消耗的铁矿变多了，今天主要目标还是多囤铁矿、太阳迟木。他回到渔船时，安雨成正拉着主管和支架回来，4个铁皮水箱都装满了，已经被收回了仓库。三金哥哥，快上船了！两人快速上了船，船只启动，三金按下了回家按钮，小型渔船通过了空间通道靠岸私人岛屿。今天活捉的动物都躺在岛中心，安雨成负责归类，三金直接来到屏幕前，打开了精粮的经验袋，增加经验值1.5万。船只的经验已经涨到了10万分之30718，接着就是把一箱25吨的山泉水装5000桶上架，每桶山泉水换取1个空木桶和50根竹子。最后照例每次登陆海岛后查看交换回来的物资宝箱。这一次三金读取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词，检测到第2阶段将到来，物资宝箱等级可提升，分为初级物资宝箱、中级物资宝箱、高级物资宝箱。任意10个初级宝箱可升级为中级宝箱，任意50个初级宝箱可升级为高级宝箱。升级后物资宝箱品质依旧为普通、优秀、精良、史诗、传说、至真。物资宝箱竟然还能升级！之前我得到的增幅果是初级至真采光宝箱开出来的，那高级至真采光宝箱又能开出什么宝贝？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突然发现物资宝箱也可以合成更高级的物资宝箱，于是高于市场价一点，20升山泉水交易1个初级物资宝箱的价格，上架了100分，然后在聊天频道宣传了一波，顺便收购增幅果。不消片刻，发小沙威就艾特了他：三儿，你要收购增幅果，我手里有颗体力果，要的话现在就给你。三金一喜，自己敏捷和力量都超过人类极限的100积分了，体力却拖了后腿，只有95。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体力果。沙雕，我要了。
你需要什么物资，我马上和你交换。你说啥呢？我们是兄弟，给你就给你了。说完，他单向指定交易发给了三金。三金心中一暖，画出5000克大米和5000克野猪肉交易了过去。体力果到手，他立刻就吃了下去。几分钟后，那种有劲没处使的感觉消失了，体力上升到了135积分，终于不再偏科了。此时交易的100份初级物资宝箱已经到账了77个，他全部取出读取。信息已读取，具体信息如下：开货率不高但精准。78个初级物资宝箱里只出了3个他能看上眼的东西：紫光的女性服装、紫光的调味料大礼包盒、至臻彩光的全能果，剩下的75个存入了仓库，以后用于合成更高级的物资宝箱。安雨成，快过来，哥哥给你看的宝贝。此时安雨成正在屏幕前收割已经成熟了的农作物。私人岛屿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航海系统屏幕进行操作，这省了一大比例。他有些脸红的看向一旁的三金。三金哥哥，你说什么？你这小妮子是不是又在乱想了？给你全能果呀，好东西。这个真的是给我的？看着他不可置信的模样，三金把果子凑到了他嘴边，带着坏笑。我喂你，快吃吧，吃了你的各方面都会提升，体力会更好，也能经得起折腾。听到三金这么说，安雨成瞪了他一眼，这个没正经的。但他还是听话的吃掉了全能果。仅仅几分钟，他就觉得自己像是重生了一样，浑身充满了力气。三金满意的看了一眼，又拿出那套衣服递过去，示意他去换上。他自己则重新打开了屏幕，把之前上架的9120升山泉水换到的沙土竹子全部添加进了海岛扩建页面。本次可扩建8512平米，扩建后海岛面积为9737平米，是否扩建？三金毫不犹豫点击扩建，海岛边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外蔓延。扩建后，海岛长宽接近100米了。此时在屏风后面换好衣服出来的安雨成看到圈养鸡鸭的地方，眼前一亮。三金哥哥，快看啊，鸭圈里多了4只小鸭子，好神奇！听到喊声，三金也连忙走了过去。毛茸茸的小鸭子正在嘎嘎叫，他用金手指读取了鸭崽子。信息已读取，被求生者圈养在私人岛屿上的家禽，雌性每24小时下一枚蛋，48小时孵化，幼崽出生后72小时成年。被圈养的大型牲畜若成功受孕，羊类5天产崽，出生后10天成年；牛类7天产崽，出生后14天成年。这也太逆天了吧！家禽就算了，按照这个算法，平均21天我就能多一头身强力壮的黄牛帮忙干活。可惜的是，这些牛羊都没有怀孕，难道要我引导他们受孕？听说万物皆有灵，不知道我和安雨成当着他们的面进行深入交流有没有用？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昨天刚扩建了一波海岛，船只经验涨到了10万分之40555，后面挂上去的山泉水在今天又全部售罄，于是我又准备扩建。已添加材料，本次扩建后海岛面积为2万平米，您可选择扩建方向。看到这个数值，三金还是惊喜的，这也就意味着每天能增加的船只经验至少有20100点，很快就能升级到 LV3级了。但按下扩建按钮后，他笑容凝固了，还剩下了些材料没用完，也就是说像当初扩建木筏一样被限制了。这个阶段最多只能扩建到2万平米。靠，又被限制了，不然今天我就能扩建到5万平米，明天就能升级3级了。另一边重新种下了农作物种子的安雨成又热好了。两人刚吃了饭，一阵巨大的响声从岛上发出，一栋庞大的死虽然是木头，但看起来却很结实。两人走进了第1层，那是一个60平米的客厅，客厅旁是3个宽敞的房间和厨房浴室，看起来倒像是3室1厅的大套房。看完1楼，两人从木屋外方的楼梯上了2楼。2楼很简单，只有3个大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单独的客厅、卧室、浴室，也就是大的单人间。3、4楼和2楼布局一样，这样一栋木屋至少可以住下20多人。天啊，这么大的房子，我们2人住太浪费了吧？你忘了，第2阶段即将开始，到时候我们可以招兵买马了，到时候别嫌太小了就行。而且你不是应该和我一起睡吗？你说什么呢？三金揶揄一笑，出了木屋，来到航海屏幕前，界面上弹出一个信息：检测到求生者拥有私人房产，可移动航海屏幕，是否移动？他点击屏幕，选择了1楼主卧的窗边，屏幕咻的一下就消失了。来到主卧后，果然再次看到了屏幕。三金通过屏幕把岛上的木窗、席梦思等收了进来，放置在了主卧。随后把制作家具和装饰房子的任务交给了安雨成。直到太阳落山，选择岛屿的信息也弹了出来。明日可登陆岛屿为919号神秘岛屿，危险系数31；500号神秘岛屿，危险系数200。200的危险系数，这还是第一次啊！信息已读取，919号岛屿，危险系数31，资源40，岛上有植被、淡水、动物、水果，暂无物资宝箱。具体物资如下：500号岛屿，危险系数200，资源230，岛上有水果、植被、海鲜、淡水、动物、矿产，检测到物资宝箱2个。具体物资如下。看到500号岛屿的具体物资，三金微微皱眉。500号岛屿上居然有老虎，还是体型巨大的东北虎，就算我有钢斧和弩箭，也不一定能自保，更别说安雨成了。可如果选919号岛屿，那物资也太寒酸了。
估计还没有我仓库里多。三金很纠结，500号岛屿究竟值不值得他们冒险？这时他想到了岛上的2个物资宝箱，金手指自动读取，目标已读取。宝箱品质：史诗紫光。宝箱内物品：现代防风打火机1盒50个。宝箱品质：至臻采光。宝箱内物品：驯兽契约果实1份。驯兽契约是不是我想的那种东西？能让老虎都乖乖听话的契约？信息已读取。驯兽契约果实分为主副2颗，蓝色主果，红色副果。除人以外的生物吃下副果后，会主动被吃下主果的求生者所契约。温馨提示：人类禁止食用副果，否则后果自负。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选择登陆神秘海岛时，500号岛屿危险系数达到了200点。我读取到了一种名为驯兽契约果实的东西，而岛上刚好有一只凶猛的东北虎。现在我和小萝莉正准备登陆，我拿出了弩箭和钢斧。这座海岛的危险系数比较高，我先出去巡视一圈，你就在渔船上等我。给安雨成交代之后，三金读取到装有驯兽契约果实的物资宝箱位置后，快速摸了过去。刚拿到宝箱，还没来得及打开，脑海中一直关注着的东北虎却在急速朝着渔船的方向接近。他一惊，抱着宝箱就往回冲。安雨成，你可别出船舱啊，不然我也救不了你。眼瞅着脑海里代表东北虎位置的红点已经距离渔船不过几百米了，三金咬牙用出了自己最快的速度，一路上只剩下残影。半分钟后，在老虎即将冲到沙滩上时，他猛地跳上了船舱，进入了中控室，把安雨成吓了一跳。但来不及解释，三金打开手里的宝箱后，立刻取出驯兽果实中的红色副果扔到了甲板上，蓝色主果则被他一口吞入了腹中。凶猛的东北虎跃上了甲板，闻到地上的果实的香味后，立刻狼吞虎咽地啃食了副果。这一瞬间，三金感觉到了和东北虎的一丝联系。而吃了果子后的东北虎瞬间收敛了脸上的凶狠神色，像是一只小猫咪一样扑到了刚出船舱的三金身旁，轻轻地蹭着。这一幕看呆了安雨成，这是发生什么了？我怎么看不懂？嘿嘿，你不需要懂，只需要知道刚才我救了你一命，而且这只老虎以后就是我们的宠物了。安雨成听得似懂非懂，也试探性地摸向了老虎。在三金示意下，身形庞大的老虎乖顺地低下头。看着时间过了快1个小时了，三金将牛车和引流装置等物资从私人岛屿上转移了过来。2头牛一过来，看见面前的老虎就吓了，轰的一声加速冲入了岛上，消失不见。三金无语地看着这一幕，拍了拍老虎的头：你把我的劳动力都吓跑了，今天你给我把这座岛上所有能抓到的动物都捉回来。老虎委屈地呜咽了一声，人性化的点了点头，然后也消失在了沙滩上。三金则和安雨成安装了泉水引流装置，就出发去找被吓跑的2头牛车。而牛一溜烟跑到了中心地带，距离铁矿区域很近，于是2人就近开始挖铁矿。安雨成吃了全能增幅果后，身体素质提升了一大截。挖矿这件事对他来说也并不难了，只是搬运还是大部分都靠三金。1个上午，2人把所有铁矿都运回了渔船仓库，其中还包括1000千克的食材，食材也可以制作不少东西。太阳爬到了正中，2人回去吃午饭时，沙滩上已经堆了不少动物的尸体。安雨成一边把动物尸体装进仓库，一边惊叹：三金哥哥，那只老虎真的在帮我们狩猎，那我们能节省不少时间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刚刚在神秘岛屿上收服了一只东北虎，他帮我把岛上的动物都狩猎了回来，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干活效率。1个下午，岛上的农作物和物资宝箱都被我和安雨成找到并带回了渔船，在傍晚6点前回到了私人岛屿。这只老虎暂时得远离我们的牲畜养殖圈，你先做饭。刚才用铁矿石和食材制作的灶台应该好了，我上架些东西交换物资宝箱。得知终于有了灶台，安雨成一口气做了一大桌菜。好在仓库有保鲜功能，一次吃不完，可以慢慢吃。第2日，2人难得的睡了懒觉。东北虎在门口饿得嗷嗷叫，岛上这么多动物，没有三金允许他也不敢动。日上3竿，三金才放开了怀里的安雨成起了床，把老虎和牲畜都喂了一遍，接着就是吃饭，巡视自己的领地，陪安雨成钓鱼。2天时间一晃过，选择岛屿页面又弹了出来。三金启动金手指读取，明天可选择登陆岛屿为736号神秘岛屿，危险系数20，资源40，岛上有海鲜、植被、动物、水果等资源，具体物资如下：暂未检测到物资宝箱。86号神秘岛屿，危险系数65，资源888，岛上有大量农作物，包含增幅果、淡水、动物、海鲜、植被、矿产，检测到物资宝箱3个。危险系数只有65的岛屿，不只有3个物资宝箱，还有增幅果树，就它了。选好登陆岛屿后，他习惯性打开了聊天频道，发现有人正在讨论升级的问题。敢问有没有兄台升级到2级了？我怎么感觉自己进展太慢了？慌什么？这才半个多月呢，有人2级了，我倒立拉屎。嘿嘿，我马上就能到2级了，楼上的等你表演。看着讨论，三金发现自己好像领先了很多了。别说2级，今晚12点之后，他就能升级到3级了。时间已经来到了23点59分，在聊天频道水了许久，他退了出去，开始倒数。时间一到，一个信息页面瞬间出现。检测到船只经验达到10万分之100855，符合升级标准。添加铁矿石8000千克即可升级到大型渔船，请确认。
恭喜您成为了无尽航海世界首个拥有3级船只的求生者，获得成就礼包，奖励已自动存入您的船只仓库。全球播报：来自大夏国的求生者1号成功提升船只至3级，特此播报，望其余求生者再接再厉。本区域正式进入第2阶段，开通好友功能，请创建您的航海昵称。一条接一条的信息把3金弄蒙圈了，特别是全球播报，用得着这么高调吗？那他以后还怎么苟？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成为了无尽航海世界里第一个把船只升级到3级的求生者，让航海世界进入了第2阶段。我花了不少功夫给自己取了个禽兽昵称，好友功能开放了，无数申请冒了出来，什么杨幂、地理热巴、采须鲲、秦始皇、恐龙抗狼，发来的私信都是来刷好感或者要物资的。全球播报这个逼装的过了，这么多伸手党。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申请消息和私信，3金果断点击设置按钮，想要私信他以及好友申请的先上交1000克水果再说。这一设定，他感觉世界都安静了。随后他的注意力转到了排行榜上，排行榜分为4个：船只等级排行榜、求生者属性排行榜、面积排行榜以及物资排行榜。排行榜也进行了分区，由小到大为本海域榜、炎夏榜、世界榜。3金想到航海系统提过上了排行榜会得到相应的榜单奖励，他依次点开19海域船只等级排行榜，第1名禽兽，船只等级3级，累积经验100855。第2名是无双，船只等级2级，累积经验6013。第3名千千君子，船只等级2级，累积经验5931。第10名小柔酱，船只等级2级，累积经验5100。榜单奖励：第1名每日可领取航海币3000，第2名每日可领取航海币1000，第3名每日可领取航海币500，第4到10名每日可领取100航海币，第11到100名。听到声音，安雨成走了过来，看着屏幕，他先是惊讶，又有些无语。船只 ID 只有1个，那就是说我们共享同一个账号。你把这昵称起得这么难听，倒是符合你的人设了，我怎么办？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我们每日可以领取的奖励可不少。这才第1个榜单呢，继续看下一个榜单。19海域求生者属性排行榜，以下取自船只上综合属性最高的成员。第1名禽兽，综合属性总值385。第2名求生王，综合属性值278。第3名冷面无情，综合属性值265。第9名是无双，第10名无渊玄。榜单奖励：第1名每日500航海币，第2名每日300航海币，第4到第10名每日50航海币。19海域面积排行榜，以下没有升级成为私人海岛的则计算木筏面积。第1名禽兽，海岛面积2万平米。第2名是无双，海岛面积534平米。第3名千千君子，海岛面积519平米。第10名小柔酱，木筏面积399平米。榜单奖励：第1名每日可领取30扩建地基石，第2名每日可领取10扩建地基石，第11到100名每日1扩建地基石。私人海岛面积达到2万平米后，需使用扩建地基石进行扩建，一地基石扩建10平米。19海域物资排行榜，第1名禽兽，物资评分 A， 第2名是无双，物资评分 C， 第8名小柔酱，物资评分 C。 榜单奖励：第1名每日300航海币，第2名每日100航海币，第3、第4到10名每日30航海币。本海域的4个排行榜都大略的看了一遍，3金又继续看向炎夏国榜和世界榜，不出意外，他霸榜了，整整12个榜单，他都位列第1。我们竟然这么厉害的吗？安雨成的感叹传来，3金挑了挑眉，把所有奖励一键领取。一看下一条，航海系统给的也太多了，如果继续保持的话，他每天能得到15000个航海币和3000个扩建地基石，3000个地基石每日就可以扩建3万平米海岛面积，而航海币则可以在新开放的无尽商城里购买物资。想到这，他点开了商城。居家类物资：太阳能发电装置30万航海币，家用供电系统25万航海币，别墅建造图纸20万航海币。科技类：华丽15寸手机15万航海币，耳机5万航海币。情趣类：丝杜蕾超薄款100航海币，硅胶女朋友2万5航海币。还有生活类：柴米油盐等，商城会不断更新，请随时关注。通篇看下来，3金只有1个字：贵。暂时他也没有想买的打算。一切看完，一个岛屿页面弹了出来。检测到正式进入第2阶段，您所在的19海域明日将与154海域进行合并。
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历经半个月，终于进入第2阶段。小渔船变为了庞大的大轮船，船只升级后，每次选择的岛屿增加到了3个，且可以自由往返。可移动物资的范围也提升到了20米，甚至船只可以自动捕鱼。一大早，我和安雨成登上了全新的大轮船。大轮船的中控室里，桌椅床被应有尽有。哇哦，这里看起来豪华多了。我也觉得，要不以后我们就睡这里。车震听说过，船震岛新鲜。听了3金的话，安雨成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这个家伙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黄不拉几的东西。说话间，船只启动，穿梭空间到了之前3金选的86号神秘岛屿。2人将牛车和东北虎都转移到了船只20米范围内。现在牛已经不再害怕这只乖巧的大猫咪了。对了，3金给东北虎取名叫小咪。自从建立主仆契约后，他们就能互相听懂对方的话了。小咪，你今天的任务依旧是捕猎，但能圈养的鸡鸭鹅，你别给我咬死了，往船只这边赶过来就行。主人，可是我饿了，吃什么呀？小咪女孩一般的声音传来，3金不为所动。你饿了？那就吃田鼠呀！你是猫科动物，吃老鼠不委屈你吧？说完就和安雨成忙活起了泉水引流的工作。小咪钻入了丛林，弄完引流装置，3金又带着安雨成和牛车找到水稻田。这次安雨成欲言又止，最后开口道：“3金哥哥，你虽然有时候故意绕路，但每次都能准确地找到需要的东西。我觉得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可每个人都有秘密，我能理解的。以后不用绕路了。”你倒是让我有些出乎意料，挺聪明的。我确实能知道海岛上的物资分布，至于怎么知道的？好啦，我不会去探究你的秘密的。你能知道这些对我们来说有很多好处，不是吗？快去忙吧。3金摸了摸安雨成的头，没有再多说，他朝着增幅果树的位置找了过去。到了才发现这竟是一颗全能果。上次的全能果给了安雨成使用，这次他不再犹豫，就地吃了全能果。一阵阵奇异的感觉之后，读取了自己信息。信息已读取：姓名3金，敏捷170，力量155，体力175，综合属性500。这次提升了不少啊，力气和速度都感觉快了不少。现在跑100米的时间，我或许只需要5到6秒。为了试验，他读取了2个在海岛东侧的物资宝箱，距离8000米，途中还有荆棘等障碍。可3金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将宝箱拿到了手。虽然只是2个普通白光宝箱，可现在宝箱能升级了，完全可以留下来。之后他又快速回了安雨成的工作地点，把装满了稻谷的牛车牵回轮船存放物资，最后才牵着空了的牛车来到矿产区域。矿产区域还有这座岛上最后一个宝箱。3金读取后不由得挑眉，虽然也只是普通蓝光品质，但却是个好东西。一箱8度啤酒，不错，这个啤酒给安雨成喝最合适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今日神秘海岛之旅，我和小萝莉的收获不错，铁矿石、农作物、水果，还有一箱啤酒。小咪也没让人失望。傍晚登船时，好几只被咬死的野猪和一群闹哄哄又趋于老虎威慑的牲畜茫然地徘徊在船只附近。我赶紧上船，将附近20米内的所有动物都转移到了私人岛屿上。岛上的圈养栏昨天就已经扩建了，装下这些鸡鸭鹅羊绰绰有余。最后，我们轮船通过空间通道回到了私人岛屿。商城上线后，交易大厅也只能通过航海币进行交易，这是个商机。现在所有的物资都有了指导价，我可以把拥有的物资以比商城高一点点的价格上架，能得到一大笔不菲的航海币。说着，3金把铁矿石、山泉水、水果等物资上架后，又使用了3000块地基石，一瞬间的功夫，2万平米的海岛就扩张了2倍还多，涨到了5万平米。一切做完，他的目光放在了升级航海系统奖励的自选物资宝箱和刚用120个普通物资宝箱合成的2个终极物资宝箱和2个高级物资宝箱上。3金心中好奇，直接读取信息。信息已读取：终极物资宝箱，绿光，宝箱内物品：老坛酸菜牛肉面24袋，酱香型窜天茅台500毫升6瓶。宝箱内物品：纯净水50瓶，压缩饼干50袋。高级物资宝箱，绿光，宝箱内物品：棉衣制作图纸，宝箱内物品：增幅果树种子1颗。自选普通物资宝箱，采光，宝箱内物品4选1，敏捷果2颗，力量果2颗，体力果2颗，全能果1颗。随着读取，3金嘴角止不住笑意，果然升级了的宝箱就是不一样，特别是高级宝箱里竟然还有增幅果树种子，这东西意味着至少数10颗增幅果。那他的身体素质之后将会强到什么地步？这5个宝箱他打开了3个，牛肉面茅台、增幅果树种子，还有自选宝箱里的全能果。剩下装着50组纯净水饼干的终极物资宝箱被他以999航海币的价格挂到了商城上，另外的棉衣图纸高级宝箱则暂时存在了仓库里。做完这些，3金先是打量着手里的增幅果树种子，一阵信息传来：信息已读取，具体信息如下。靠，还好我有挂，不然随便种植，可能到头来一成空果树直接枯萎了。我肯定选第4种培育方式啊，这出果概率太高了，而且果树还100%可以进入下一个周期继续结果。随后，3金就在木屋门口圈了一小块地，掐准时间埋下了种子，严格按照时间浇了水。这时安雨成也做好了饭，2人吃了饭，3金听到系统有通知，他点开查看，成百上千条私信和好友请求。
有的私信什么甘愿做小弟，甘愿做情人，什么姿势都会。啊，我们不是设置了需要上交1000克水果才能发送吗？怎么还是这么多？说的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不过送上门的水果不要白不要。来自小柔酱的私信：今晚凌晨之后，战舰军团功能就开放了，我希望能加入你的军团。小柔酱，不是那个唯一上榜的女人吗？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里，战舰功能马上就要开放。上了本海域排行榜，昵称为小柔酱的女人提前申请要加入我的军团。我先忙着将之前售卖物资所得的8万多航海币，加上今日领取的1.5万航海币，去交易大厅以均价15左右的价格购买了6556份扩建地基石，一口气把5万平米的私人岛屿扩大到了11万5600平米。果然还是钱能生钱，明天船只经验能增加接近12万的经验点，赚到更多的航海币，看来用不了几天就能升级到4级了。凌晨12点1到，3金立刻注册了战舰军团，给军团取名封神榜。随后他点开了军团的基本信息。军团名称封神榜，军团等级1级，目前经验值10000%，军团人数1人，空位499，军团经验获取，招收1位成员，每日可为军团增加1点经验值。3金看着旁边的战舰军团领地，一片蔚蓝的大海里有一座方形的岛屿，目前就像是玩游戏一样虚拟存在的，看起来还没有他的私人岛屿有用。这时小柔酱和好友沙威也到位，两人加入军团后，3金给了小柔酱上了人事管理的权利，让小柔酱慢慢过滤那些申请请求。既然收了小弟这些琐事，让小弟干就是了，如果用的不顺手，以后还可以换。他自己则翻到最后的军团福利和安雨城研究一通。3金哥哥，我们目前军团等级1级，看这个说的成员每次出海都能随机共享一个神秘岛屿，那也就意味着军团的成员能在这座共享的岛上相遇了吗？还有这个1.2倍物资加成，一个成员如果收集100升的水，将会给军团仓库带来20升水的营收。军团人数达到500人的话，每次出海能达到的营收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而且军团升级后，这些福利还会增加。3金点头，关上屏幕，搂着安雨城，心满意足地睡到第2天。醒来时，安雨城都已经把岛上所有动物和农作物照料了一遍，而小柔酱的私信也发了过来。老大，军团人数我已经招收满员了，基本都是本海域排行前1000的人，但他们的去留还是您说了算，您要不要再考核考核？你做事确实挺高效率的，这样吧，你通知他们，明日中午12点准时在共享岛屿的海岛东侧集合，我见一见所有人。安排好后，3金开始操作屏幕，在军团建设里领取了建设任务，一个弹窗出现，建设任务领取成功。3金想到自己的军团已经满员，人数充足下，第一次的建设任务好像挺简单的。他私信小柔，将让他领取了建设任务并安排下去。按照这个情况，每200人完成一个任务，就能建造一栋居民住房。军团领地的建筑物越多，军团等级就提升的越快。按照军团详情介绍里说的，当军团领地达到5级时，就可以实物化了。到时候他不就拥有了2个私人海岛吗？忙完一切，安雨城也做好了午饭。3金突然想到了那箱啤酒，轻咳了2声，问道：安雨城，要不要喝点酒？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第2阶段刚开始，我的军团就招收满了500人，并决定明日在军团共享的神秘海岛上集合人员。今晚安雨城做好饭时，我拿出来从宝箱里开出来的一箱8度啤酒。安雨城表情有些奇怪：3金哥哥，你确定要和我喝酒吗？虽然我酒量一般，但这小丫头片子酒量肯定更差。都说酒精是感情的催化剂，把它灌醉，好感度不得猛涨一波呀。3金心中一阵计划后，一本正经地开了4瓶啤酒，一人2瓶，每瓶500毫升，也就是说一人喝2斤8度的啤酒。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不敢的？安雨城，我们就对瓶吹了吧，省得你再洗碗。既然这样，那好吧。看着3金一口接着一口地往嘴里咽着啤酒，安雨城暗暗一笑，也豪爽地喝了起来。2斤啤酒下肚，3金感觉脑袋有些发懵，脸上滚烫。再看安雨城还脸色如常，双眼带着笑意，他心中暗道不好。不是吧，我知道自己酒量差，没想到这么差呀，感觉马上就得睡着了，救救我，救救我！3金思绪迷迷糊糊，酒劲上来，猛地就栽倒在地，酣睡了起来。安雨城无语地看着这一幕，弯下身把人抱回了卧室。再次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夕阳西下了。3金揉了揉发痛的头，掀开被子，双眼瞬间瞪大。这时安雨城也走了进来。我靠，我怎么光灵灵的？难道已经发生了？不对啊，我的坤坤怎么完全没有感觉？3金哥哥，忘了说了，我从小喝高粱酒长大的，相比之下，你的酒量是真不行啊，还吐了一身，我已经给你拖去洗了。放心吧，你什么都没做，只是说了一些话，我都快当真了。3金尴尬不已，这丫头是个酒神，不早说，害得她出了这么大一个糗。但现在安雨城的眼神看起来却有些深情款款，是怎么回事？他有些疑惑地问：我说了什么话？安雨城却直接无视了光溜溜的3金，走过去搂住了他的脖子，吻上了他的唇。我等你表白等了好久，没想到竟然喝醉了才说。不过有句话叫做酒后吐真言，我现在就回答你，我愿意。此时3金只感觉自己似乎还没有醒酒，
脑子思考能力都慢了很多。他难道在做梦吗？看着安雨成抓过他的手放在了细腰上，他只想问一句：这小妮子怎么现在这么胆大？眼看着气氛慢慢变得燥热，三金却喊了起来：卧槽，我忘了增幅果树还没有浇水呢，必须定点浇水才行。说着就要起身往外跑，安雨成连忙抓住了他的胳膊，无奈又委屈：你还没醒的时候我就已经浇好了，三金哥哥，我第一次这么勇敢，你能不能认真点？在安雨成的埋怨里，三金暗暗一笑，一个公主抱把他抱到了怀里，两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最初的小木筏上，身体随着浪花一阵一阵有节奏的涌动着。1小时后，天色暗了下来，三金满足地睁开了眼，看着一旁还乖巧睡着的安雨成，他良心发现的去做了顿晚饭，还亲手喂到了对方嘴里。饭后，安雨成红着脸又继续休息了，三金则点开了航海系统屏幕，率先出现的就是升级后第一次出现的4岛介绍。96号海岛，危险系数44；101号海岛，危险系数39；33号海岛，危险系数89；90号军团共享海岛，危险系数20。检测到求生者船只升级到3级，在出海时间内可随意往返以上海岛。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历经1个月，终于把绝美萝莉给扑倒了。明日又要出海去往神秘海岛了。现在把今天领取的3000块和购买回来的500块扩建地基石给用了，私人海岛面积从115600平米上涨到了15万平米，第2阶段的扩建峰值就到顶了。呵，这是航海系统的极限，不是哥的极限，有本事不要限制发育。吐槽过后，三金只能作罢，转身搂着安雨成睡了过去。第2天5点半，两人醒来，安雨成也不再害羞，张罗着吃了早饭就登上大型渔船。三金在中控室的屏幕前开始读取4座岛屿的信息，信息已读取，具体信息如下。把4座海岛的信息看了一遍后，他心中有了计划，按下了96号岛屿选择键，然后转身对安雨成道：老婆，我们分头行动，你在这96号岛屿安装山泉水引流装置，101号岛屿上没有山泉水，我就去33号岛屿安装，然后再过来接你。为了你的安全，小咪就跟着你。本来淡定站着的安雨成差点摔了一跤，他美眸里闪烁着复杂的情绪，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叫自己老婆了？虽然两人已经，但还是太突然了。三金看着有些无措的安雨成，宠溺地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什么呆呢？难道昨天太累了？要不然今天你休息，我自己去安装也行。不要，我不想休息，我可以帮到你的。我们下船，小咪。安雨成逃也似的下了船，要用到的物资已经被转移到了沙滩上。三金则重新选择了33号岛屿，他速度极快地安装好了引流装置，又掐着时间点回自己私人岛屿给娇妻的增幅果树浇了水。再回到96号岛屿的时候，安雨成也完成了任务，在沙滩上惬意地晒着太阳，一边撸着凶猛的小咪。小咪一副享受的模样，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动物被人抚摸的时候怎么会这么爽呢？直到他低头，瞬间明白了。哎，看来我也喜欢这个感觉。另一头的90号军团共享岛屿西侧海滩上，2个身材火辣的女人出现了，正是昵称为小柔酱的白柔和队友纯纯。小柔，我好紧张，你说老大是个什么样的人？会不会是个老头子？或者老大能不能看得上我们？不会吧，纯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吗？不过老大就算是个老头子，也是个帅老头。两人说着，海滩上陆续出现了许多船只，都是属于封神榜军团的成员。大部分船只是2级小型渔船，但也有部分还是原始木筏。几百人密密麻麻地站在了海滩上，突然，一艘巨大的轮船穿过空间通道出现在了岸边。哇塞，这就是老大的船只吗？好气派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升级到3级啊？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船。这船的内部空间肯定很大，不敢想住在里面有多舒服。小柔也紧张地捏起了粉拳，心中祈祷老大千万不要真的是个老头子，不然万一老大看中了自己，他没办法说服自己睡一张床啊。在全体人员的注视下，一男一女一老虎缓缓走到了甲板上，俯视着众人。而看清楚三金和安雨成后，一直都兴奋的纯纯却惊讶地张大了嘴。怎么回事？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作为军团老大，今天第一次去见多达几百人的军团成员，也第一次感觉到了实力强大的滋味。而人群中却有个女人眼光复杂地注视着我。纯纯，你认识老大？我们是高中同学，他那时候强吻过我。纯纯的俏脸上闪过委屈，这个家伙怎么会是老大？高中时三金明着追了他很久，情书都写了好几页，但他只想读书，就次次拒绝了对方。哪知道毕业时这家伙竟然强吻了自己就跑，而现在三金却成了高高在上的强者，甚至没有发现自己直接走向了另一个人。我靠，兄弟，你太有排面了啊！三金轻轻捶在了沙威的肩膀上，毕竟现在他力气奇大，不控制力道能把沙威捶倒在地。沙雕，老子终于又见到你了，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他拉过安雨成，趁机摸了摸他的手。介绍完，三金瞬间收起了嬉皮笑脸，转身看向其他人。这个世界想要做管理者，就必须有这个气场。他扫视了一圈人群，声音冷冽的开口：给你们3分钟时间，从低到高的列队站好。另外，在会议开始之前，有疑心的人立刻离开，否则后果自负。他的声音似乎被扩大了几倍，清晰地传入大几百人的耳朵里。杂乱的人群立刻行动起来，快速站好队。
但没有一人离开。三金眼神落到了一个青年的身上，然后一闪身到了对方面前，狠狠将他踹倒在地。所有人都不解地看着这一幕。啊，老大，你是不是搞错了啊？我可以保证忠诚。三金没有理会青年，他早就通过金手指把在场的人都大概扫描了一遍。眼前这个青年反骨指数61，反骨指数超过50就有背叛的危险。他再度环视了一圈其他人，语气里带着威胁。我再说一遍，有疑心的人立刻离开，别抱侥幸心理。我能看透人心。然而还是没人离开，所有人都想抱紧这个大腿，在航海世界里尽量走得更远。三金失去了耐心，转身朝大型轮船上喊了一声：“小咪，出来干活了。”他话音刚落，一只体型巨大的毒蛇从天而降，虎啸震天，人群安静了2秒，就有不少人出了列队，声音嘈杂起来。我错了，我不该有心思，马上就离开。我也马上就离开，离开后我也保证退出军团，再也不出现在您面前。你们别怕，老虎而已，我吃过一颗增幅果。这些人的话此起彼伏，有求饶的，也有放狠话的。三金挑眉看了一眼小咪，小咪会意朝着那些人露出尖利的獠牙扑了过去。当第一个人的腿被一口咬断的时候，所有出列的人都慌了，四散逃去。但小咪没有给他们机会。片刻后，那些人嘎得不能再嘎了，剩下的人胆寒无比，连沙威都有些不敢相信三金竟然如此冷血，但他还是选择坚定地站在了自己兄弟身边。大家都这副表情干什么？放心吧，我可不是什么嘎人魔，刚才只不过替大家清理未来的定时炸弹罢了。杀鸡儆猴过后也需要洗脑打鸡血，三金又激昂地灌了剩下的人一大碗鸡汤，所有人眼睛里渐渐对未来生出了憧憬。这时小柔和纯纯站了出来，进行了作为副团长的自我介绍。三金这才注意到，自己任命的副团长船只上的另一个女人，竟然是那个被自己轻哭过的人。但他现在作为老大，需要端起架子，只是淡淡点了点头，便转开了视线，安排起今天开凿水渠的任务。真的不一样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今天杀鸡儆猴的让小咪直接咬嘎了一些反骨指数高的人，在战舰军团中建立了一定的威望。现在全军团几百人一起拿着铁锹和铁镐帮我开凿水渠。老婆，你把我昨天添加制作的58个铁皮水箱取出来，交给小柔安排下去。平时我们一天顶多只能收集4箱水，今天却能收集58箱，水的重量达到了1450吨。如果以商城价格为例，全部卖出去可以直接获利725万航海币。水可是生命之源，没有人不需要它。看着三金意气风发的样子，安雨成不由得感觉自己没有跟错人。而三金则自己驾驶船只穿过空间通道来到了96号岛屿。在这座岛屿上，他拾取了一个普通白光物资宝箱和驯服了一头雌性黄牛。他将黄牛转移到了私人岛屿上，和另外2头黄牛作伴后，立即又启程去了33号岛屿。可这座岛屿上的2个普通物资宝箱都只是绿光品质，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三金发现进入第2阶段后，普通的物资宝箱几乎就开不出金光或者彩光的物资了。难道现在开始必须合成中级或者高级物资宝箱才能开出好东西了？希望等会合成之后能出个至真，让我开开眼吧。做完这些，他回了此次军团共享的90号岛屿。在几百人的努力下，水渠已经完成，像是一条蓝色的长龙爬在海岛上。安雨成美滋滋地看着仓库里的58箱水。三金哥哥，我们这次铁矿石不够了，不然可以得到更多的水的。三金点头，但也知道想要牛干活就需要为他们足够的草料。他转身将刚干完活的所有人集合起来，声音不大不小。剩余的水你们随便装，以后缺水了也可以找我要。另外，我有个秘密要告诉大家，我养的那头老虎不只通人性，还有特异功能，对海岛上的物资分布了如指掌。接下来，我可以把这座海岛上的危险所在和物资分布都说出来，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前去收集。当然，得到的东西都会你们自己所有，不必上交。他话音刚落，人群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求生了这么久，当然知道每座岛上都存在着危险，甚至有人船只的另一个同伴丧生其中。而且海岛很大，想要准确地找到需要的物资，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现在他们又不得不信。而另一边趴着的小咪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主人。坏主人不仅让我堂堂大老虎吃老鼠，还把所有的锅都甩给我，哼哼。三金无视众人和小咪的眼神，在脑海中搜索了所有信息，然后一股脑说了出来。听闻后的成员都感激不已地背上藤矿屁颠颠钻入了丛林，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收集的物资都会凭空加成一部分流入了老大的仓库。总之一句话，军团成员收集物资越多，三金则得到的回报越多，简直就是躺赚。但好友沙威却被他叫住。傻雕，你不用去跟这么多人一起找物资，刚才我的老虎已经知道了你要登陆的1003号岛屿上的危险和物资分布，你可以直接去那座岛屿。听见他又让自己背锅，小咪无奈的低叫一声，而三金则是带着惊讶，刚才他只是试探性的读取了沙威今日所要登陆的岛屿信息，没想到还真行。这也就意味着以后军团成员的收集效率会变得更高，他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富裕。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现在开始我就算躺平了，也能通过军团成员获得不菲的物资。但我还是决定自己去捕捉那诱人的家猪。我来到96号岛屿，从仓库里取出一藤筐的水果，在丛林中穿梭了10来分钟，然后轻轻拨开面前的植被，5只粉白的家猪正在泥潭里打着滚。还是小猪佩奇可爱啊！
肉质也比野猪好了不知道多少，我的眼泪都要从嘴角流出来了。看着眼神愚蠢清澈的几只猪，三金把藤筐里的西瓜捏碎，扔到了泥潭边上。果然智商堪忧的家猪全被吸引，争先恐后得跑了过去。见计谋得逞，三金不断的抛洒着水果，一路将家猪引诱到了沙滩上，看准时机转移到了私人岛屿。被突然转移的家猪只惊讶了一瞬间，又继续低头转着食物。小咪，这座岛上的其他动物就由你来捕获了，记住，绵羊等家畜尽量不要咬嘎了，把它们驱赶到船只附近就行了。主人，人家不想吃老鼠了，能不能吃点鸡鸭什么的？看着可怜兮兮的老虎，三金终于点头，然后又拉上安雨成，拉着2头牛车去挖更重要的铁矿了。至于其他农作物和水果什么的，军团成员的反力已经完全够了，而上午安装在96号和33号岛屿的山泉引流装置也全部装满。忙完一切，两人回了军团共享岛屿。成员们基本都已经背上了满载的藤矿，看向三金的眼神更崇拜了。相信大家都已经验证了我说的真实性了。接下来我要说些重要的事，我会挑选一些人去建设我的私人海岛，衣食住行都和我一起，不过去不去也全凭你们自愿。另外，你们也都知道我的老虎很神奇，不仅可以知道谁有异心，而且对所有岛屿的物资分布都了如指掌。只要将出海时所登陆的岛屿编号告诉我，我便可以将物资分布告知你们。当然，中心军团的成员才有这个待遇。三金这番话激起了千层浪，众人惊诧不已。目前最困扰他们的就是每次登陆岛屿寻找物资会耗费太多时间，有时候什么都没找到就必须返航。如果每次都能知道物资分布，那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天啊，这算不算是开挂了？加入封神榜军团，怕是我这辈子除了投胎以外最正确的选择了。老大，我愿意跟你回私人岛屿，帮你建设。还有我。军团成员突然争先恐后的喊了起来。团长的能力这么强，他们就算是跟着他打杂，也比一个人艰苦求生好太多。没料到有这么多人主动请缨，三金考虑了一番，用金手指查看后，选了22个反骨指数低颜值高的成员，18个男人，4个女人，但小柔和纯纯并不在其中。小柔，你们2个是小柔将号的掌控者，也就是我军团的管理层，就在船上更方便管理。今天被小咪咬嘎了的人留下的几十艘船只，你安排人去接手了，不能浪费。另外，为了节省我的时间，其他人就几10人一组，结伴前往物资更多的岛屿收集，物资少的岛屿可以直接放弃。安排好一切，三金没有多留，带上安雨成和挑选出来的18男4女登上轮船，往私人岛屿出发。站在沙滩上的纯纯眼里似乎有些失落。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今天带着部分军团成员前往我的私人岛屿帮我建设家园。众人现在甲板上惊讶声不断。差距这么大的吗？我还在木筏上露天睡觉，老大就有这么大个岛屿，还住进了楼房。这都不重要，你们看那些圈养的牲畜和一块块农作物田地，这哪里是求生啊，这就是养老。看来我们真的跟对人了，现在不用在海上流浪也能吃饱饭。对于其他人的吹捧，三金完全没有一丝得意。木楼农田对他来说只是起点，下一步至少要住上别墅。所有人有序的下了船，三金指着木楼，以后你们就住这木楼里，女性住1楼，男性去2、3、4楼自己选择房间。或许你们中间有人船只升级到了2级，拥有自己的私人岛屿，但目前海岛上光秃秃的，肯定没有遮风挡雨的屋子。在我这里，这就是你们能获得的好处之一。只要在我的岛上，你们的衣食住行我都会包了。相对的，你们也需要用劳动力来交换，很公平。虽然他说的很直白，但却是事实。所有人都知道，哪怕帮三金打工，也会过得比之前好太多了。选定房间后，4个女孩子自觉地帮着安雨成做饭，三金则回了1楼主卧，打开航海屏幕。他接收了4021个航海币和581颗扩建地基石，这是小柔和纯纯从被咬嘎的人船上转移出来的。这2个女人还算有眼力见，办事情仔细又考虑周到，看来我没有选错人。不过现在得先把山泉水上架才行。他以600毫升水交换3航海币的价格上架了1000吨山泉水，接着又上架了收购普通物资宝箱的交易项目。三金哥哥，吃饭喽！看了看门口的安雨成，三金熄灭了航海屏幕，来到客厅时发现诺大客厅多了2张桌子，一共3张桌子刚好坐下全部人员。知道他落座，其他人才迫不及待地动起了筷子。我已经忘了自己多久没有吃到有盐有味的饭菜了。别说有盐有味，我到现在终于吃到煮熟的食物了，哪怕没有味道也美味至极，想哭。真的，老大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语气中尽显激动，似乎桌子上摆着的是什么少见的珍馐佳肴。三金看着这一幕，竟有种自己是土财主的感觉。吃完饭，三金回到屏幕前，人口基数大的作用下，他挂上去的山泉水售出了632吨，获得了316万航海币。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航海币的三金愣了一愣。人多力量大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呀，挣钱竟然这么简单，这就是资本家的快乐。获得了航海币后，他毫不犹豫地把想买的东西全部加入了购物车，什么别墅建造图纸、太阳能发电装置、家用供电系统、华丽手机、华丽15寸平板以及10个小娇妻，所有商品加起来共125万航海币。对于起来人来说，或许是遥不可及的天价，
但对三金来说花起来不用犹豫，直接点击付款。这时却弹出了一个弹窗，请为您购买的小娇妻定制专属外观，可根据岛国老师一键生成，例如名不及泽、小亚三上、杰伊波多野、杏梨冲田等。三金双眼一亮，点击自动生成，所有购买的物品都存入了仓库。他迫不及待地取出小娇妻观摩了起来。好家伙，这完全就是1比1还原的呀！啧，这手感这细节也太逼真了吧！难怪一个需要1万航海币购买，现在可没有几个人花那么多钱去购买。但是租就不一样了，现在就出租试试。他以100航海币出租半小时挂了上去，也就是说一个小娇妻服役100次就能回本了。未来就算纯赚的。上架好后，三金又拿出了华丽手机，开机后界面弹出提示与他所拥有的编号1的航海系统绑定。他点击确认，界面出现了套餐选择。套餐选择详情如下。嘿，这都跑到求生世界了，还是要买套餐才行吗？算了，买个最便宜的就行了。现在估计除了我别人都没手机，买贵的套餐也没用。至于这平板更坑了，连个游戏软件都没有。航海应用商城里竟然提示暂无开发者，上架 App， 难道还要我们求生者去开发吗？吐槽到这，三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拿着笔记本走到厨房门口，朝里面喊道：那个之前说自己是顶级程序员的叫啥来着？对了，夏目你出来一下。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买了个华丽平板，却发现无尽航海世界没有可用的 App， 于是准备让手下精通 8的小弟帮我开发软件来进行盈利。经过商议后，选定了先从阅读 App 入手，为我成为航海世界第一资本家打开了第一条通道。夏目啊，好好干，我交给你的事很重要，你做好了那就是元老。一阵敲打后，三金转身联系小柔和纯纯，让他们把军团里会程序开发和写网络小说的求生者名单交一份上来。随后看了看这2天渔船自动捕捞的成果，这一看倒让他有些吃惊。海鱼、龙虾、帝王蟹、青蟹、鲍鱼，这么多种类，加起来快2万公斤了。虽然单价不算太贵，但数量多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啊。三金按照市场价上架了19000公斤的海产品，之后终于有空拿出几天前自选物资宝箱里开的那颗全能果吃了下去。熟悉的热流过后，他睁开眼读取了自己的信息：敏捷200，力量180，体力195。以上单项属性人类极限为100，综合属性575。我到现在吃了5颗增幅果，再过几天那棵增幅树也该结果了，以后人体属性应该没有人能超过我了。哪怕遇到真正的敌人，我也有很大的胜算。吃过晚饭，大部分人都回木楼休息了。房间里，安雨成正在查看军团信息。三金哥哥，在外的成员们基本已经把军团建设任务完成了，军团领地里已经有了3栋居民住房，经验现在刚好涨到1000，军团成员的数量上限变成了600。我马上通知小柔叫号一声，让他们赶在凌晨之前再招收100人，这样明天军团能多获得100经验。宝贝，你现在越来越能干了，这些事都不用让我操心了。安雨成一边操作一边红着脸，他不让这个家伙叫自己老婆，结果现在叫宝贝了。算了，拿他没办法。三金则在一旁打开了手机，现在手机上链接了航海屏幕，除了转移物品外，其他的功能都有。他查看了自己交换和拾取的普通物资宝箱，一共136个，一通读取后，把品质不错的拿了出来，剩下117个后点击合成，2个高级物资宝箱隔一个中级物资宝箱就出现在了面前。信息已读取。这次的宝箱出货率太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制药配方。如今天气和季节开始轮换，生病的人也会增多，到时候药物需求变大，我又能赚一大笔。另外的不宜制作全书也能让我在寒冷的天气里有保暖的手段，而这袋魔法肥料更是来得及时，用魔法肥料施肥一次，娇贵增幅果树就再也不用掐着时间点浇水了，安心的等着7天周期一到摘果时就行，至少70天内我都不用担心增幅果树枯萎。看到收获颇丰，三金心情大好，他抬手就在仓库里拿出5个超薄度丝蕾，然后关了屏幕就朝床上扑了过去。安雨成捂着心口，一言难尽的表情。不是吧？你一次要带5个吗？会不会太厚了？你这笨蛋，就不能是5次吗？别浪费时间了。宝贝，我来了。看着他猴急的样子，安雨成只能妥协。这一晚实在是太累了，以至于2人都睡到了日上3竿才起床。这时，其他人已经自主的在岛上开始开垦农田和做饭了。安雨成无语的捶了捶三金的肩膀。以后你悠着点，能不能不要这么明显？我怎么好意思出去？我感觉还能再来，要不……安雨成叹了口气，赶忙逃出了房间，去安排人开垦棉花田了。马上冬季就要到来，这种御寒的物资必不可少。三金也开始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趁这几天多收集一些电力。正在指挥安装的三金被一个女成员喊住了：“老大，我们的楼里养了猫吗？昨天半夜我听见了断断续续的猫叫声，怪可怕的。”三金不由疑惑，他很确定自己没有捕捉猫，难道岛上开始进化出生物了吗？这时手指却刺痛，是安雨成脸红的像要滴血。三金恍然大悟，哪是猫叫，原来是人叫。原本想笑的他为了安雨成的面子，板起脸对女成员道：“没有猫，你听错了，赶紧去把棉花地给种满，不然就饿肚子。”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因为我太过不知节制，安雨成现在羞得不敢出门。好啦，宝贝，我以后收敛点，快来看我们的海产品都卖出去了，买了这么多东西后，手里都还有430万航海币，你现在是个大大的富婆了，开不开心啊？
哼，你这张嘴只会油嘴滑舌，天都要黑了。先看看明日可登陆的海岛吧，做做功课。眼看着安雨成嘟嘴可爱的模样，三金忍不住上手捏了捏他的脸，然后才点开了提示页面。明日可登陆岛屿如下所示。看完航海系统给出4个岛屿的基本信息，三金还没有读取具体信息，金手指的提示响起，检测到明日将是雨天，请宿主注意防护。哎，该来的天气变化还是来了，我真的不喜欢雨天啊！冒雨收集物资这种事太亏了，还是先安排军团的工作吧。明天6点，所有人在新的共享海岛集合。另外，你把明日成员所要登陆的岛屿编号统计一下发给我，然后通知下去，找我获取海岛危险和物资分布情况。每次收集完的物资上交20%。发完消息，三金思索起来，他并不缺物资，之所以需要成员上交20%的物资，只是提个醒，以免其他人别习惯了索取，忘了他是军团老大。收到消息的小柔和纯纯没有任何疑惑。他们作为管理层明白这是必然的。不久后，小柔降号就回了消息：好的，老大，你给出的消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天大的好处。相比起来，上交的这20%的物资都算少了，他们非常愿意。这是所有海岛编号名单，您看看。整整1页的海岛编号，三金花了快2个小时才全部整理好，发给了小柔降号。成员们收集的物资越丰富，他收获的军团返利就越丰富，加上每个成员上交的物资，他仓库里的物资会10倍100倍的增长。以后除了特殊情况下，甚至都可以不用亲自收集了。第2日一早，众人在大厅里集合时，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哎呀，居然开始下雨了，这会让收集物资的速度大打折扣的。这都是小事，主要是淋雨久了必然生病。在这个没有药物的世界里，一场感冒也很可怕。就算这样，也不能在家躲着，以后的气候说不定还会更恶劣。吐槽归吐槽，20几人还是跟着三金上船穿梭空间通道，来到了新的77号共享岛屿。此时岛上已经集合了大部队，所有人都挤在了几个巨大的树下躲雨。三金下船走了过去，一个长得十分高大的男人窜到他面前，啪的一声跪了下去。恩人，受李彪一拜。当时若不是你和我们交换的消炎药，我早就嘎了。三金愣了愣，才想起是谁，没想到他们也加入了军团。他把李彪扶起，男儿膝下有黄金，别动不动就跪。当时我也收了好处，只是公平的交易而已。如果你真的想为我做什么，就好好在军团中发展。他的几句话把李彪说得红了眼，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为他效力。三金没有多停留，看向新招的100号人，那些人反骨指数都合格，想来是有了上次的教训。小柔和纯纯这次对人品把关的非常严格，他照例的为所有人喝了心灵鸡汤，随后解散，各自拿着物资分步登上了船只。三金喊住1天多不见的沙威，沙雕，你要不要去我的海岛生活？三金对自己发小发出了邀请，但没想到对方坚定地拒绝了，然后跟着大部队的脚步上了自己的船只。三金也没有强求，让沙威多经历风雨也好。他转身带着20几人冒雨钻进了这座共享岛屿，每人举着宽大的芭蕉树叶开始分工合作。1天下来，物资宝箱收集到了3个，另外还有大量的草药和矿产。整个队伍的收获颇丰。当他们回到木屋时，在岛上办公的夏目已经烧好了所有热水。跟着老大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下雨天回家能用温暖的热水洗个澡，在这个世界里显得格外珍贵。所有人都齐齐点头，他们的求生之路越来越好了。三金将人遣散回房洗漱后，转头看向有些湿漉漉的安雨成。宝贝，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一起洗吧。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雨天收集物资回来，我拉着安雨成一起洗了个鸳鸯浴，20年来第一次享受到有人搓背的酸爽。另一边，每日收购物资宝箱的工作也进展顺利，算上之前拥有的，现在手里一共合成了3个高级物资宝箱和1个中级物资宝箱。信息已读取，宝箱具体信息如下。用金手指读取了箱内物品后，三金一时之间不知道是感叹自己运气好，还是升级之后的物资宝箱确实能开出好东西。商城科技类的产品1折购物券，我现在正需要购买10台笔记本电脑，如果用券能帮我省135万的航海币，而高级全能果顾名思义，肯定比之前吃过的全能果能提升的属性更高。至于稀有的驯兽契约果实，竟一次性开出了5组。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能组建一支野兽军团呢？三金略微激动地打开了这3个宝箱。至于最后那个装着棉被制作图纸的宝箱，他直接扔进了仓库，然后拿出那颗隐隐泛着金光的高级全能果，一拿出来果香四溢，味道也比普通全能果味道好了太多。此果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果子能力消化后，他只感觉自己的身体焕然一新，无比轻盈，速度快如电流，拿出的全只能看见寒意带起的拳风飒飒作响。人物属性信息已读取。卧槽，虽然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这涨得也太多了吧！综合属性从575直接破千干到了1465，真的不愧是高级全能果。人类的综合属性极限只有308，那我还算人类吗？接收到小柔降号传来的信息，请注意查收。老大，今日所有成员已经返航，上交的20%物资已经给您发过去了。三金点开了今日入库的物资查看起来，他不由得睁大了眼。600只军团船只所匹配到的大几百个岛屿收集下来，20%的上交物资和15%的军团返利物资加起来，他坐在家里就得到了天文数字一样的物资。单说每种水果都达到了几万公斤，还有各种农作物，最多的还是近50万公斤的铁矿和石材。这些东西让他和安雨成收集至少需要1个月以上。妈呀，三金哥哥，我们是不是都不用筹物资了呀？暂时确实不用筹了，
但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先把自己的别墅建好，以免别人又听见什么猫叫声哦。别墅长30米，宽25米，占地700平米，带了一个300平米的院子。三金把之前买好的别墅建造图纸和刚得到的石材等材料添加进建造，然后他将位置选在了木楼旁30米的距离，页面显示距离建成还有2天。这边我弄得差不多了，你把我刚买的几台笔记本分配给新来的5个高级程序员，让他们跟着夏目尽早把软件完善开发出来。安宇成接了任务出去，三金则将视线放在了聊天频道上。下了一整天的雨了，他想知道其他求生者的情况怎么样。妈的，好冷啊！我的木筏上只有一片芭蕉叶可以躲雨，火也生不起来，又累又饿，谁能救救我？别说了，我已经感冒了，喉咙里像有刀子在割，如果发烧就麻烦了。感冒还能挺，淋雨发烧可不是好事。交易大厅里怎么没人卖药物的？听说船只升级到2级就可以遮风挡雨了，像我们还在这种小木筏的人该怎么办啊？频道里果然都是无数的抱怨和求救，现在还有大部分人还待在小木筏上，普通人完全无法抵抗气候突变，但对于三金来说却是个商机。今天得到的草药很多，可以优先制作退烧药。那个人说的没错，在求生时高烧才是最无法忍受的。当然，救人的同时，我又可以大赚一笔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第一个雨季来临时，我制作了10万份退烧药，一举上架垄断市场，又一次赚了一笔。另一头让小柔和纯纯寻找的作家也陆续到位，6位蓝星知名作家为了能加入我的军团和得到充足的食物，纷纷开始为我打工，每天通过航海屏幕创作好的内容发了过来。第一份竟然是一本小论文，这书名一听就很劲爆啊！我的美艳师娘，哎呦不错哦，赏。三金意犹未尽的看完，给那位作者发了1天份的山泉水、压缩饼干、西瓜过去。至于其他几人写的是《龙王归来》、战神、斗气画马等传统小说，一天只能写个开头，但不难看出功力文笔都不错，只需要等软件开发出来就能上架盈利。一一打赏后，手机上跳出了一个更新提示：航海世界更新预告，内容如下，请仔细阅读。三金哥哥，我在航海屏幕上也看到更新预告了，我们以后出海会遇到其他求生者了吗？会不会很危险啊？确实会很危险。但危险的是碰到我们的人，对于这个我没什么担心的。另一个船只合并的功能倒是十分有利，这个功能开放后，军团成员的船只和我们合并后，还能持续去吞并其他求生者的船只，那样所有物资都会百分百由我们来分配，发展不可估量啊！不太明白这种游戏体验的安宇成一头雾水，他不再多想，指着最后一个预告。其他我不太懂，但是这意思是我们的船只升级到了5级后，就可以选择发展方向了。运输和武装2个选项，你会选什么呢？多犹豫1秒都对不起武装这个选项。你想想，咱朝着武装方向发展，未来船只也许能升级成航空母舰，谁不想拥有一艘自己的航空母舰？说不定还比航空母舰更厉害。到时候我们还怕谁？安宇成点头，他一向都听三金的话，无论对方选什么，他都会支持。这时天色暗了下来，明日登陆岛屿信息出来了。明日可登陆海岛如下所示。三金现在手里有5组驯兽契约果实，他希望岛上能刷新出猛兽来。可一一读取后，并没有发现猛兽的身影。好在4座海岛刚刷出了8个普通物资宝箱，其中1座还刷新出了金矿。不管金矿能在求生世界起到作用，都要收集了再说。信息响起，是小柔将号发过来的军团成员的海岛编号。老大，又要辛苦您把海岛信息整理一下了。屏幕前的三金歪嘴一笑。辛苦什么？花几个小时整理些信息，一天能得到的回报就不计其数，大赚特赚。将这些海岛编号读取后，他有了意外收获。699座海岛中有几座刷新出了老虎、棕熊和鳄鱼等攻击性极强的野兽。看来我手里的驯兽契约果实能派上用场了。出海的清晨，雨已经连续下了几天了。好在这2天大家都用植被做了简易的雨衣，至少能稍微遮雨了。三金的私人岛屿上只留下了几名程序员，其他人都跟着他上船去了军团共享岛屿。出海第一站选在共享岛屿，是为了方便他查看所有成员的忠心程度。查看完，其他成员拿着登陆岛屿的具体信息起航。这时三金念出了几个海岛编号，这些海岛编号的人员等等，你们分配的岛上有猛兽出没，我先跟着你们解决了猛兽再说。留下的几人中有曾经的军人李彪，他的船只升级到了2级，中控室里能容纳下三金等人。穿梭到他分配的海岛后，三金阻止了其他人的脚步，可李彪却坚持要跟着，拿着镰刀一路上不断开路。恩人，阿布老大，我虽然没什么大的用处，但至少能让你走得平坦些。再说这岛上有棕熊，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来？三金笑着摇了摇头，他手里有驯兽果实，怎么会不安全？但李彪没有见过驯兽果实，他也不打算过多的解释。直到2人进了树林，一头近2人高的熊正在一棵树干上蹭痒，这把李彪吓了一跳。此时三金却缓缓吃下一颗果子后，又扔了一颗果实砸到了棕熊的背上。棕熊一个机灵看向2人，眼里是被挑衅的怒火。可下一秒就迫不及待地弯腰一口吃下了那颗果子，瞬间他就感觉自己像是开了指，而对面的那个男人就是他要忠诚的人，于是马不停蹄地朝着三金跑去。不好，这头熊发怒了，老大快跑，我来挡着。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现在一只大大的棕熊正像只小狗一样乖巧地坐在我面前，这把要拼命保护我的李彪给惊呆了。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都想好了以命换命了，让你离开了，没想到这只熊竟然是只舔狗。听到这话，
原本乖顺的棕熊眼神不善的朝李彪龇牙咧嘴。吃了驯兽果实住过的三金当然听得懂他的意思。这家伙竟然敢说我是舔狗，要不是看在主人的份上，早就一口咬嘎他了，哼哼。三金很满意在危险时刻李彪舍身救他的行为，但也没有多说，拍了拍他的肩膀准备返程。脑子简单的李彪没想到收服一只猛兽会这么轻松，一头雾水的跟在三金身后回了渔船。接下来收服其他几位成员岛上的猛兽时，他没有再让人跟着。1个小时出头，手里的5组驯兽果实全都用光。等在共享岛屿上的安雨城看着他2头棕熊、2只鳄鱼和1头老虎，往后退了几步。三金哥哥，你先把他们转移到海岛上吧，我们还要去今天分配的岛屿呢。三金点头答应了，因为吃了果实的原因，他和这些猛兽是能无障碍交流的，于是转身安排。等会你们回了我的私人岛屿，不准捣乱和吃我圈养的动物。鳄1、鳄2，你们俩在我的沙滩上守着。熊大、熊2就跟着3个牛车去收集矿石。至于虎2你就和小迷负责这几个岛屿上的动物。资本家听了都得流泪，重活全部被他安排到了猛兽的身上。他和安雨城只需要轻松的找几个物资宝箱就行，因为物资宝箱和动物是无法被军团返利的，否则他连宝箱都懒得找。傍晚回私人岛屿时，三金邀请了李彪和他的同伴护士依依一起，夏木和几个程序员也烧好了水。第一次洗到热水澡的李彪和依依热泪盈眶。刀哥，现在近距离接触我才知道老大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不多说了，我要好好洗个澡。洗了热水澡，三金查看起退烧药的售卖情况，雨季里感冒发烧的人太多了，生病了一人至少得买3颗。虽然一直在不停制作，但还是供不应求，加上之前拥有的，现在他的账户里已经有900多万航海币了，而仓库里还在不停的制作药力。挣钱的事现在倒不用担心了，而且船只经验也涨到了96万7000，今晚0点之后就可以升级，到时候又要大量的扩建地基石来扩建我的私人岛屿。现在还是先发布收购消息吧，我肯定得一次性就扩建到上线。他一次性发布了以15航海币的单价收购2万枚地基石的消息。这时安雨城跑了进来，指着外面：三金哥哥，增幅果树结果了。三金朝外走去，增幅果树都是最后一刻才结果开奖。他用魔法肥料施肥，能100%不枯萎成熟，80%结果2枚，20%能结果3枚。哎，怎么才2枚啊？有点小失望了。虽然这么说，他还是眼疾手快的把1枚全能果、1枚体力果给摘了下来。再次给增幅果树施肥后，回到房间，三金毫不犹豫的把增幅果吃了下去。第3阶段开放在即，他必须先把自己提升起来，才有能力带好团队。在他休整期间，安雨城将收购回来的普通物资宝箱合成了2个高级物资宝箱。三金睁开眼时，航海屏幕弹出了提示：检测到岛上出现新的房产，是否转移航海屏幕？难道我们的别墅建成了？透过木屋的窗户，2人看到那栋豪华的别墅，三金一喜，终于可以住别墅了。他把航海屏幕的转移位置选到了别墅2楼的大主卧，2人也冒雨跑了过去。哟呵，这别墅就是好哈，什么都俱全，不用再自己制造家具了。这个床得有3米吧，在这上面我们可以做点大动作了。说什么呢你？快看看航海屏幕吧，好像小柔将号发消息过来了。三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转身来到刚被转移过来的航海屏幕前，消息处果然闪个不停。他点开，果然是小柔将号发来的。老大，汇报工作，咱们的军团现在船只数量已经扩建到了850艘船只，军团经验为10000分之6600，按照这个情况，再出海2次就可以升级到2级了哈。但最近有件事，一个叫做唯我独尊的战舰军团，这2天不断的挑衅咱们。挑衅？哟呵，有点意思了，你继续说。这个军团目前也是1级军团，军团船只数量达到了500艘，在公屏上多次放话让我们臣服他们。加入他们？那也要看这个唯我独尊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把挑衅的每个 ID 记小本本上，以后好礼尚往来啊。三金和小柔将号聊了许久，几乎要睡着了，手机和航海屏幕同时震动起来。检测到船只经验达到111万7000，符合升级标准，所需升级材料铁矿石15000千克，沙土500千克。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物资了，直接添加材料，按下升级按钮，停靠在海岸边的轮船晃动，渐渐变成了一艘巨轮，比起之前大了3倍不止。恭喜您，您的船只 LV3级轮船成功升至 LV4级巨轮，升级福利如下：船只仓库转移范围提升到了50米，出海分配岛屿增长到5个，船只24小时自动捕鱼，很常规的升级。我倒是更期待升级到5级时的发展方向选择。第2天，洗漱好的三金经过客厅时，夏目递上了笔记本电脑。老大，阅读软件开发的差不多了，你给取个名字就可以开始上线测试。就叫杨世子小说吧。说完，三金被其他人的惊喜声吸引，一堆人围着圈养的黄牛，他走过去还发现黄牛下崽了。在这座岛屿上，黄牛的怀孕周期7天就生产，14天就成年可以投入劳动力。哇塞，好可爱的小牛，过不了多久，咱岛上的农田会开垦的越来越多。你看人家动物怀孕几天就生了，我现在很好奇人怀孕多久能生？宝贝，我们要不要试试？安雨城无语的翻白眼，
三金则溜回别墅，点开屏幕，退烧药全部售卖完毕，又入账500万航海币。他一边购买扩建地基石，一边不停地扩建私人海岛，从30万平米到45万平米，再到63万平米，最后扩建到了100万平米，终于到达了本次升级的上限。接着又凭借之前学习过木屋建造图纸，一口气制作了10栋木屋，4天后完工。忙完他想了想，联系上小柔将号，通知下去，明天开始，大家所刷新出的神秘海岛都有可能会遇到其他求生者了。为了各位的安全着想，明早所有成员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共享海岛。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历时1个半月，将开局小木筏升级到了4级巨轮。现在每次出海都能分配到5个神秘海岛。明日物资评分最高的22号海岛物资评分1200，这让安雨成高兴不已。你是说这座神秘海岛上同时刷新了物资宝箱、增幅果和史诗级的经验宝箱吗？我们之前得到的精良级经验宝箱就让船只一下加了1.5万的经验，那这个史诗级能加多少？现在还不知道，毕竟我们现在升级需要的经验和之前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经验需要涨到1000万才能升到5级。好在现在每天我们的私人岛屿能为船只提供100万经验。话虽这么说，但三金对那个经验宝箱也是势在必得的。只是需要注意的是，明天22号神秘海岛上也许会出现其他求生者，他要赶在其他人之前找到宝箱才行。那我们早些睡，养足精神。对了，那2个高级物资宝箱你还没开呢。经安雨成一提醒，他这才取出宝箱读取信息，目标信息已读取，高级物资宝箱，宝箱品质史诗紫光，宝箱内物品家用型太阳能发电装置，高级物资宝箱，宝箱品质传说金光，宝箱内物品魔法朝日葵种子。既然都出货了，而且还有一个金光物资，还是十分稀有的魔法植物，似乎比增幅果树还要珍贵。再读取看看。目标已读取，具体信息如下。认真看了朝日葵的信息介绍后，三金对这个魔幻的世界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竟然一个小小的向日葵，竟然能把无论多恶劣的天气强制变成最适宜人生存的温度，未来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第二天一早，他在别墅的院子里种下了朝日葵的种子。而朝日葵只需要简单的浇水就能活。忙完一行20几人吃了早饭，快速登上巨轮前往共享海岛。看着又大了一圈的巨轮，成员们不禁咂舌。我弟乖乖，咱一晚上不见，老大的船又大了，这简直成了庞然大物了。今天开始，船只就能进行合并了。我的小破船能不能申请啊？这样我就可以去老大的海岛生活了，从此就跟在老大身边抱紧大腿，太妙了。不好意思，我一定会比你们先申请。我已经受够了海上流浪的生活了，哪怕去帮老大看大门，我也愿意。众人议论纷纷的声音此起彼伏。三金现在巨轮的甲板上指挥着人放下阶梯，让所有人陆续上船。近1000人听从安排的上了巨轮。昨日小柔和纯纯就挨个通知了，今天开始已经能在海岛上遇见其他求生者，所以这一次整个军团一起做任务，确保安全。另一边22号神秘海岛的东南西北侧都先后出现了不少船只靠岸。东侧的海岸边，一艘2级的船只上走下来2个拿着镐子的青年男子，其中一个一脸不屑地打量着远处的海岸线。兵哥，这都是一些1、2级的船只，估计没有什么威胁，我们都忍了1、2个月了，一会儿先找个女人。刘斌听了露出一抹劣笑，他也是这么想的。就在这时，身后有船靠岸，2人看去竟然是一艘最普通的小木筏，最主要的是小木筏上面站着2个20出头的少女，而且非常漂亮。对于王虎和刘斌2人来说，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女一样，顿时把2人都看呆了。哟呵，运气太好了，这么极品的女人，现在不动手都对不起自己了。傻。木筏上的2个女人也很猛，没想到刚靠岸就遇到人了，还是2个不怀好意的人，满嘴的污言秽语。个子高一些的楚楚捏着木棍，把罗青护在身后。你们别过来，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妹子，你在说梦话吗？这是个强者为孙的世界，我放过你们，其他人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不如趁早跟了我哥俩。楚楚脸色一白，他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他们不想束手就擒。这时原本吓得发抖的罗青声音传出来：我们是封神榜的成员，禽兽老大罩着的，如果你们敢乱来，被他知道后你们就完了。听到这句话，王虎停下了脚步，有些犹豫的转头对刘斌请示：封神榜的团长禽兽就是那个排行第1的人，兵哥，他可不好惹啊，罢了全榜。嘿，都到这一步了，我管他是谁，玩完了直接把这俩婆娘抓走，谁知道是我们干的。可是封神榜现在已经有850艘船只了，人数至少上千，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我们了，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要不我们还是放弃吧，以后再找机会。刘斌恨铁不成钢的一巴掌拍到了王虎的头上，咬牙切齿：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怕什么怕？老子现在的身手能一拳把那个禽兽打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你信不信？王虎的最后一丝惧意也没了，2人扑了上去，将2女直接压倒在了沙滩上，而一艘巨轮悄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船头的三金和安雨成几人到22号岛屿时，就听到了女人尖利的叫声。看清楚后，安雨成眉头皱起，欲言又止：三金哥哥，我们救救这2个女孩子吧。宝贝，你要知道，从能遇见其他求生者开始，如果不够强大，这个世界会时刻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就不过来的。只要没惹到我的头上，我就不会管。三金罕见的拒绝了安雨成的请求，可2个女人尖利的叫声越来越大。安雨成叹了口气，不再去看。这时一道猖狂的声音传了过来：哈哈哈，别挣扎了，什么狗屁禽兽，排行榜第1又怎么样？见到了我一样也要叫一声爸爸。
船头听到这话的成员都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这个什么狗东西敢当着老大的面大放厥词！原本懒得管的三金冷笑一声，直接从10几米高的巨轮甲板上跳下去，落到两人身后。两个少女像是看到了救星，救救我们，求求你了！所有物资都可以给你，求你救救我们！小子，别多管闲事，识相的就赶紧滚远点。我也不想多管闲事，可你说要让我叫你爸爸，我倒想看看你配不配。王虎首先反应过来，他唇齿哆嗦起来，拉了拉刘冰的衣服。斌哥，你快看右边，像是一道阴影笼罩的巨轮，让王虎吓得站不稳。看清后，刘冰也没有了嚣张，狂咽口水。他这辈子只有在电视机才看到过这么大的船只，更别说上面还有那么多人。这都是误会，是我嘴贱，是我嘴贱。他啪啪地打在自己脸上。一旁的王虎见状也赶紧学了起来，只希望三金能不多计较，否则后果他们不敢想。大佬，这2个女人我们都还没动过，要不让给您看这事就算了。三金和善一笑，身形一闪就来到了两人面前，像是猫抓耗子一样捏住了他们的嘴部，手上一挥，两人就掉进了10几米远的海里。早就等在海岸的2条咸水河开始欢快的死亡翻滚，一只腿一只手。直到这一刻，刘冰才意识到了自己和三金的差距有多大。可惜的是，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再也没了声息。这时，早就见识过他这一面的其他成员陆续下了船，都自动拿着镐子准备开挖水渠，似乎眼前什么也没有发生。惊魂未定的两女喊住了正要离开的三金。大佬，我们无以为报，只能把所有的物资都给您，希望您不要嫌弃。只是能不能请求加入您的军团？我们一定不会给您拖后腿，我保证。他没有回答。身后的安雨城会议，一人分了一把锄头，招呼着惊喜不已的两人加入大部队。而三金把熊大、熊二和鳄一、鳄二留在了安雨城身边，自己则带着小咪和虎二钻入丛林里。他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时间去浪费。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这次登岛第一次遇见了除军团以外的人。在嘎了2人后，继续深入这座物资丰富的神秘岛屿。跟着金手指的指示，我用上了最快的速度找到增幅果树，那是一棵成熟了的全能果。摘下果实后，又马不停蹄地朝着史诗级的经验宝箱位置赶去。可到了地方，却发现宝箱已经被一个小太妹模样的女人拿到了手里，对方把宝箱抱在胸前，满脸警惕。你是谁？这东西是我先拿到的。小妹妹，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还以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吗？别废话了，交出来你就能离开。被三金威胁了的叶寒寒转身就要逃跑，三金轻松追上去，朝着他怀里的经验宝箱抓去，乃至宝箱掉地，三金的手不偏不倚抓到了小太妹的南北半球上。别的不说，手感不错啊！你这个混蛋，竟然敢轻薄我，快放手啊！三金没有犹豫的收手，然后捡起地上的经验宝箱，一眨眼就消失在了叶寒寒的面前，留下他一个人待在原地，红了眼眶。混蛋，跑得快了不起啊！我一定要告诉我哥，让他嘎了你。此时他也没有了继续搜索岛屿的想法，快速返回自己的2级渔船，回到了军团的共享海岛。船只刚出现，沙滩上站满了大汉。为首的一个精壮的寸头男子面露不悦地走上去，你真是一点话不听，下次再乱跑我就把你绑起来。可下船的叶寒寒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呜，有人轻薄我了，你快帮我报仇。叶寒寒把事情和盘托出，可精壮男子听完却思索起来，那个男人一眨眼就消失，看来身体素质很强啊。你哥我也吃了几个增幅果，但还远远达不到那样的水平，看来你能回来那个男人也是手下留情了的。我觉得我们不仅不要和他作对，还要利用好这次机会让他对你负责，这样和对方达成同盟后，我们的势力会更壮大。啊，你脑子是不是挖特了？他轻薄了我，我还要上赶着去找他吗？寸头男子摆了摆手，然后让手下去取一半自己的物资，准备去提亲。而叶寒寒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亲哥的背影，他陷入了沉思。哥他从来没有害过我，以后我反正要嫁人，嫁给一个能力强、长得不错的人，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归宿，那我就勉强答应吧。另一边拿了经验宝箱跑路的三金，把岛上的5个物资宝箱一一找到，回了船只。这一路倒没再遇见其他人，船只边上的水渠已经挖掘完成。这时小柔和纯纯也把被鳄鱼吃了那2人的船只开到了巨轮旁，准备合并。三金上了自己的巨轮，点开航海系统，检测到2级小型渔船93812发来的船只合并请求，是否同意合并？船只合并成功，编号为93812的小型渔船将沦为您的附属船只，渔船上的所有物资已自动转移进了您的船只仓库，具体信息如下。哟呵，合并船只竟然还能合并所有出海信息，那以后每次出海能选择的神秘岛屿至少会达到上千座，在这么多岛屿中夺取到珍贵物资的概率就大多了。看来要抽个时间把所有成员的船只都合并一下了。罗青和楚楚的小木筏也合并了进来。忙完，三金留下了足够数量的铁皮水箱在附属船只上，纯纯主动留下更换水箱，剩下的人都跟他上船前往下一个神秘海岛继续开岛水渠。接着又是在下一个，如此反复到下午3点半，已经收集了16.7万，算上军团返利的话，超过了20万吨。这个数量让整个军团的人喝10年都不成问题。还好咱们之前把所有的铁矿石都拿来制作水箱了，不然就算有军团成员的帮助，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淡水。没错，不过成员们也辛苦了，今天又是接近40度的高温天，等山泉水卖出去，给他们所有人都发放奖励。一切忙完，时间还剩余不少。
三金让小柔通知下去，愿意合并船只的回到共享岛屿后，就主动发送请求。没想到的是，850艘船只竟全部发送了请求。虽然合并后我搜集的物资不再是自己的了，但跟着老大只要勤快还愁吃喝吗？嗨，主要是能去老大的岛上生活。我最害怕孤独了，这么多人一起，说不定还能遇到爱情。你们不觉得老大潜力无限吗？以后他成为这个世界最厉害的存在，那我们就是开国功臣了。总之，所有人都对三金有很深厚的强者滤镜，完全不用他说就主动申请。1个小时时间里，三金处理好了船只和合并的事情。他的船只仓库里多了大量的物资和航海币。剩下的2个小时，他带上所有人，通过空间通道去到物资评分最高的几个岛屿，把上面的稀有物资全部搬空。三金哥哥，快看，这人多就是不一样，就这2小时时间就到手了47个物资宝箱，8个经验宝箱，3颗力量果，4颗速度果，2颗体力果。这都是因为他们合并之后利益和我们完全绑定，我们的物资越多，他们能得到的好处也会越多。叫所有人上船吧，准备回城。好在巨轮够大，轻松地容纳了1000多人。巨轮停靠在三金的海岛海岸上，第一次来这里的人表情十分丰富，最后只能说句卧槽。走出中控室准备下船的三金也说了句卧槽，只因为他的私人岛屿空地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航海系统屏幕。也许是我们的船只成为了老大的附属船只，所以航海屏幕也跟了过来。我们赶紧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成员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航海屏幕，可奇怪的是，平时不能移动分毫的屏幕直接变成了平板电脑，被他们轻易地拿在了手上。虽然弄不清楚什么情况，但现在来说更方便了。只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自己的航海系统目前只能用于聊天，其他操作全部显示没有权限。三金拿出手机，上面弹出了授权操作。小柔纯，我给你们的航海系统授权了，你再试试。这一次他们果然进入了自己的私人仓库，也就是说，这些成员想要拥有自己的私人仓库，必须经过三金的授权。岛上一下有了这么多人，为了方便管理，他集合了众人开会。我在这里欢迎大家来我的海岛。在我这里，你们的生活物资不用发愁，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服从安排。接下来我会把军团进行集团化管理，暂定划分出后勤部、市场部、保卫部、运营部这几个部门。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就在刚刚，我把军团里的1000多号人全部带回了我的私人岛屿进行企业化管理，分为了后勤部、市场部、武装部、运营部几个部门。后勤部主要负责海岛上的日常饮食、成员的管理和招聘等，由小柔和纯同时担任部长。市场部主要工作以赚取航海币为主，负责海岛的所有盈利情况，由沙威担任部长。武装部的主要工作是维护海岛成员的安全，部长由李彪担任。至于运营部门的部长，则由安宇成担任。一切工作都需通过运营部传达到我这里，你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合适的部门，直接找部长报名就行。听清楚了吗？收到，老大。我补充一下，我们的木楼暂时还没有完成建造，这2天你们可以回船上休息。安排好一切，三金回到别墅，打开了今天得到的9个经验宝箱，成功使用经验宝箱。LV 4级巨轮经验目前为3317000，距离升级还差6683000经验值，还不错，涨了100多万的经验，又可以提前1天升级了。而且战舰军团已经完成了3栋居民住宅的建设，目前经验已经来到了10000分之9800，军团可容纳船只数量也上涨到了1000只，明天就能达到2级军团了。军团的福利可比船只福利好太多了。此时夕阳下的海岛上，2道亮丽的身影正缓缓而行。纯没想到安宇成会约他散步。面对三金现在的女朋友，纯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明明在地球时三金喜欢的人是自己。纯，我想问问你现在是不是也喜欢三金？这安部长，你怎么突然问这个？虽然纯没有明说，但安宇成已经从纯的表情里得到了答案，像是下定了决心。他拉过了他的手。纯，你算是三金哥哥的白月光，如果你现在也喜欢他，我希望你可以大胆的去告诉他，我不希望他因为顾及我的感受有什么遗憾。说完这话，安宇成就跑开了。纯则待在了原地。安宇成是真的很爱三金，才会说出这种话吧，让自己去追她男朋友，虽然很不可思议，但纯破天荒的想去勇敢一次。另一边找夏木了解小说软件上架情况的三金，还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干了什么。夏木，你是说我们的小说软件目前已经有了39个下载量，一部手机可要10万航海币，我们所在的海域排行榜上没有几人能买得起吧？老大，确实是真的。我现在怀疑航海应用商城是面向整个航海世界的，这样一来，消费群体的人数不可估量，或许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我们接下来游戏市场也要抓紧，这将会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资本家。三金有些激动，这绝对算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似乎有数不清的钱在对他招手。回到别墅10天已经暗了下来，听到开门声，浴室里传来安宇成的声音：“三金哥哥，我没有拿毛巾，你给我拿过来一下。”拿起沙发上的毛巾，三金一头雾水，明明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怎么会忘了拿？他不知道的是，自从和纯聊天过后，安宇成没有了安全感，他这是主动邀请他呢。很快，浴室里传来了阵阵奇怪的声音，再出来已经是1小时后，他脸红的坏笑：“宝贝，下次你可以直接说的。”哼，得了便宜还卖乖，先去看看我刚合成的高级物资宝箱吧，累死我了都。好，你这女人怎么这么神秘啊？前一秒还叫得欢呢。听到他的话，安宇成脸更红了。
三金不再逗他读取了宝箱信息，信息已读取，高级物资宝箱，宝箱品质金光传说，宝箱内物品，商城科技类1折购物券30张，高级物资宝箱，宝箱品质至真采光，宝箱内物品，演化概率加成卡1张，演化概率加成卡具体信息如下。我靠，这小妮子的手气真好啊，可以指定物资50%的演化概率。如果我的海岛上演化出了山泉水的话，那还等什么？使用。请选择您所需要提高演化概率的物资类型：动物类、植物类、矿产类、淡水类。点击淡水类的细致，选项山泉水。三金看到演化成功后的加成项，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山泉水羁绊。当私人海岛演化出山泉水后，可为所在的私人海岛提高10%演化出动物的概率，提高15%演化出植物的概率。现在开始，概率加成为1天。明天就能知道有没有演化成功，心里还有点小紧张啊。算了，先把增幅果吃了，好好休息，明日再说。今天因为可选择岛屿增多，增幅果大丰收，一共得到了2颗全能果、4颗力量果、4颗速度果、2颗体力果。三金想了想，叫安雨城：“宝贝，你来选几个增幅果。”我不能要，你现在刚开始发展，手底下人那么多，需要一定的威慑力，赶紧吃吧，以后再给我。三金愣了愣，他没想到安雨城的格局会这么大，没有再犹豫，笑着揉了揉对方的头，然后一颗一颗的吃下了增幅果。次日，他醒来时格外的神清气爽，下意识读取自己的身体数据：目标敏捷670，力量690，体力630，综合属性1990。三金一闪身来到航海屏幕前，打开了求生者属性世界榜。第1名禽兽炎夏国，综合属性1990。第2名歌约契夫熊国，综合属性620。第3名是无双炎夏国，综合属性615。第4名、第5名、第10名。看来我已经和第2名拉开了很长的距离了。短时间内没有人能超过我了。看完排行榜，他又点开了军团战舰，那个期待已久的弹窗出现。恭喜您，您的封神榜战舰军团等级达到 LV2 级，更新福利如下。一切如三金所料，共享海岛从1个涨到了5个，军团物资返利从20%涨到50%，但多了一个军团船厂的功能，只要将军团船厂在虚拟岛屿上建设完成，他的军团就可以自己打造船只了。这时，别墅楼下却传来了喊声，小柔声音里全是惊喜：“老大，你快下楼来看看，木楼背后竟然出现了一口大山泉眼！我和纯纯先带人去收集泉水了。”三金精神大振，山泉演化成功了。他连忙出了别墅，来到被许多人围着的山泉池。比起神秘海岛上的山泉眼来说，这个明显大了不少。看到他到来，人群自动分开，让出了一道通道。在山泉边上的纯纯下意识说了句：“哎，怎么雨城没有来？”雨城，纯纯，你和他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能不好吗？你媳妇连你都愿意和我共享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面前的木屋里2个少女正对着航海屏幕扭动纤细的腰肢，不停地对着对面的男人暗送秋波。别误会，这只是我其中的一个视频陪聊产业，10分钟就能挣30航海币呀。老大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我和罗青刚才在上班呢，谢谢你能收留我们，我们一定会好好干的。三金很满意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善笑着招呼2人去吃饭。身后的2人看着他的背影，满是崇拜。楚楚，老大长得不错，实力又强，还拥有这么庞大的势力，我们如果能入他的眼，这辈子都不用担心了。哎，有这心思的人太多了，我们还是安分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吧，别多想了，走吃饭去。这还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来第一次能吃上真正的饭菜。三金自然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吃了午饭就搂着安雨城回房休息去了。下午被敲门声吵醒，在纯纯有些幽怨的目光中，他从被窝里爬了起来。老大，你可悠着点，雨城身娇肉细的经不起你折腾，赶紧看看咱们军团虚拟岛屿上的船厂已经建设完成了。面对曾经的白月光的微妙变化，三金轻笑：“我媳妇吃过增幅果，没有经受不住的说法，但你是肯定经受不住的。”纯纯瞪大了双眼，脸颊爆红，不知所措地瞪了他一眼就跑开了。三金摇了摇头，打开了军团虚拟岛屿页面，果然多了一栋厂房建筑。点击建筑，屏幕上提供了3种类型的船只购买选择：贸易船只售价100万航海币，寻宝船只售价200万航海币，渔船售价50万航海币。船只具体情况信息如下，请仔细阅读。这可和我预想的不一样啊！贸易船和寻宝船出海都有1半的机会亏本，现在看起来反倒是渔船最靠谱，先买一艘试试。消费50万航海币后，页面一转，虚拟岛屿边上多了一艘停靠的船只，船只旁还有船只出行按钮。船只出行可出海船只渔船1，出海时间选择1小时至12小时之间，出海范围需手动点击。三金点击出海范围按钮，屏幕上出现了一整片海域地图，他随意触碰到一片区域，文字提示出现：无尽航海19海域562.381段，常有魔法金枪鱼出没，求生者使用后可增加大量力量属性值，同时减少少量敏捷属性值。是否出海？这就是魔法海产品吗？还以为能替代增幅果，结果却增加力量的同时会减少速度。
再看看另一边有没有更好的。无尽航海19海域 112.023 段，常有魔法三文鱼出没，求生者服用后可增加大量敏捷属性，减少少量力量属性。又是一个鸡肋的魔法海产品。三金继续在海域中不停点击，直到出现一个看起来就很霸气的名称。无尽航海19海域 888.888 段，常有魔法黄带鱼出没，求生者服用后50%概率增加求生者力量、敏捷、体力属性各500点，50%概率减少求生者力量、敏捷、体力各600点。提示：魔法海产品无法减少原有的属性值，只能减少提升后的属性值。卧槽，这个离谱啊！运气好一次就增加1500点综合属性，快赶上我吃了1个月的增幅果的效率了。而且还无法减少原有的属性值，那就意味着那些从没有吃过增幅果的军团成员完全可以放心的食用，属性点只增不减，到时候我的军团才会真正的成为无敌军团。思索到这，三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渔船出海12小时，消耗燃油费12000航海币。随后他又将贸易船和寻宝船各买一艘回来研究。贸易船的地图显示的竟然是一块无边际的大陆，三金大为震撼，难道这个世界竟然还有陆地吗？他迫不及待地四处点击，气泡矿里显示的格式和之前差不多。无尽航海19海域陆地板块 732.551 段，此处共有3个国家；陆地板块 32.902 段，此处共有5个国家；陆地板块 694.335 段，此处共有2个国家；陆地板块。最后三金选择了国家最多的板块位置，从仓库里拿出2万吨水果，同样花费12000的燃油费，把贸易船只派出海12小时。接着就是最虚无缥缈的寻宝船只。航海世界并没有给出寻宝成功的概率，也就是说概率不大，可一旦寻宝成功，说不定价值连城了。还好哥现在有钱支撑寻宝船的开销，但如果长时间没点动静，这寻宝船就去仓库吃灰吧。忙完已经傍晚5点了，他难得的好好休息了一晚，天刚擦亮5点1过，他就起了床，来到办公桌前，带着几分期待的点开了船只出海页面。您派出的所有船只都已成功返航，具体信息如下。好消息是贸易成功了，带了2倍的物资回来，但渔船没有捕捉到魔法海产品，只能说表现一般。可寻宝船是彻底亏了呀。虽然有些不满意，但三金转念一想，寻宝肯定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一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10次。没耽搁时间，他把所有物资存入私人仓库后，又把3艘船都用上次的坐标派了出去。做完这些天已经大亮了，还有半小时就到了出海时间。和安雨成下楼到了别墅餐厅时，纯纯捧着一个盘子举到他的面前，语气有些紧张。这是我做的肠粉，记得高中时候你最喜欢吃的早餐就去肠粉了吧？大家都有份，一起吃吧。三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安雨成，见对方脸色如常，他才松了一口气。他是真没想到，原来高冷无比的校花竟然主动给自己做早餐，而且还记得自己喜欢的东西。而这时候，安雨成却为有些局促的纯纯解围。三金哥哥，看起来好好吃啊，我好久没吃到了，一起吃吧。纯纯感激地看了安雨成一眼，三金则有些古怪地看着2人之间的互动，他觉得媳妇儿不对劲，好像在撮合纯纯和自己。早餐小插曲过后，天空准时下起了雨，又是一个雨天。除了程序员和作家外，所有人都穿上了简易雨衣，跟在三金身后登上了巨轮。6点1到，巨轮晃动，穿过空间通道，稳稳停在1668号神秘岛屿的海岸边。三金看着郁郁葱葱的海岛，志在必得。这座海岛是军团近1000艘船只匹配的海岛里物资评分最高的一座。3000物资分，在此之前他从未遇见过。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这次出海的神秘岛屿物资评分高达3000。通过金手指，我知道了岛上有12个初级物资宝箱，3个经验宝箱，7棵增幅果树。除开这些，也首次出现了一个终极物资宝箱。只是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不少求生者的船只准备靠岸了。李彪，你带着你的100号武装队去把闲杂人等全部驱离这座海岛，剩下的分成12个组，往这12个地点去找物资宝箱和附近的物资全部搬回来，给你们1个小时时间解散。安排完，三金独自进了海岛，他目标当然是那个终极物资宝箱和7颗增幅果。10分钟后，他便把宝箱收入囊中。信息已读取：终极物资宝箱，宝箱品质紫光史诗，宝箱内物品驯兽契约果实5组。哟呵，不错，我的野兽军团又能扩大了。抱起宝箱后，他没有停留，马不停蹄地朝着脑海中增幅果树的位置找了过去。因为7棵树分散在岛上的原因，哪怕三金速度如风一般快，也花了大半小时才全部收集完成。把2颗全能果、2颗敏捷果和3颗力量果全部收入囊中后，他往船只来时的位置原路返回。到了海岸边，三金微微皱眉，只见一个成员慌张地朝着自己跑来，嘴里像是喊着什么。不好了，老大，李部长被人控制住了。听清楚的三金有些意外，李彪可是带了100人，而且船上还有几只猛兽坐镇，这怎么可能被擒住？那个成员立刻解释起来：老大，我们清理到海岛北面的时候，竟然也遇到了一大批人。李部长试图驱离对方时，被对方几个回合就反擒住了，而且对方让我把巨轮的主人找来。原来如此，李彪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几乎没有使用过增幅果，对方应该服用过不少增幅果。走吧，去看看。三金的速度极快，他并没有等那个成员，直接像出鞘的箭一样就沿着海岸线消失在原地。
直到巨轮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因为巨轮上有老虎、鳄鱼和熊的缘故，对方完全无法上去一步。察觉到他来，武装部像是找到了主心骨，让开一条路来。老大，您终于来了。李部长在他们手里，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您看这怎么办？他穿过人群走向对面，对面所有人也在打量他，像是有些吃惊，这个清秀的少年竟然是这艘巨轮的主人。而两方的老大在看清了对方后，眼中全是惊讶。两人还没说话，一道突兀的声音却响起：“哥，是他，这个就是之前欺负我的家伙，快帮我报仇！”听到这个声音，三金无语的叹气，真是冤家路窄。这不就是前2天被他摸了南北半球的小太妹吗？但没让他多想，那个身高接近2米的壮汉就一把搂住了他。我操，兄弟竟然是你！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啊！难道你就是这艘巨轮的主人？被搂了几秒肩膀的三金也没想到，除了沙威之外，他的另一个好兄弟叶涛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见面，而其他人都惊掉了下巴的表情，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敌对的两人会突然拥抱。你这家伙变得更壮实了呀，怎么就加入唯吾独尊这个军团了？这个军团可是我的死对头，你还是跳槽跟我走算了。看看我的巨轮，气派吧？嘿，气派，但是不就擒住了你手下的成员吗？我可没动手折磨他呀，咋就成了死对头了？也没啥，就是这个军团之前在频道天天叫嚣我的军团，我正准备有机会找他们呢。听到这话，叶涛表情变得一言难尽。作为唯我独尊的团长，他当然知道当初为了能招到成员，他不停地在频道蹭封神榜军团的热度。人家封神榜的团长可是世界榜第1的大佬啊！想到这，叶涛不由得咽了口唾沫。所以，难道你是说你就是世界榜第1的禽兽？三金也像是意识到什么，点点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比自己还高了半个头的叶涛。你小子不会就是唯我独尊的团长吧？行啊，你敢蹭我的热度！三金轻飘飘一拳捶到了对方的胸口上。叶涛挠挠头，不好意思的赔不是，连忙让人把礼镖送了过来。三金把军团成员全部安排回去收集物资，随后再继续听叶涛说话。我可没动你的成员一根汗毛啊！本来打算跟着船主人强强联合的，没想到竟然是你。对了，走，跟我去见见我老妹，她可想死你了。你看也看了，摸也摸了，要不我们亲上加亲，你把她给娶了吧。一旁的叶涵涵虽然没搞懂发生了什么，但黑着脸冷哼一声跑开了。三金一头黑线的制止了傻大个叶涛的行动。得了，我有女朋友了，你妹妹还是另找他人吧。这有什么？这个世界强者为尊，我都有3个女朋友呢。三金无语的看着面前的人，在这世界这样的傻大个都开始开后宫了。叶涛看他不愿也不强求了，转而打发了手下聊起了军团的事。最后叶涛决定将自己的船只合并到三金的船只上，但他所管辖的唯我独尊还是保持不变，那些成员并不需要合并过来，像是母公司和子公司一样的发展模式。叶涛以后就和他妹妹在三金的海岛上生活了，至于唯我独尊军团则通过船只直接操控就行。决定后，叶涛就立刻带三金登上船，发送了合并申请，随后又将三金送回去接受申请。你小子船只仓库里的物资不少啊，海岛竟然也有好几千平米了。你别洗刷我了，和你一对比起来，才知道自己有多没用。看着叶涛自怨自艾的模样，三金想了想，把今天得到的7颗增幅果都拿了出来递给对方。他现在急需一个能打的小弟，至于其他人后面再慢慢来。目前叶涛是最好的选择。增幅果的光几乎闪瞎了叶涛的眼。我靠，你哪来这么多呀？你这是拿给我？妈耶，一夫请受，孩儿一拜。叶涛2个月时间里是因为运气好得到了几颗增幅果，但眼前的比他吃过的总和都多。不用给我客气了，反正现在你也是我的人了，赶紧吃了，我看看效果。激动的双眼含泪，叶涛一颗颗把增幅果吃了下去，下了海滩开始闭眼休整。三金也带上2批人瞬移去往另外2个评分高的海岛，开始薅光物资。把这些成员送到目的地后，再次回到1668号岛屿沙滩上。叶涛已经休整完毕，他悄悄读取了对方的属性。目标：叶涛，敏捷255，力量305，体力265，综合属性825，长短10厘米。长短，好像混进来了奇怪的东西。不过这家伙一口气吃了7颗增幅果，提升很明显啊。现在世界排行榜能上800综合属性的也就几个，暂时叶涛也能挤入高手之列。至少当我身边的第1打手是没问题了。这时岛上的200-300人已经收集完成，安雨成和小柔纯纯等人也回来了。三金简要的介绍了叶涛合并的事情。叶涛双眼发光的看着3个女人，难怪啊，难怪你对我妹妹不感兴趣，我也能理解了。这3个女人简直就是极品啊！三金白了他一眼，懒得解释，只是安排小柔纯纯对接和安排叶涛和叶涵涵的事务和饭食，自己则让安雨成陪着溜回中控室喝红酒，顺便去把其他岛屿的成员接回来，准备返航他的私人岛屿。虽然叶涛2人对海岛的大小早有心理准备，但岛上成排的木屋别墅、田地、山泉、农作物等还是给2人造成了冲击。叶涵涵第一次悄悄打量起三金，这个家伙原来真的有傲气的资本，他拥有的东西似乎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把好兄弟成立的军团收入囊中。2兄妹来到了我的海岛生活。回到私人海岛上的别墅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战舰军团，查看派出去的3艘船只收益情况。您派往无尽航海的所有船只已安全返航，具体情况如下。终于出货了呀！虽然寻宝船还是没有成功寻宝，但我的渔船这次额外捕获到了心心念念的魔法皇带鱼，而且贸易船还额外获得了20层写字楼建造图纸。20层啊，听起来就很霸气。
先看看需要什么建造材料。信息已读取，写字楼所需建造材料：石材1万吨，土壤8000吨，细沙3000吨，金属1万吨。建造时长14天，若消耗10万航海币，可将建造时间减少至3天。获悉了建造材料后，三金并不担心无法收集到。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直接慢慢去交易大厅购买就行了。现在他最迫不及待的是把那条魔法黄带鱼给烹饪了，让团队再出点身体属性高的人才行。想着他点击屏幕取出了黄带鱼，一条8、9米长的巨型带鱼出现在了别墅大门口。看着这个庞然大物，三金没有耽搁，轻松的举起送到了隔壁木楼外。后勤部的人看到这玩意都不由得往后缩了缩。老大，这什么东西啊？看起来挺吓人的。我在电视里看过，这好像是黄带鱼啊，听说可好吃了。别看它长这样，可是好东西。你们今晚负责做饭的人，先去把这条黄带鱼给处理一下，内脏、骨头、血液都留起来，弄好了派人通知我一声。关于魔法黄带鱼的功效和食用规则，三金早就用金手指了解过了。任意烹饪后，求生者只需要食用1斤鱼肉就可以触发功效。至于属性值是增加还是减少，那就看天意了。每个求生者每次只能触发1次功效。今天捕获的黄带鱼重150千克，求生者能吃的大概有100千克，分成1斤1份，能分配给200人。剥离出来的内脏、骨头、血液等他准备投喂给他的猛兽军团。半小时后，三金和端着装满黄带鱼残骸盆子的几人来到了一专门为猛兽搭建的大木棚下。小咪见状高兴吼了一声，在三金的眼里依然能明白他的意思。主人，是不是又有什么好吃的？其他几只也凑了过来。三金摸了摸小咪的头，然后读取了他们的信息。信息已读取，小咪雌性，敏捷565，力量700，体力615，综合属性1880。虎二雌性，综合属性1830。熊大雄性，综合属性1760。熊二雌性，综合属性1700。欧翼雄性，综合属性1490。鳄二雌性，综合属性1450。我去，猛兽就是猛兽啊，初始属性就这么高了。看来它们也存在个体差异，属性并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猛兽也有天赋高低不同。这次使用了魔法黄带鱼，每只都有50%的概率增加属性，就看他们的造化了。他转身让人把残骸平分投喂给了6只兽，吃完所有猛兽都趴下休整了起来。三金单独留下等待他们休整好。10分钟之后，小咪率先站了起来，兴奋地在三金身边蹭来蹭去。主人，我感觉我现在强得可怕。一只凶猛的大老虎像只小猫咪一样撒娇，三金无奈笑了笑。再次读取了他的属性，果真全属性分别都增加了500，综合属性已经高达3380了。按耐住激动的心，他将视线转移到虎二身上。可惜的是，虎二运气差了点，并没有增幅。熊大、熊二也同样没有增幅。好在他们的属性都是初始属性，失败了也不会被削减。但2只鳄鱼却全部都成功增幅。咸水鳄的短板在于它们敏捷不高，只有90，但增幅过后来到了590。三金眼带笑意的朝鳄一鳄二道：“让我看看你俩现在的速度吧。”2只鳄鱼听了争先恐后的窜出了木棚，咻的一声，这4脚都用的跑出了100米开外，就是动作有些滑稽。他很满意这个效果，安慰了没有增幅成功的兽后，慢悠悠回了别墅。今天合并了叶涛的船只，加上收购的物资宝箱，一共有217个。读取信息后，三金留下了品质较高的，剩下的175个可以合成3个高级物资宝箱和2个中级物资宝箱。信息已读取，5个宝箱具体信息如下：魔法招财树还是至臻采光品质的，之前的朝日葵种子也才是传说金光的。这可是第一次开出这种品质的魔法植物，看看这玩意有什么用处再说。至臻品质魔法招财树信息已读取，具体如下。看完信息后，三金爆出了国粹，真不是他不淡定，只是这东西是真招财，培育成功后能永生不说，每一天都会为主人带来100万航海币的收入，也就是说源源不断的航海币会朝他涌来。这时叶涛来到别墅，告诉他后勤部已经做好了晚饭。但看到别墅里的陈设时惊呆了，我操，这高档的木质家具，这席梦思在地球时我也没有这么好的东西啊！还有床上的是手机，这个世界竟然还有手机吗？我怎么完全不知道？我们难道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你这也太会享受了吧，义父！三金瞪了一眼聒噪的叶涛，然后下楼去往食堂。叶涛跟在身后羡慕成了傻子，他觉得自己之前过的日子太苦了。2人来到专门制作的食堂时，10几个木桌上已经按照他的要求放上了200份魔法黄带鱼肉。安雨成也让手下的人将管理层和比较熟悉的人选了200人过来，毕竟这一次只有200份，剩下的人必须排队等之后的机遇。这些人已经知道了这碗鱼肉的功效，看到三金到来，眼里都冒起了光。我的亲哥，你也太厉害了吧！整到这玩意儿，虽然只有1半的概率，但那可是综合属性增加1500啊！说是一下变成超人也不为过。对啊，老大目前是1990点综合属性，意思是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都能接近老大的层次了吗？三金首先端了一碗给安雨成，再示意其他人开动。虽然安雨成吃过增幅果，但他增加的那点基本可以忽略不算，就算增幅失败也没太大影响。但叶涛就无缘黄带鱼了，他如果失败那就亏大。所有人激动却又虔诚地吃完了碗里的美味，然后静坐下来，度秒如年地等了10分钟。三金的视线一直在安雨成身上，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大。在他眼里，对方的综合属性已经来到了1803。宝贝，恭喜你成了女超人。安雨成从凳子上站起来，
适应着身体的力量变化，一下就移动到了三金身边，差点没站稳，撞击了他的怀里。啊，我真的成功了，感觉身体里的力量用不完，像是一跳就能跳上房顶一样。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把捕获到的魔法黄带鱼分成了200份，让军团成员食用。安宇成第一个增幅成功，直接成为了我之下第一人，拥有1803的综合属性。接下来从没有吃过增幅果的李彪也增幅成功，综合属性达到1768。再然后小柔、沙威、叶涵涵等人接连成功，但可惜的是纯纯、甜甜几人没有成功。老大，我是不是太没用了，给你拖后腿了？纯纯作为三金曾经的白月光，现在却成了他身边最弱的女人，心情很低落。但三金并不知道他的想法，只是安慰道：这只是概率问题，200人里增幅成功的人数只有121个，和你没关系，下次捕获了再试试吧。对于这个结果，三金是很满意的。加上他岛上综合属性超过1500的人有122人了，目前的综合属性世界榜上的前100名全被自己人占据。没有热武器之前，他手里的这批人绝对可以横扫一切。接下来的几天，出海的时候，三金基本不用操心了，只需要挑选出物资评分最高的几座海岛，将物资分布图交给纯纯，然后就在船上撸撸老虎棕熊，让安宇成给来个全身按摩什么的就行了。直到成员们把写字楼的建造材料全部收集完成，别墅航海屏幕前，安宇成也凑了过来。乖乖，这写字楼不小啊，60米长，40米宽。1层楼的面积就有2400平方米，20层的面积能达到近5万平米，我完全可以一直扩充人才。哇，看这个图纸，写字楼还有电梯，这和地球上的办公楼基本一样哎。我们的海岛似乎可以朝着一个小城市发展了，而且我们的船只经验已经满了，还有小半小时就可以升级到 LV5级了。你还要先考虑清楚我们选择什么发展方向才行。安宇成的话提醒了三金，他选好建造写字楼的位置后，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是小柔、纯纯、沙威、叶涛、李彪等管理层的人。他们也听说了船只升级的事，想长长见识。三金当然没有拒绝。几人在偌大的房间里倒数着时间，大家都紧张地盯着屏幕，直到弹窗出现。恭喜您，您的船只经验达到1032万，符合升级条件，具体信息如下，请仔细阅读。真的是战舰，原来升级到5级就可以改造成为攻击类型的船只，看来咱们自己的船只也要赶紧升级了。到时候老大的升级成为航空母舰，我们则是巡洋舰，想想就爽。但三金没有太大波动，而是点击两者的详细信息查看起来。武装模式和运输模式详细信息如下，请仔细阅读后谨慎选择，一旦选择不可更改。看完所有信息后，不只是三金沉默了，就连刚才还激动万分的叶涛等人也开始犹豫。老大虽然选择武装方向很酷，但却会根据船只主人的国籍来改造，也就是说您的船只最高会成为炎夏航空母舰福建号。不是我对我们炎夏没有信心，只是对比起运输方向，可享受到属于无尽航海世界的最高科技。船只仓库的基础使用范围为方圆500米，还能不断提升来说，明显无尽航海世界的科技更发达。没错，未来选择运输的船只利用越来越远距离的仓库功能，收集的物资说不定会超过咱们。一旁的李彪几人也纷纷点头，这个选择太重了，还是要交给三金自己来选。被众人注视着的三金神色严肃，考虑了2分钟后，果断摁下了武装选择。首先，在物资这块，我们现在已经遥遥领先，而且通过排行榜来看，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艘船只达到4级，想要追上我们也不那么容易。另外，武装方向的科技无法和航海世界比，但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起点，只要我发展的够快，也是一种遥遥领先。实力永远才是维护正义的基础。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别人囤粮我囤枪，别人就是我粮仓。听了他豪迈的话，叶涛第一个笑了起来。不愧是我的兄弟，不愧是我们的老大，直接把未来选择运输方向的船只当成粮仓。恭喜您成为了无尽航海世界首个拥有满级船只的求生者，获得成就礼包、船只科研大礼包，奖励已自动存入您的船只仓库，已进行全球播报，具体资讯如下。逼格拉满了，全球播报啊！我们炎夏人有满满的自豪感，让那些小樱花们、小樱格利西们无地自容。可这时一个提示出现，让三金皱起了眉头。检测到您首次使用研发改造功能，可享有1次国籍更改福利，不同的国籍将享有不同的研发能力，请谨慎选择。推荐国籍漂亮国，可享受当前最高武装研发能力。我靠，去他奶奶的！我眼下哪里差了？我们提前发展，以后就直接把漂亮国给打下来。他们在地球的科技水平再高也没用。三金也当然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炎夏。屏幕立刻进入了新的页面，一艘半透明的战舰 3D 模型旁环绕着大大小小的光点，每个光点都代表着各自的属性，大概分为航行速度、舰身硬度、火炮射程、火炮威力4个属性。战舰信息：科研等级 LV1级，炎夏56型轻型护卫舰。船只速度、舰身硬度、火炮威力、火炮射程各为1颗星。每个属性需要点亮好几个光点。通俗的来讲，这就像王者荣耀里面安装铭文一样，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提升战舰的基础属性。目前战舰各方面都还处于基础1颗星的阶段，至于升级，只需要付钱就能把所有属性提升到2颗星。但是
我靠，这么直白的吗？多少？个10百千万！天啊，10个亿的航海币才能升一次星！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成为了第一个把船只升级到 LV5级的求生者。选择了武装方向后，船只变为了1星轻型战舰。现在想要升级到2星，却要花费10亿航海币。老大，我最近把所有山泉水和药物、水果等物资全部售卖，才将账户余额提升到了10几亿。如果买了升级的话，账户上就又没多少钱了。沙威作为市场部部长，对于账户资金是最了解的。升级1颗星就要花10亿，多少还是肉疼的。但三金既然选择了武装路线，就必须尽快升级起来。他点击确认升级，却弹出一个提示：检测到您的无尽航海通用基础战舰并未进行任何科研提升，升级后的新战舰将无法获得任何属性继承，请问是否确认升级？这意思是先把30个属性光点都点亮再升级的话，升级后的战舰属性能多增加1倍，那必然先点亮啊。就是该怎么去获得这个科研点？一旁的安宇成点开了战舰科研页面，投入研发按钮下注释了文字：投入资金可研发获得科研点，规则如下。这个科研点的获取方式真就跟抽奖差不多，每天花钱去抽一次，成功或失败就随机，不管投入多少航海币都可能会一场空，有点坑啊。确实很坑，但这也说明了科研点对战舰的重要性，而且未来等到其他求生者陆续将船只升级到 LV5时，同样也会遇到这些，也算公平了。说着，三金试探性的输入10万航海币进行科研，却被提示每次研发资金不得少于1000万。一旁负责挣钱的沙威倒吸了一口凉气，靠，这真的太坑了！照这个情况，就算运气爆棚，次都研发成功，也要花多少亿航海币才能把这些科研属性光点全部点亮？罢了，钱都用在刀刃上，反正我们会源源不断的挣钱，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沙雕。三金狠了狠心，先投入1100万试试水，需要12小时才能知道结果。所有人只能各自回家休息。第二天是休息日，他搂着安宇成睡到日上3竿才起床。时间一到，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科研页面，运气还不错，成功研发出了2个科研点，加上船只升级时得到的科研大礼包里的3个研发点，一共5个研发点。三金在舰身硬度上点亮了1个光点，在火炮威力和火炮射程上各点亮了2个光点。任重而道远啊！想要升级到2星战舰，还不知道需要多少钱。我再也不说自己有钱了，再投入1200万试试。这时，昨天派出的3艘船显示回到了军团虚拟岛屿。三金和安宇成缓了缓心情，去看看自己这次的收获好的话，正好又可以卖些航海币了。您派往无尽航海的所有船只已返航，具体情况如下。哇，渔船捕获了这么多海产品以外，竟然还有3条黄带鱼。1条魔法黄带鱼就让三金的军团霸了全榜，可见有多稀有。原本也同样有些激动的三金仔细看了一遍捕获信息后，却爆了粗口：我靠，这是普通黄带鱼，没有带魔法2个字，只算是比较好吃的海鲜而已啊！太坑了，白让人激动了。不过好在贸易船贸易成功了，而且还带了张淡水资源升级卡，这样我们的山泉眼就能升级了。升级后的淡水可以用来种植魔法招财树。宝贝，我也不想打击你，你看他后面一行字。安宇成再次看了过去，明媚的小脸慢慢垮了下来，语气尽是无奈。什么东西呀？开玩笑的吧？贸易船还能被海盗给抢劫了？难道这个世界还有原始居民？三金听了突然有些细思极恐，很有可能未来自己的敌人除了其他国家的求生者外，还要面临这个世界的土著力量。而根据这个世界所展现出的科技来看，这些土著力量恐怕也是不容小觑的存在。别想这些了，陪我去巡视海岛，看看网络这块做的怎么样了。两人来到夏目几人的办公室，夏目认真地展示着数据。他们刚开发出了第1款游戏，名字就叫我的海岛，以现实世界为原型，氪金不多，但反响不错。93人下载，88人活跃，上线第1天就有2万多航海币的充值，而小说软件也有3万多航海币的充值了。虽然钱目前不多，但三金投资的是未来，100人就能给他带来5万多收益，100亿人不就是5万多亿航海币？这将是无法描述的财富。不错，继续加油，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沙威。鼓励了众人后，两人在渐渐繁华起来的海岛上逛了一下午。夕阳下走到海岸线边的一块巨石后时，三金突然来了兴致，一把搂住了安宇成。啊，三金哥哥，不可以在外面。在这个世界里，及时行乐才是最真实的东西。巨石不远处路过的甜甜听见飘来细细碎碎的声音，瞬间有些害怕，东张西望一阵后，赶忙跑开了。或许他有以为自己听到什么猫叫了。吃过晚饭后，航海屏幕提示音响起，无尽海域第3阶段正式开启，具体更新情况如下，请仔细阅读。其他都不说了，这个第6条更新的正合我意啊！海岛扩建和求生者属性都不再有上限，我已经被卡了很久了。而且这次合并竟然是全国合并，我们炎夏国成为了一整个海域，交易大厅销售的物资也因更多的顾客而销量大涨，这是个好消息啊！没错，我能薅的羊毛更多了，确实是个好消息。只是又出了更高级的物资宝箱，有点过分了。50个普通物资宝箱就能合成一个高级物资宝箱了，可这个至臻物资宝箱却要1000个普通宝箱才能合成，太夸张了些吧？三金哥哥，这么说起来，至臻宝箱里的东西肯定不一般，只是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去合成了。两人没有太纠结这件事，主要是世界聊天频道合并后吵闹了起来，什么美丽国、
人我国、泡菜国、岛国人都在标着国粹。好在航海系统拥有自动翻译软件，大家都能看懂。 My country is the strongest. Do you have any objections? Fact, it's not on at now. 취시. 니아 부간 간 현재 적배 행방. 여마제 시최 강정. Our country's survivors are the strongest. What is summer like? In the future, if you really meet someone from Yanxia, you will eventually be beaten down by us. 你不吹牛逼会嘎？你如果遇到了我们炎夏的第一禽兽大佬，估计嘎都不知道怎么嘎的，傻13玩意。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 世界聊天频道合并后，来自美丽国的人竟说我是东亚懦夫。身为军人的老妖咬紧了牙齿。老大，美丽国的人真他娘的让人讨厌。如果在我面前说这些话，我肯定得干他。现在可不是他们说了算。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别和逞口舌之快的人计较。等着吧，他们国家的海岛迟早填补在炎夏的版图内。三金的军团目前已经2000多人了。昨晚他从近3000个岛屿里筛选出几十个物资评分最高的岛屿，每个岛屿分配几个增幅成功的强者和几十名普通求生者一条船进行探索。 这样一来，出海一次得到的军团物资将成10倍增长。有的神秘海岛上会聚集不少求生者，分散这么多，没问题吗？嫂子放心吧，我们增幅成功的人综合属性至少都达到了1600以上，就算在世界榜也是最前面的人。只有别人害怕我们的份。或许是进入了第3阶段，神秘海岛的物资评分高的惊人。三金率先操控着战舰通过空间通道来到了评分达到6000的125号岛屿。除了有着13个物资宝箱、7颗增幅果树以及经验宝箱外，更是有着2个高级物资宝箱。但现在他已经不需要亲力亲为了。船上还有几十名成员，其中有2人增幅成功，这些事交给他们就行了。另一座海岛上，小柔和纯纯带领了30名成员登陆，身后一艘3级轮船带着遗嘱小船轰然靠岸。 看来老大说的没错，现在遭遇强者的概率增加了，他们人数比我们多1倍，我们尽量快点把需要的物资给拿到手，就直接离开。一群人还没来得及离开海滩，从那些船上下来的上百人就围拢了过来。一个穿着得体西装的男人从3级轮船上跳了下来，十分绅士地朝着小柔和纯纯鞠躬，然后不顾他们的意见，直接宣布：“美人们，非常荣幸见到你们，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女人了。”听到这话，纯纯美目怒睁。一旁的小柔拉了拉他的手，示意不要轻举妄动。虽然他们队伍里有3、4个增幅成功的人，但对方人数超了几倍，能先擒住对方的老大最好。于是小柔笑得风情万种。想让我们臣服的话，至少得先看看实力吧。不如你和我比试比试。美人儿可以是可以，但弄伤你了，我可会心疼啊！对面的人轰然大笑，他们对自己的老大信心十足，近900的综合属性在世界榜上都能排进前200。 怎么可能输给这娇滴滴的美人？不等他们笑完，小柔捏起拳头，故作撒娇：“小哥哥，那我就不客气了哟，人家的小拳拳来捶你肚肚喽。”话音未落，他的拳头就以雷霆碎石之势捶在了对方的腹部。顷刻间，西装男脸上的笑容扭曲，嘴巴大张着飞了出去，而他身后的其他强者之一的严磊立刻上前按住了刚落地的西装男。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以至于对方的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等他们反应过来要抢人的时候，已经迟。 上来一个被严磊踹飞的，你算什么东西？敢觊觎我们部长？让他们都别动，否则我直接掐干你！这一幕不仅让痛苦万分的西装男惊吓不已，其他人也都吓傻了。这都是什么战斗力？怎么随便出来一个人都力大无穷？别搞我，我的东西都给你们！哼，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的。你仓库里的东西归我了，然后现在开始让你的人去把岛上所有珍稀的物资都给我收集过来。到时候心情好了，我可以放你一马。看着眼前长得人畜无害的女人说出恶狠狠的话，西装男只能妥协照办。 小柔和纯纯带出来的成员倒轻松了一回。同时，125号海岛上已经到了午饭时间，出去探索的几十人竟没有一人回到战舰。三金哥哥，他们不会出事了吧？感觉不太正常啊。这座岛上我看过了，没有其他求生者，而且派出去的队伍里有几个高手，就算有人也不应该这么反常。我去看看你在船上守着。通过金手指追踪，三金发现那几十名成员都在同一个位置，完全没有移动。带着疑惑，他从仓库里取出绳索和弩箭，朝着那个方向快速移动。但随着深入海岛，他发现了问题。 这岛上竟然有不少人为修建的小路，不再像之前的荒岛模样。看到这些，他心中咯噔一声，随后加快了脚步。越到海岛中心，人为活动的痕迹越明显。为了不打草惊蛇，三金也是放慢脚步，化为了盗贼，匍匐前进了起来。爬到一个高地后，远远的竟看见了袅袅炊烟。靠，真被猜中了，竟然有这个世界的土著人。三金看见下方的平地上，军团成员们皆是被藤蔓五花大绑着，而那些成员旁边已经摆上了一口陶瓷大锅，陶瓷大锅底下的焰火在熊熊燃烧着。 锅的另一侧还站着几个肤色古铜的土著人，正在案板上切着蔬菜。军团成员里有好几个都是世界榜前100的人，却轻易的就被控制了。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土著人实力不一般。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登陆物资评分高达6000分的海岛时，惊现了这个神秘世界的土著人。更棘手的是，军团的50名成员被他们抓了，而此时一群土著人正烧红了锅磨刀霍霍。三金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卧槽，
难道这些土著人还吃人吗？水都要烧开了，等我现在回去召集成员来，恐怕他们都进了土著人肚子了。不行，先看看对方能力如何。信息已读取，目标1：炎夏海域猎兽族普通族人，综合属性2220。目标2：普通族人，综合属性2460。目标3：综合属性2530。读取了其中几人的力量后，三金头一次感觉到挫败。这个世界的土著竟然这么厉害，打肯定是打不过了。可被抓的人里还有自己的好兄弟沙威，无论如何他再冷的心肠也无法眼睁睁地看着沙威在面前死去。正一筹莫展之际，只见一个土著少女走出了茅草屋，对着那些土著说了些什么。距离远他听不清，但通过其他土著人对着那位土著少女马首是瞻的样子，不难看出那个土著少女在这个土著部落的地位很高。少女朝着一边的灌木丛独自走去。信息已读取，炎夏海域猎兽族族长之女龙灵，综合属性1630。天助我也！族长的宝贝女儿单独行动，身体素质也不如我，把她控制住，沙威他们就有救了。三金背起弩箭，绕过高地，朝着远处茂密的灌木丛快速摸了过去。他引入丛林，来到了龙鳞的身后，可眼前的景色让他差点流出了鼻血。一对像是蜜桃般水嫩的臀部就这么突兀地闯入了他的视线，原来对方是来方便的。哗啦啦的水声响起，三金犹豫了2秒，要不要趁人之危，随后还是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把龙鳞按倒，不等对方发出任何声响，他便已经提前用手紧紧地捂住了少女的嘴巴。别挣扎，也别发出声音，能听懂我说的话吗？一脸惊吓的龙鳞转头看向三金，随后俏脸上爬满了红晕，水汪汪的眼睛眨了眨，然后点头。见此，三金松了一口气，看来对方能听懂中文，而且愿意配合，那就好办了。他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你们部落里抓获的人都是我朋友，只要你配合我就除他们，我绝对不为难人。”说完，他试探性松了松捂住龙鳞嘴巴的手掌。对方出奇的乖顺，没有大喊大叫，只是脸更红了。他低头去拉兽皮裙。哥哥，我不会反抗的，但是可以等我先穿上裙子吗？还有你的另一只手。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三金尴尬地拿开了按住他心口的手，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穿好兽皮裙。不是他想看，是怕龙鳞一溜烟跑了就麻烦了。最后他挟持着龙鳞钻出灌木丛的瞬间，便被敏捷的土着族人发现了。那人连忙吹起了号角，只短短几秒，身体素质超强的土著人就把2人包围了。而沙威等人也看到了这一切。呜，老大来救我们了！兄弟，你不该来啊！这些土著人太厉害了，我们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的，快跑啊！听到这个时候，沙威都还在为自己着想，三金更坚定了要救他们的决心。这时，一个穿着兽皮套装、全身黝黑的中年男人冲了出来，其他土著人都纷纷让开一条道。信息已读取，目标为猎兽族族长龙傲天，综合属性3480。三金暗暗吃惊，自己现在估计都受不住这人一拳呢。而对方此时在上下打量着他。别吃我同伴，也别轻举妄动，我不想和你们为敌。你放了我同伴，我放了他。年轻人，我猎兽族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百年了，追求的一向是和平，对人肉没有兴趣。你想救他们，其实很简单，把我族至宝还回来，再把我女儿放了。听了这话，三金松了口气。只要不是吃人，其他都有的商量。不过这个至宝是怎么回事？他想着看向一旁的沙威等人，后者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老大，原来都是误会，谁知道他们的至宝就是一个箱子，和海岛宝箱长得一样。我刚捡到同伴就被他们抓了，东西我放在……三金打断了沙威要说的话，转而看向龙傲天。族长，我们先说好，寻回至宝后，你把他们放了，我再放开你女儿。龙傲天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随意摆摆手同意。20分钟后，他派出去的族人在沙威所说的地方找回了一个木箱。看外观和物资宝箱真差不多，难怪沙威会认错。看到木箱，龙傲天似乎也松了一口气。他示意其他人松绑。行了，你放开我女儿之后，你们就可以安全离开了。被松开的沙威等人立刻来到了三金身后，一众人拉着龙鳞慢慢往后退。族长，你也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过大，我需要安全到了岸边才能放开他。年轻人，别太过分了，大不了我就在这陪你耗着。我倒要看看到了日落时谁更着急，你们到时候可离不开了。三金面色一变，这些土著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竟然连他们日落前要赶回船上都一清二楚。双方僵持之时，一道灵动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小哥哥，你听我父亲的吧，我们不会出尔反尔的，你信我一次。”对于这个土著少女，他还是很有好感的。对方一直都默默的配合，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三金咬了咬牙，朝身后的人使了一个眼色，然后放开手，转身集体狂奔。可团队里有人体质没有提升，速度跟不上，他只能停下回头看去。只见猎兽族人并没有追上来，龙鳞还站在原地目送他们。怎么？你这小丫头还舍不得别人了？她不属于这里，忘了她吧。他们和我们祖先一样，来自遥远的地方。他们的任务没完成之前是不会停下脚步的。龙鳞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一旁的一个土著族人却凑了上来，恭敬地对着龙傲天道：“族长，我有事禀报。刚才圣女是去方便，可那时候被这人挟持。根据猎兽族的祖训与规矩，未结婚的女性是不准与除了家属以外的男人有任何肢体肌肤接触的，更不允许身子被看光。”原本和善的龙傲天慢慢脸色阴沉了下来，他侧头看向龙鳞，龙鳞瞬间绷紧了身躯。小哥哥完蛋了，他什么也没说，
但龙傲天已经怒火冲了起来。召集人马，绝对不能放那小子离开，圣女的名声不能被践踏。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原本已经放任我和军团成员离开的土著人出尔反尔，身体素质极高的土著人速度也出奇的快，在我们还没有到达战舰之时又围了上来。年轻人，我拿你当客人，你竟然这么欺辱我女儿！但祸不及他人，其他人可以离开，你留下来。三金心中一紧，难道是龙鳞把事情说出来了？但这种事小姑娘应该不会主动说才对。可面前龙傲天的杀气做不得假，现在距离战舰至少还有2公里，他们的敏捷速度完全比不上这些土著，想要逃根本不太可能了，只能看忽悠有没有用了。族长，别冲动，我可以跟你们回去，但能不能先让我回船上，把事情和船上的成员交代一下？你他妈的当我傻？我再说一遍，要么现在跟我回去，要么你们全部都别走了，我通通绑回去。眼看对方要动真格了，三金只能对焦急的沙威交代了几句，然后又强硬的让他们离开，最后才无奈叹息一声，跟着猎兽族人回了部落。部落里穿着兽皮的土著人已经围了几圈，至少有100-200人。龙傲天拍了拍他的背，然后朝族人道：我现在宣布，这个小伙子就是我龙傲天的女婿了，他和龙鳞一见倾心，择日不如撞日，下午他们就举行婚礼。这话一出，三金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周围的土著人却欢呼了起来。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我最近犯桃花吗？之前叶涛也想把叶涵涵嫁给我，现在这土著人又要逼婚，不答应行不行啊？人群里的龙鳞也很猛，他原本以为父亲会嘎了三金，还为此担心，没想到竟然是让他们结婚。坦白说，这个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男人比起部落里那些像野兽一样的男人好太多了，如果真让他嫁给对方也不是不可以。想着龙鳞的脸又红了，但他朝三金看去时却撞入了求救的眼神里，那眼神明确地告诉他，这个男人不想娶她。龙鳞顿时醒悟，他压住自己的情绪，安抚地点了点头，似乎是让三金不要冲动，他会安排好。也只能先等等了，见机行事。希望这个小姑娘能看懂我的意思。宣布完，三金就被几个土著人带到了房屋中，四面八方的守住，根本不给他一丝逃的机会。而龙鳞则被几个女性土著人带着梳洗准备婚礼的仪式。梳洗完毕后，龙傲天走了进来，他眼中满是慈爱。灵儿，这已经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我知道你害怕他以后不喜欢你，但我永远是你的后盾，他不喜欢也得喜欢。哎，父亲，原来你都知道我心里的想法，那你能放了他吗？喜欢一个人不是要强迫他。不行，他做的事就要为此负责，你就安心的待嫁吧。看着龙傲天固执离去的背影，龙鳞无奈极了，看来还是需要下午把婚礼完成再找机会了。而战舰里的安雨成看着返回的沙威等人，瞬间担心起来。沙威，怎么就你们回来？三金不是去找你们了吗？嫂子，老大他被土著人抓走了。什么？这个世界竟然有土著人？不行，我要去救他。不行，嫂子别冲动，那些土著人身体力量十分强，我们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老大好不容易把我们换回来，千万别去送人头了。而且土著人似乎对老大还算客气。安雨成听后只能按耐住焦急的心情，思绪飞转，筹划起来。这座岛是分配到5级战舰的海岛，其他船只肯定无法增援，但战舰上还有猛兽，或许能搏一搏。下午2点，猎兽族部落里正敲锣打鼓地举行着婚礼。三金为了让龙傲天放松警惕，全程都带着笑意，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结婚这件事。终于在部落人的注视下，2人进入被装点过的茅草屋洞房中。但他不知道的是，远处灌木丛里，安雨成不可置信地看完了全程。沙威在心里叹气，没想到老大是被抓回来结婚的，而且还笑得这么开心。对方可是土著啊，和我们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真是饿了。虽然他在心里吐槽了三金一顿，但还是够意思的安慰道：那个嫂子，你别多想，这肯定是老大的缓兵之计，完全就是走个过场罢了。闻言，安雨成心情低落地嗯了一声，但刚才三金开心的神色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也一直幻想有朝一日三金能给自己一场婚礼，可现在却目睹了三金和别人的婚礼，而且现在还高高兴兴进了洞房。这个时候闯进去救他，或许还会打扰他的好事。一时间，所有人都为难了起来，只能按照他之前的嘱咐，先回战舰等候。洞房里，等会族中会开宴席，他们全部都喝醉了，你就走吧，我不会拦你的。看着善解人意的龙鳞，三金心中有些愧疚，确实是自己耽误了对方，但也没有办法，他肯定不会留在这里的。2人相互无言，直到2个多小时后，太阳西斜，屋子外才没了动静。龙鳞轻手轻脚的起身示意三金跟在他身后。室外空旷处摆满了木质桌椅，所有人都醉醺醺的，其中龙傲天更是醉得扯着鼾。三金松了口气，朝着龙鳞道了谢，然后一溜烟朝着灌木丛跑去，还差一点就进入灌木丛，撞上了一道壮实的身影，竟然是速度更快的龙傲天。我的好女婿，你这是要去哪里啊？无奈被捉回去的三金被看守得更严了。龙傲天最后以一个父亲的角色坐在了他对面。根据我族传下来的族规，未出嫁的女子是不能与异性有肢体接触的，更不允许身子被异性看见。这2样你全占了。你若是不娶灵儿，灵儿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而且会一辈子生活在流言蜚语中。如果不是你，她肯定能嫁给一个上等部落的男人。可即便如此，灵儿也从没抱怨过你什么，
甚至刚刚他还向我求情，让我放你走，他牺牲自己，独自承受这一切。现在我问你，你真的执意要走吗？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因为和土著少女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现在被强留在了这片海岛上。虽然他牺牲自己的精神让我震撼，可我身边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等着我。族长，我真的不能在这座海岛留下。不过我既然和龙鳞已经举办了婚礼，她怎么说也是我的妻子了。所谓嫁鸡随鸡，我将她带走，这样一来两全其美。龙傲天一听，气得胡子都要吹起来了。他咬牙看着怎么也说不通的三金。好一个两全其美！我养这么大的闺女，你说带走就带走？万一我放你们离开后，你把我女儿给踹开，她到时候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连家都回不了，她该怎么办？别再说了，没得商量。这时龙鳞红着眼跑进来，他竟然跪在了地上，朝龙傲天磕头。父亲，女儿愿意跟他走，是我不孝。你就是因为你这丫头太单纯了，我才不放心啊！罢了罢了，我退一步，只要你们怀一个孩子，我自有办法送你回去。说完，龙傲天头也不回的出了房间。龙鳞歉意的看向三金，三金却自顾自思索起来。族长之前说过，对外族人有一定的了解，也知道出海机制。如果今天我没回去，那很大可能回不去。但现在却说有办法，难道有什么依仗？难道是那个所谓的至宝？龙鳞，你们族里的至宝，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不是那种会像传送门一样的东西？啊，你怎么会知道？虽然不是传送门，但确实能把人传送到提供的坐标去。三金一听，双眼放光，没想到被他猜中了。那也就意味着，就算没有战舰，他也能回私人海岛了。那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完全可以多留几日。倒不是说什么为了让龙鳞怀孕，而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听龙傲天的意思，还有其他的土著部落，而且身体素质更强。弄清楚这些或许对他有好处，但现在也该先通知战舰上的同伴一声。这一次龙傲天没有再阻拦，只是派了猎兽族最厉害的10几个族人陪同，实则就是监视。但龙傲天特别交代不能让他登上船只，于是三金只能在战舰之外停住了脚步。而船上的人也第一时间发现了他。安雨成第一个飞奔下来，眼圈红红的。我以为你不要我了，你竟然和其他女人拜堂成亲。三金有些吃惊，看向紧随其后而来的沙威。沙威无奈地说出原委，三金只能叹息一口，揉了揉安雨成的头。宝贝，我有我的苦衷，而且接下来我要留在这里一段时间，我们的海岛管理我就暂时托付给你了。还有出海时别去屋子评分高于5000的海岛。听着他一件件事交代，安雨成越来越慌，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滑落。但三金又对着沙威交代了些事后，就没有再看他们转身走了，直到回了部落，那10几个猎兽族人才各自散去。太阳落山，战舰也穿过空间通道带走了安雨成等人。在茅草屋里，三金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第二天醒来时，发现龙鳞竟躺在地铺上睡着，对方睁开眼起身，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三金，对不起，可是我们必须睡在一个房间，父亲他才会放松警惕。是我对不起你，没关系的。两人吃过早饭，三金想到自己的目的，调查这些土著人的身体素质是怎么提升的，或许和吃食有关。但这个海岛的上的物资和普通海岛没有任何区别。想着他，对龙鳞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你怎么突然对吃的感兴趣了？我们确实大部分食物都来自于土著大陆，那里得到的食物都被父亲放在了仓库里。如果你想去看看，我可以带你去。这个世界果然有大陆。而且听起来，这片大陆是航海世界提供给土著人外出行动的区域，应该是一个很辽阔的高级大陆。三金跟着龙鳞来到一座略大一些的茅草屋，茅草屋周围有好几个猎兽族战士，直到龙鳞拿出一块令牌，那些人才让开。两人进入了内部，三金当场就傻眼了。只见满满当当的仓库里，除了许多食物外，竟然还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拖拉机，甚至电视、电脑、手机等，只不过都布满了灰尘。好家伙，你这里简直就是地球的批发市场啊，一应俱全。啊，听你的意思，你认识这些东西吗？那你知道这些东西的用途吗？何止是认识，你也应该知道，我们这些人来自其他世界，在那个世界我们会竟然用到这些东西，就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些的。都是我们猎兽族人在土著大陆捡回来的，但没有人知道怎么使用，就一直存放在这里了。三金撇了撇嘴，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他们求生者辛辛苦苦收集的物资只是些食物和水，这些土著外出却能随便捡到高科技产物，简直是太浪费了。想着他拍了拍电动车上的灰尘，拧动上面的钥匙，发现竟然还是满电。车灯突然打开，把龙鳞吓了一跳。怪物，会发光的怪物！三金，快下来，小心啊！看到大惊失色摔倒在地的龙鳞，三金连忙关了电上去扶起他。别怕，这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你可以理解为你们出行时期的野兽，只是它比野兽更容易控制。三金解释一番后，又陆续把其他东西都检查了一遍。神奇的是，虽然都布满了灰尘，但几乎都是完好无损，甚至电都是满的，而且连拖拉机的油箱都装满了汽油。他对那个土著大陆更有兴趣了，但现在他更重要的是看看这些土著人的食物是什么情况。于是三金把目光放在了被码放整齐的食物上。信息已读取 C 级油麦菜，首次食用可增加3点体力属性，之后的每3次食用可增加1点体力，可提升的属性点与使用者的天赋等级成正比。果然，
这些土著人的身体素质个个都这么强，是因为吃的食物竟然能不停地增加属性。再看看其他，信息已读取，目标 C 级水稻， C 级野鸡肉， B 级牦牛肉， B 级麒麟瓜， B 级火龙果。三金越看越惊讶，有等级的食物太神奇了，特别是 B 级的食物能增加的属性更成倍增加，或许还有 A 级甚至更高级的，这些全是从土著大陆采集来的。那他很有必要去一趟。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为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这个世界，我假意和土著少女龙鳞结了婚。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猎兽族人从土著大陆捡回来的科技产物。龙鳞，去告诉你父亲，这些东西我知道怎么使用。很快，龙傲天带着部分族人满脸激动地来到仓库。三金没有废话，直接演示了电动车，直接把所有猎兽族人看呆了。片刻后，才有人反应过来。天啊，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宝贝？能像太阳一样发光，还可以发出尖锐的叫声，甚至还能像野兽一样带着人前行。还有这个，原来我们部落里一直存放着这样的宝物吗？我忍不住想要膜拜了。龙傲天一直没说话，他双眼狂热地举起三金的手，直接宣布：因圣女婿为我族发现至宝，本族长客将圣女婿提拔为我族大祭司，日后猎兽族人见他如见我。这个对三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短短半天，他在这个部落里的地位就水涨船高，但现在他需要更多的威望。思索之后，他面带微笑地看着龙傲天：族长，你要不要试试这些东西？原本看着他操作的龙傲天早就心痒难耐，于是毫不客气地学着三金的样子坐上了电动车。没想到电动车像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一样突然飙了出去，龙傲天连人带车摔出去10几米远，好在身体素质极高，没有受伤。没事没事，我再试试这个叫摩托车的东西。随着摩托车轰隆的声音响起，周围的猎兽族人受到惊吓全部散开，而在车上的龙傲天感觉自己像是和一头超级宇宙的火撞一样被甩飞了出去，惨叫连连。没逃远的族人又连忙去把龙傲天扶了起来，惊魂未定地看着躺在不远处还在轰隆作响的摩托车。这个东西比刚才的还恐怖，嘶吼声让我听得胆战心惊的。族长这样的强者都无法驯服，没想到大祭司竟然能轻松驾驭。可不是嘛，这东西摸起来又结实，摔成这样都不会受伤，比野兽还要厉害。到时候前往土著大陆时，大祭司只要骑上这个，岂不是吓得其余部落的人落荒而逃？咱们猎兽族一定会扬名的。听着众人的议论，三金暗暗一笑，看来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在这些土著人心中的威望上升了一个高度，土著人的信仰比生命更重要。但听着他们谈话间，三金抓住了关键点，看向刚从地上爬起来的龙傲天。族长，其他部落的领地分布在什么地方？我们猎兽族在土著部落中又属于什么地位？面对他的询问，龙傲天没有隐瞒，带着三金回了自己的食屋，一边喝着茶水，一边缓缓道来。这个世界很大很大，猎兽族只能算是中等的部落。每次去土著大陆搜寻物资时，能碰到的族群部落非常多，但与我们一向不对付的只有驯兽族。说起来，驯兽族和我们100年前还是一家人。打开了话匣子的龙傲天把和驯兽族的恩怨和盘托出。驯兽族抵制捕猎野兽，抵制族人吃肉，于是和猎兽族分道扬镳。现在每次见面都是互相残杀。说到激动处，龙傲天展示了身上被驯兽族野兽攻击留下的狰狞伤痕。这也是我为什么不让灵儿和我去土著大陆的原因。听说你自告奋勇申请去土著大陆，考虑好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金没有再多说，毕竟为了以后更好的发展，为了自己军团里的成员身体素质都能快速增长，这个显冒的是值得。而且他心中隐隐有一个猜测。对了，族长，你们有没有在土著大陆采摘果实的习惯？当然，土著大陆的果实种类非常丰富，而且几乎不会自然腐烂，我们采摘了许多，都存放着呢。你感兴趣，我可以带你去看看。面对邀请，三金当然不会拒绝。两人来到另一间食屋，果然其中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水果，都像是刚摘下来的一样。他眯起眼睛，暗中用金手指寻找，随后脸上笑意放大。那片神秘的土著大陆有点意思，竟然真的有驯兽契约果实，这里面能配上对的就有24组，这还愁对上驯兽族的人吗？甚至可能建立只听命于我的大型野兽军团。他快速把那些果实翻找出来装入布袋，然后对一脸懵逼的龙傲天简单解释了一遍，后者明显持怀疑态度。你说这些味道难吃的果实能让野兽乖乖听话？要知道一个不注意可是会丢掉性命的。懒得去解释，三金转身吃下主果后，直接来到之前看到过被专人看护的一只狂暴猎豹旁，把副果扔了出去。在龙傲天嘴里难吃的果子却像毒药一样，让那头猎豹发了疯般吃进嘴里，瞬间一直龇牙咧嘴伤了好几个族人的猛兽乖顺地坐下，朝三金眨眼。完全没看懂如何操作的龙傲天表情一言难尽，他悄悄问道：女婿，你确定这样就驯服了？可有这么多族人看着呢，万一出丑你咋整？三金神秘一笑，冲着猎豹就是一波操作，什么趴下、起立、转圈，猎豹都完美配合，甚至还能扭动身体跳舞。族人们彻底惊呆了，啪嗒一声跪了下去。我的天啊，这头野兽竟然乖乖收起了獠牙和爪子，最可怕的是还能完全听懂大祭司说的话。声明，神明降临了。驯兽风波过后，
猎兽族人对他的崇拜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午饭时专门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三金知道这全是带有等级的食物，于是一点也没有客气，风卷残云般全吃了下去。一顿饭后，他的综合素质确实增加了，可意料之外的是，一顿饭竟然让他增加了整整122点综合属性。如果一天就能增加这么多，那这些土著怎么可能才达到平均3000的综合属性？不应该啊！对了，之前查看这些食物时，金手指提到的天赋等级，或者和这个有关系。看着三金表情不断变换，身旁的龙鳞询问出声，三金的目光自然地落在他身上，下意识读取了龙鳞的天赋等级。目标天赋等级 S 级，综合属性上限随着年龄而提升，目标成年期后上限为13500。13500，这丫头的潜力竟然这么高！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猎兽族部落意外知道了天赋等级的说法。猎兽族圣女龙鳞更是 S 级天赋。温馨提示：无尽航海世界根据人类的最高综合属性上限，将天赋等级划分为了 C、B、A、S、SS、SSS。同样的天赋等级下，因个体的不同，也将存在些许差异。具体等级预知介绍如下：啥玩意？大于5万的综合属性上限才能被划分为 SSS 级天赋，能达到这个天赋的人，岂不是能成为神仙了？虽然提升属性的速度很慢，但天赋高就有希望。那我得看看自己的天赋究竟是什么等级了。目标信息已读取，天赋等级未知。查看了脑海里的信息后，三金叹气，航海系统一直在控制求生者的综合属性，看来根本还没有开放等级评判者的功能。想要知道只能等。现在更重要的是，龙鳞是个潜力股，他想把他带走的想法更强烈了。开门进来的龙鳞被无比的炽热目光盯得不自在，连忙开口打断：小哥哥，我给你准备了些食物，马上就要动身前往土著大陆了，父亲让我来叫你。他只能收回了赤果果的目光。两人来到了部落里空旷的地方，地上摆放的赫然就是那个木箱模样的族中至宝。随着龙傲天打开木箱的动作，三金有些激动，他实在是好奇这个能传送的宝物。直到一道光闪过，看清楚箱子里存放的至宝后，他不由得抽了抽嘴角。就这他妈真的不是一个大型尿素蛇皮袋吗？怎么传送人？难道把人装进去吗？想到这个离谱的可能，三金忍不住笑出声。传送这么高大上的功能，怎么可能用这种低档的方式？他正否决了这个可能时，顿觉眼前一黑，就被龙傲天亲手套进了蛇皮袋里。短短几秒，三金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微弱亮光的山洞里，接着猎兽族人一个一个的出现在身边。我靠，还真是把人装袋子里传送，能不能高大上一点啊？最后一个出现的是滑稽的抱着猎豹的龙傲天。女婿，这个山洞属于我们猎兽族的安全区，遇到危险的话，务必第一时间回到这里。三金老实的点头，然后跟在他身后朝着洞口走去。洞外阳光刺眼，等适应之后，三金眉头紧皱起来。只因这个土著世界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仿佛置身于一个蛮荒之地，入目之处全是黄沙，没有半点植被和动物活动的痕迹。烈日无情地炙烤着这颗荒芜的星球。族长，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这地方像是能找到食物的样子吗？龙傲天只是神秘一笑，左右辨别了方向之后，朝着荒漠东方走去。大概10分钟左右，三金感觉自己像是穿过了一道隐形的墙壁，眼前景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漠变成了一望无际高耸入云的森林，随处可见的绿色，空气里的热气也随之消散了。现在我们才真正的进入了土著大陆，刚才的荒漠只是传送通道的一部分。目前这里是硕果森林，穿过这片森林后就是野兽草原。一般来说，我们只在这2个区域活动。听了解释后，三金只觉得土著大陆更神秘了。硕果森林里几乎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瓜果，而且许多都是带有增幅效果的。那个女婿啊，只有你认识可以驯服野兽的果子，我分配最强的几个族人给你，就麻烦你先去多收集一些备用了。面对龙傲天的请求，他坦然接受，只是边走边随手摘下果实吃进肚里，直到吃不下时，才发现自己的综合属性来到了2225，足足涨了100多。1个小时后，猎兽族几人都背着装满驯兽契约果实的藤矿，穿越硕果森林来到和龙傲天约定的边缘处汇合。地势高的一边是森林，地势低的则是辽阔的大草原。俯瞰下去，各种动物隐在非常茂盛的草丛里，偶尔还能看见奔腾的野马和水牛。这地方真的不错，我都想住在这里了。我早就说过，土著大陆风景很不错吧？另外，你说的那些现代物品，就是在大草原捡到的。今天也可以碰碰运气，四处找找。听到这话，三金来了精神。他实在是想不通，在这种像外星球一样的地方，怎么会有现代物品呢？进入野兽草原的猎兽族人身手越发矫健，只看见比人高的野草不停晃动，某个方向就有几名配合默契的猎兽族人拖着被弄嘎的牛羊或野猪回来。直到阵阵虎啸打破了这环境，族人们纷纷脸色大变，呈圆形向外形成警戒圈，把三金保护在了里面。族长，虎类的力量不一定有你们厉害，何况老虎也是独行动物，不必这么紧张。他话音未落，4头比小咪大了至少1倍的老虎出现，虎啸震天，双目猩红。三金咽了咽口水，打脸来得如此快，这个野兽草原的老虎不仅群居还更凶猛，
综合属性最低的一头都有3600多，难怪猎兽族人如临大敌的样子。好在准备了充分的驯兽果实，三金快速扔出树果后，又塞下4颗主果，有惊无险地完成了驯服。大祭司万岁！全知全能的神万岁！他没有沉浸在宫闱里，而是盘算着利用现有的资源，组建一支超级猛兽军团。这时赶回来的另一组猎兽族人带回一个木箱，龙傲天眼前一亮，快看，这就是能得到现代物品的箱子。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跟随土著人来到一片神奇的大陆。据说他们部落里那些现代物品就是从眼前这个木箱里开出来的。信息已读取，目标 C 级现代宝箱，宝箱内物品通用汽油500升。看到具体消息后，三金大喜，现代物品竟然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500升的汽油重量1000斤，木箱放在手里却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那他完全可以多搜寻一些。于是开始在脑海里搜寻宝箱的位置。大出乎意料的是，方圆2公里内竟然散落着上百个现代宝箱。这片大陆果然四处是宝藏啊！这密集程度比海岛上的物资宝箱多太多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三金把已经配对好的驯兽果实的使用方法告诉了龙傲天，然后带着4头猛虎钻入了草丛。接下来的3-4个小时，他不停地带着宝箱放到约定的地点，而猎兽族的人也在角落的草原上分散开，四处寻找野兽进行驯服。最后碰面，两方人马都有些疲惫，但草丛里堆满的宝箱和由远及近的各种乖顺野兽，狮子、老虎、猎豹、野牛、大象，皆是收获颇丰。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在土著大陆横着走。以前惧怕的猛兽，现在都乖得像只小猫。收拾收拾，准备回家了。部分没有扛猎物的族人们纷纷自告奋勇地帮三金抱起数个宝箱，身后的近100只野兽有序跟在远处。进入森林后不久，却遭遇一群肤色深黑色的土著人挡路。为首的人站了出来：龙傲天，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吧，不准在野兽草原猎杀，放下你们手中的猎物，我也放过你们一次，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哟，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御兽族的人啊！你们作为驯兽族的走狗，屡次和我作对，今天我还真不想让步了。御兽族和驯兽族是没有关系，培育和驯化都会对野兽进行残忍的折磨和控制，却给自己标榜是对野兽的救赎。御兽族头领罗伯特被挑衅，当即吹起了口哨，下一刻几十头野兽从各处钻了出来，可这个场景却让猎兽族人哈哈大笑起来。罗伯特脸色微变：你们是失心疯了吗？老子这边可全是野兽。那我倒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猛兽。你那些没有在野外成长的野兽，战斗力太弱了。雨落，猎兽族身后的森林里掀起一阵像狮子、豹狗、狼嚎、牛牛声，几只横冲直撞的大象一压一紧地踏了过来。这场景让罗伯特身后的野兽后退了几步，他脸上的表情极快的变化，最后掩藏起眼中的凶光，哆嗦着咔嗒一声跪了下去。龙族长，冤有头债有主，是驯兽族指使我干的，我代表御兽族在这里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了，您放过我这一次吧。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罗伯特，走好吧。瞬间，那些被契约了的所有猛兽都收到了各自可能的命令，轰隆隆地压倒了一整片树林。御兽族人转身就跑，但速度始终不敌猛兽，被咬死或才死的一个不剩，连身体都被啃食得一干二净。而御兽族的培育的野兽早就没了野性，放回土著大陆也无法存活。龙傲天也直接让手下的猛兽们给了他们一个痛快，准备带回部落里作为存粮。一切都平静下来时，一个族人兴奋地举着东西跑了过来，手上赫然是个眼熟的蛇皮袋。族长，大祭司，我从罗伯特身上搜到了至宝。这真是今天最大的收获，女婿。这个至宝归你了，以后等你离开我们部落了，也方便常回来看看。闻言，三金双眼一亮，没有拒绝接了过去。龙傲天为了保险，把自己的传送带放置在安全区山洞中了，花了些时间回到山洞，将所有东西传送回部落。这时三金才知道，原来传送带还能变大，直接能把几米高大的野兽尸体全部装进去。随后他眼前一黑，在睁眼已经出现在了海岛上，鼻尖传来清香，怀里软软的。龙鳞这丫头竟一把扑进了他怀里。小哥哥，你没有受伤吧？担心死我了。三金拍了拍龙鳞的背，然后收起了已经跟着他回来的传送带。圣女放心吧，咱们大祭司可厉害了，看看这些野兽尸体和驯服的猛兽，我们现在的实力估计已经可以跻身上等部落了。听着族人的话，龙鳞也莫名自豪又惋惜，自己喜欢的人这么优秀，可他却不喜欢自己，没有注意到他的失落。三金准备趁着猎兽族做饭的时间，整理今天得到的物资，去看看现代宝箱都有些什么东西。读取完后，他选出了20几个宝箱放进了龙鳞的房里。出于礼貌，他还是又找到了龙傲天，表明了想带回去的想法。谁知龙傲天沉了脸：女婿，你这是把我当外人了。别说这一些了，你就是全带回去都没问题。今天能找到这么多宝箱，全是你的功劳。平时我们能找到2-3个就不错了。那就多谢族长了。不过我只需要这些就够了，剩下的你现在开箱，我来给你介绍用法。龙傲天不是扭捏的人，当场开始打开剩下的大几十个箱子。三金每讲解着一个现代物品的使用方式时，无疑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刷新土著人的认知。尤其是介绍到一个名为飞天杯的物资时，龙傲天眼睛都瞪大了几分，看了看四周没人后，才低声问道：女婿啊，
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么爽吗？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前往奇特的土著大陆，嘎了御兽族的人后，收获了一个传送装置和上百个现代宝箱。而现在部落正在开会，准备夜袭御兽族。御兽族族长虽然已经被嘎了，但他们部落还有不少成员，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重要的是，他们的传送装置在我们手里，这是一个彻底灭了对方的机会。龙傲天安排好一切后，带着三金和龙鳞来到茅草屋吃饭。随着他的解释，三金才知道，想要使用自己手里的传送带，就必须要前往他们的领地，把那个至宝箱子找到才行。因为每次传送返回都是回到箱子所在地。雨旭，这次去攻打御兽族部落你就不用去了，好好休息一晚上。三金一边听他说，一边不停地吃着部落的饭菜，直到塞不下，他才查看了自己的身体属性，已经达到了2560，吃一顿饭增长100-200，实在可以算是个好消息。这一天睡了个不错的好觉。第二天睁眼，竟发现龙鳞宛若一只慵懒的小猫咪，正依偎在他怀里，揉着眼睛睁开眼，然后一下坐了起来。三金一声闷哼，卧槽，这丫头是在挑战一个男人晨起时的火气。要是换做安雨城，我非得好好折腾才行。但龙鳞只能算个妹妹。小哥哥，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睡到这里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三金无奈地安慰了2句，赶紧跑出去找地方洗漱冲澡了。回来时，龙傲天已经抱着一个箱子交给他，很显然就是那个装御兽族传送装置的宝箱。劳烦族长了。另外，如果可以的话，之后一段时间，每天我都想跟你们一起去土著大陆。这能有什么问题？我倒怕自己给你拖后腿了。于是，猎兽族带着三金日戳做日落西，短短10来天时间，光现代宝箱在他的带领下就已经找到了2000多个，同时驯服了600多头野兽。另一方面，三金还不停地吃着土著大陆带有等级食物，综合属性来到了5215，是时候离开了。这天一早，龙傲天神色郑重交代：雨旭，回去好好发展，好好对灵儿，我猎兽族永远欢迎你。如果灵儿想家了，就把她送到土著大陆，我去接她回来。粗犷的中年男人此时红了双眼，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而龙鳞大哭出声抱住了他。三金没有多留，拿出传送带，一股脑把几百头野兽和无数的现代宝箱装了进去，然后朝龙傲天点点头，带着龙鳞也走进了传送带里异度空间。这一次，所有物品都安稳地放在了漆黑一片的空间里，空中还悬浮着一块光幕。重置传送位置时，需要填写新的坐标。还好老子有金手指，能读取自己私人海岛的坐标，否则还不知道怎么回去。小哥哥，我有点害怕。第一次离开部落的龙鳞有些不安。三金输入了海岛坐标后，主动牵住了他的小手，周围的环境变成了像是哆啦 A 梦的时光隧道的模样。几秒后，光明重现，两人带着部分物资、猛兽群和堆成小山的木箱，出现在了一座欣欣向荣的海岛上。望着身旁数十幢高楼拔地而起，三金此时也是蒙圈的。哇塞，这就是你的部落吗？好高好气派呀！确实是我家，但半个月的时间变化就这么大的吗？看来我媳妇管理的不错。在回来之前，三金就把安雨城的存在告诉了龙鳞，但龙鳞竟然觉得像他这样优秀的男人有几个女人很正常。另一边，离得最近的一栋楼上跑下来几人，为首的是专供电脑技术的夏目。老大，你终于回来了，我们盼了好久。可惜的是今天出海日，安部长他们出海了。两人寒暄了几句，夏目就汇报起了这半月发生的事，直到说到沙威和纯纯受了伤。等会他们回来了，让他们来找我，你们把这堆东西搬到货物存放点去。三金急匆匆交代后，带着龙鳞一路来到别墅里，打开航海屏幕查看炎夏属性排行榜。查看后，他面色更沉重了。从排行榜上来看，炎夏海域暂时还是被我军团成员霸榜，应该没有人能伤害到沙威才对。可现代人出海去了，他还是决定先带龙鳞熟悉一下现在已经扩大到了170万平方米的海岛，1.7公里的大小，已经几乎成为了一个小型村庄。两人走走停停，到了海边，正好碰到出海归来的战舰。第一次见到这种庞然大物的龙鳞，努力压制住内心的惊恐。此时从战舰上跳下一道身影，直接扑进了三金怀里。顿时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衣服被泪水打湿了。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怕。别怕，媳妇，我在这。好不容易安慰好安雨城，三金的眼神看到了从战舰上陆续下来的沙威等人，他们的伤比他想象中要严重。沙威的一只胳膊缠绕着吊在脖子上，而纯纯从鼻子到耳边蔓延着一条7、8厘米的疤痕。感受到他的目光，纯纯连忙低下头。他引以为傲的容貌被毁了，再也无法对三金说出那句表白的话了。还是小柔打破了诡异的气氛。老大，我们别站着了，一边回去我一边给您解释。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朝岛中心走去，小柔则清晰又快速的讲了发生的一切。越听三金表情越冷，他瞪了沙威一眼，这家伙竟然被综合实力不如自己的人伤了。祖宗，老大，我冤枉啊！实在是你不知道这羽将军有多阴险，他和他手下的人十分擅长布置各种陷阱，不止我们，还有许多求生者，人都没见到就中招了。总之以后给我机灵点。现在重要的是，每次出海的岛屿不同，很难遇见他们。我们要怎么抓到这些人，报这个仇？这个简单，现在羽将军每次出海前都会将他们旗下势力出海海岛列表公之于众。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摆明了让人去报复他吗？你怎么脑子变笨了？
这个宇将军做的就是这个生意，他们的陷阱已经让许多求生者中招了。为了不再平白牺牲，要登陆同一个岛屿的求生者不得不花高价去购买他的陷阱地图。哟呵，这狗东西真够猖狂的呀，一定得会它。现在你们先跟我去看看真正的好东西。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经历了半月时间，才从土著部落回到了自己的私人岛屿。带回来的东西让军团里的人惊呆了。不是吧，老大？这么多的蔬菜、水果和肉类，都是你说的带有等级的食物，也就是吃了可以增加属性的那种。叶涛顺手就捡起一颗瓜果咬了下去，沁人心脾的味道让他陶醉不已。但安雨成对现代宝箱更感兴趣。三金哥哥，这些箱子是什么呀？不会是物资宝箱吧？但总感觉又不太一样。三金赞赏的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歪嘴一笑，直接走过去打开了其中一个。顿时，一辆仰望优8新能源汽车就凭砰的一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而极度爱车的沙威瞬间贴了几乎要趴在车身上，叶涛更是直接坐了上去。我靠，我没有做梦吧？竟然在这个世界能看到我的梦想车！这里面又软又紧，果然恰到好处。沙雕，你让开点，我先兜一圈风去了。沙威听后自然不甘落后，也挤进了车内，车立刻在海岛上驰骋起来。哎，别管他们了，小柔，你安排人送一些食物去食堂，今晚让所有人感受一下这种食物的魅力。其他人就和我一起留下开现代宝箱吧。听了他的话，留下的人心中立刻紧张起来，小心翼翼地陪着三金打开一个又一个的宝箱。什么车类、科技类、生活类的物品应有尽有，许多都是商城里买不到的。众人都对这些东西的由来疑惑不已。于是三金把土著大陆的事情略微讲了一遍。天啊，这个土著大陆就像是一个单独的世界了吧？好神奇的地方。可惜的是不能再去了，你应该多弄点东西回来的。没关系的哦，小哥哥这次回来还带了传送装置的，以后咱们缺食物随时都可以过去。一直不安地躲在三金身后没有说话的龙鳞终于插上了话。安雨成有些不自然地看向这个和自己男朋友举行过婚礼的少女，然后咬了咬牙看向三金。你也该向大家介绍一下她的。啊，对，我还忘了这回事。这个女孩是猎兽族族长的女儿，同时我也是小哥哥的妹妹。龙鳞突然的抢答让三金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这丫头竟然会这么说。但龙鳞的眼神清澈，他看到了三金和安雨成在一起时的状态，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喜欢。他以一个妹妹的身份留在这里也会更自在，连安雨成都对他高看了一分，同时也岔开了话题。正好明天不出海，三金哥哥带我们去土著大陆见识一下世面吧。面对安雨成合理的请求，他当然答应了。整理好面前的现代物品后，一群人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晚饭。得知这些东西能增加属性后，所有人都吃得毫不顾形象，生怕少吃了一口，直到瘫倒在了桌椅上。哎呦，我吃不下了，不知道能长多少。还有我，老大帮忙看看。一旁的李彪也默默举手。三金扫视了一圈，叶涛综合属性增长了100出头，沙威70几，李彪90几，还算不错了。他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看着安雨成心中读取等级天赋信息已读取，姓名安雨成，年龄19，天赋等级A 级。不对啊，按照我的推理，这个世界的求生者天赋等级都应该暂时未知才对吧？看看其他人什么情况。信息已读取，姓名纯，年龄20，天赋 S 级，姓名小柔，年龄20，天赋 B 级，姓名叶涛。一连查看了好几人的信息，天赋等级都明明确确的显示了出来，和当初三金读取自己时显示的位置完全不同。这个情况在他的预料之外。既然他们所有人都有天赋等级，那也就是说我是个例外。天赋未知的意思，难道是说我特么的没有上限，可以一直增长吗？这个可能性让三金双眼都亮了起来，但想到只是自己不靠谱的猜测，又只能按耐住心中的激动，简单的安排了明日去土著大陆的事。回到别墅后，他把一直像的小尾巴跟在身后的龙鳞安排到了主卧旁边的房间，然后拉上安雨成进了主卧，直奔浴室。有声音从被关上的浴室门里传来。啊，你属狗的吗？不可以咬。哎，果然还是在宝贝身边舒服啊。月上中天，三金睡得格外香，直到第二天军团核心人物已经准备好出发土著大陆，他才醒过来。餐厅里坐着的龙鳞有些脸红的不时瞄向两人，或许因为挨得太近，听到了一些什么奇怪的声音。三金大咧咧的吃过早餐，带上蛇皮带到了整齐划一的队伍面前。这几十人是他挑选出来作为第一批进入土著大陆的成员。昨天你们也简单的了解过那片神奇的世界了，现在我就要用高大上的传送装置把你们转移过去了。来吧，钻进去。士气高昂的众人看着变得很大，却依旧是个破旧蛇皮袋模样的传送装置，瞬间有些失望，脸上神情奇怪。老大，先不讲这是不是高大上的传送装置，你就说这真的不就是一个超大号尿素肥料袋吗？对不起，我是专业的，一般情况我不笑，除非忍不住。三金微微挑眉，两人干咳一阵，赶紧止住笑意，争先恐后的走进了横放的传送带，剩余的人也都跟在了身后。进入袋子的一瞬间，所有人都出现在了略微有些光线的山洞里，但这里并不是之前三金去过的猎兽族安全区，而是已经嘎了的御兽族山洞安全区。这感觉和我们出海时穿越的空间通道很像。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袋子，竟然有这样的能力。第一次体验的众人都七嘴八舌起来，特别是男人，
纷纷表示像曾经在地球上玩游戏进入副本世界一样。多镇定点，这片大陆神奇的地方还有很多。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从猎兽族部落回来后，再次利用得到的传送装置，带着军团骨干前往土著大陆。触摸到沙漠里的那道屏障之后，所有人进入了硕古森林。呀，刚才发生了什么？周围的环境突然就变了。安雨成惊讶的话音刚落，一个魁梧的身影就从树林中速度飞快地朝着众人窜了出来。李彪、叶涛、沙威几人立刻挡在了三金身前。大祭司，我终于等到你了。三金和龙鳞这才看清楚，对当时龙傲天的得力干将阿牛。原来这2天阿牛都带了一批土著人守在了御兽族的安全区方向，专门等他们，就是为了给三金的军团带路。因为土著大陆太大了，没有土著人带路容易迷失方向。不得不说龙傲天安排的十分周到。替我多谢族长。那媳妇儿，你带着他们和龙鳞一起跟着阿牛他们去硕果之森，去尽量多收集那些果实和野菜。至于野兽草原，我自己去就行了。安排好后，三金带上了数量庞大的野兽群，很快引入了森林，朝着草原方向狂奔过去。很快日上三竿，又夕阳西下，近100头驮着现代宝箱和猎杀的动物的野兽钻出了茂密草原。最前方的男人像是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赶往约定点。在他赶到硕果之森和沙漠的交界处时，已经收获满满的军团成员缓缓聚集。背上的大背篓和手中抱着的背篓都装得满满当当。嘿，我都不敢相信，这些堪比增幅果的果实野菜，像是不要钱一样到处都是。今天实在装不下，下次我得弄更多才行。所有人都表示赞同，有这些东西，它们的属性会飞速增长。别人辛辛苦苦才能得到一颗增幅果，他们这里却掉地上都没人捡。而见到女儿已经和三金的军团打成一片的龙傲天欣慰不已。女婿啊，灵儿比以前开心了不少，看来跟你走是个对的选择。以后每天你都安排一些手下的人来土著大陆吧。跟我的人一起收集物资的同时，又有个照应。龙傲天这句话正中三金下怀，他不可能每天都来土著大陆，但完全可以安排人来。有了驯兽族的庇护，会安全很多。又寒暄几句后，2匹人马各自回家。三金的私人海岛上的食堂里热闹一片，他们从今天开始就能不限量的吃上带有等级的食物，这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会成为强者。三金等人的晚饭自然被送到了别墅里。吃饭时负责挣钱的沙威激动极了。老大，我想到了个挣钱的好办法。目前航海世界还没有出现过带有等级的食物，我们完全可以出售剩余的，并且垄断市场。这么做唯一担忧的问题就是也许会培养起一批强敌。我赞同，而且根本不用担忧培养强敌这个问题。你们要知道，航海世界有多少人口，能买到的都是有限的。这些人增幅的力量怎么可能和我们天天都能吃到的人比？小柔说的有道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而且我们要赚就赚大的，搞个饥饿营销。比如我官方每天限量供应10万份食物，但其中有8万份都拿给叶涛的军团以黄牛价出售。原本每天只能挣2000万航海币，经过一道转手，至少能挣3000万。听了他的话，其他人默默擦了擦汗，果然是个万恶的资本家。一顿饭吃完，所有人都长了不少属性。这时安雨成拿出了备份手机。三金哥哥，快看，羽将军公布了明日他军团里的人要登陆的全部海岛信息。闻言，三金也掏出手机扫描了自己军团明日出海的几千座岛屿，发现其中有3个和羽将军麾下的重叠。老大，仅3座海岛重叠，我们能碰到羽将军本人的概率并不大呀。没关系，我只需要他麾下军团成员的船只就行了，到时候直接杀到这家伙的私人海岛，给他一锅端了。反正我有传送装置，回来轻而易举。谁也不知道我们会拥有传送装置这种神奇的东西。这一次我非要把羽将军的小鸟给一锄头除落。三金把明日成员分成2批，一批属性弱的前往土著大陆，因为有驯兽族和野兽的保护岛，不需要担心。属性最强的人则跟随他去出海。第2天，阳光刚穿透海上的薄雾时，三金为首踏上了久违的战舰甲板，带着人直奔4423号岛屿。巧的是，众人刚登陆岛屿，就碰见了3个正卖力刨坑和编织藤蔓网的人。沙威1秒也没耽搁，一闪身就来到几人面前，抬脚踹了出去。可让老子找到你们这帮杂碎了，老子单手也要弄你们！结结实实的出了口恶气后，沙威才冷静下来。他没忘记三金吩咐的留活口，把已经被打懵了的3人捆起来，直接丢到了一旁，等着三金安排。接下来留个人守好他们，剩下的人分离出自己的船只，各自拿上地图去给我寻找物资宝箱。今天务必合成一个至臻物资宝箱出来。至臻物资宝箱需要1000个普通物资宝箱才能合成，他实在是好奇里面会装着什么东西。众人领命各自散去。等到傍晚回来时，仓库里的物资宝箱已经有了1023个，勉强算完成了任务。老大，快到下午6点了，我们该准备去与将军老巢了。除了沙威、叶涛、李彪和武装部的几人以外，其他人全部回家。另外，我们的农田扩张缺少人手，这3个人带回去干活，重活都给他们干。被绑着还被塞住了嘴的3人满脸问号。他们完全没搞懂为什么挨打和被绑架就被提着上了战舰。三金则领头上了他们的船只，大摇大摆消失在海岸边。一座面积有10几万平方米、长宽200-300米的海岛出现，岛上建造了些砖瓦房和农田。看来这个羽将军还有些本事，靠陷阱赚了不少啊。
现在正值船只返航之际，海岛边陆续有船只靠岸。老大，我们好像并没有引起这些人注意，也许是招兵买马太快，对自己人也不熟悉，这也就意味着没什么忠心可言，随便抓个人打一顿，或许就说了。李彪的话得到了众人的支持。3金以外的其他人像是狼入羊群一样，在不大的岛上横扫一切，惨叫此起彼伏。片刻后，叶涛脸色凝重地走向3金。这些龟孙嘴还挺硬，被打残了，竟然都说不知道吕将军在哪里？难道我们来错地方了？3金摇摇头，径直走向左侧的一栋看起来更好的房屋。刚到门口，一个五官精致女人就缓缓走了出来，眼神倨傲地看着屋外的几人，同时也被读取了信息。信息已读取，目标姓名顾青歌，年龄21，综合属性525，手工杀完整。顾青歌，难道是吕将军的女人？你们什么意思？这么多大男人准备欺负我一个弱女子？别废话了，看在你长得漂亮的份上，只要告诉我们吕将军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为难你，否则我们可不介意试试你的深浅了。女人听了这话，冷哼一声，面上表情充满了厌恶。男人果然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没一个好东西。抱歉，我无可奉告。眼看顾青歌傲气得很，3金也不废话，走过去扛起他就往屋里走，扔到了床上，顺手拿过衣柜里的蕾丝衣服绑住了他的双手，然后歪嘴一笑。美女，你也看到了，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在这个世界孤单久了，可别逼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说出吕将军的下落。顾青歌撇过头，眼神决绝，竟然张嘴要咬掉舌头。3金皱眉，连忙伸手掐住了他的嘴。行了行了，你又是何苦帮他隐瞒行踪？老子最见不得女人这样了。说完，他走出了屋子，外面的人脸上表情各异，都像是不可思议，他竟然会这么快就完事了。哎呀，老大你真是浪费，这才几分钟啊！换作是我，起码1小时才行。涛子，我的团队里可不能出人渣，玩笑归玩笑，你们去把他带出来。先把这里的人带回去再说。被提醒了的叶涛立刻收起老色皮的模样，连说了几个懂了才去把这座海岛上的几百人全部撵过来，通过传送带回了3金的海岛。安顿好后，他把被绑着的顾青歌送到别墅门口，为难的开口：老大，捉回来那些人已经全部弄去种田去了，就是这娘们，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安顿，还是交给你吧。3金点头，带上顾青歌进了别墅。客厅里，纯纯和沙威面带笑意的朝顾青歌打招呼。他看着沙威受伤的手，微微愣了愣，又接触到纯纯绝美小脸上突兀的伤口，眼神一变。我想你也猜到了。我同伴就是因为吕将军的陷阱才会受伤，而其他求生者甚至会死在陷阱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隐瞒。顾青歌呆愣在原地，捏了捏拳头，他还没开口。我已经把这女人岛上的物资清点好了，不算太多，估计他们还有第2座海岛。他和吕将军的关系很有可能就老大和叶涛那样，虽然是一个团队，却管理着2个甚至多个军团以及海岛。沙威的话让顾青歌彻底破防，他突然低头哭了起来，还一边大骂着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哥那个混蛋会用陷阱来杀人啊！他只是告诉我不猎售卖猎物的，我为他向你们道歉。你们很强，如果我主动说出他的下落，你们能留他一条命吗？说着，他放下了一开始的傲气，竟对着被伤害的纯纯和沙威跪了下去。只要留他一命，其他都随便你们。下一次出海，我就可以把他骗过来。有了顾青歌的保证，3金也点了头。吕将军麾下还是有不少人，直接杀了也浪费，留在岛上干苦力更合适。有沙威在，对方有的折磨手。记住你自己说的，耍花招的话，所有人都会没命。这2天我会派人守着你，当然吃喝拉撒都会管够。事情告一段落后，3金回了卧室，打开航海系统，迫不及待地合成了期待已久的至臻物资宝箱。一个闪烁着彩色光芒宝箱出现，一看就和之前的不同。信息已读取，宝箱类型至臻物资宝箱，物资宝箱品质传说，物资宝箱内物品天赋果实5，具体详情如下。我靠，竟然是天赋果实！这也就意味着能靠着这玩意儿把求生者天赋硬生生提升到3S 级别。天赋果实的能力让3金大为吃惊，本以为龙鳞和纯纯2人的 S 级天赋对他来说已经如虎添翼了，现在竟然告诉他，只要果实足够的情况下，可以把身边人的天赋全部提升到顶级，这样的事简直无法想象。整整1000个物资宝箱才能合成一个至臻宝箱啊！想要打造顶级天赋的战队，还任重道远。看来未来一段时间，我必须加大获取物资宝箱的力度了。在花费1000个物资宝箱合成至臻物资宝箱后，开出了5颗极其稀有的天赋果实，但目前并没有打算使用。现在我更想的是对羽将军来个瓮中捉鳖。终于又到出海日，沙雕安排下去，老规矩，一般人员去土著大陆收集高等食物，另一半则出海收集物资。至于你们几个，和我去会羽将军。另外还要留几个人看着从外面捉来的俘虏干活，该出手时别手下留情。今天和羽将军重叠的是761号海岛，我已经看着顾青哥和他联系好了，没问题，可以出发了。在顾青哥担忧的眼神里，战舰起航了。761号神秘海岛很大，小柔带着顾青哥走在最前方，往约定地点过去。3金几人则远远的跟在后面。小柔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放心吧，他现在已经近2500的综合属性了，
宇将军还没有达到1000。半小时后，小柔两人终于和宇将军碰面了。出乎意料的是，宇将军身高恐怕不到1.7米，身材瘦小，如同一只猴子，显然配不上将军2字，简直就是个精神小伙。他和身后的小弟正在制作各种陷阱，抬头看到顾青哥旁边的小柔时，表情变得耐人寻味起来。老妹儿，你旁边这美女是新收的成员，我看上她了，送给我怎么样？顾青哥脸色大变，祈求地看向小柔，希望她不要生气。后者微微一笑，声音魅惑：“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确定能拿得下我吗？”哼，看来我老妹没把你教的好啊，还敢对我无礼！老子今天必须教你我军团里的规矩。被下了面子的宇将军自以为帅气的歪嘴一笑，冲上前去就想捉住小柔，没想到被看似柔弱的小柔反手擒住，并猛扇了一巴掌，嘴里飙出一口不可言视的鲜血。此时，三金几人也一步步出现。我早说过，你不行！被打懵了的宇将军甩了甩晕乎乎的脑袋，不可置信地看着小柔，脸上恶狠狠的还想说什么，却又被小柔甩了一把。一旁的顾青哥虽然心疼，但也不敢多说。三金走到努力站稳的宇将军面前，1.8米的身高俯视下去。宇将军，就是你敢伤我封神榜的成员。一听这话，顾青哥率先反应过来，他虽然见识过三金的私人海岛了，但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竟然就是世界榜第1的军团。而三金就是综合属性遥遥领先的禽兽大佬。哥，你别再错下去了，他们答应我了，只要你臣服，可以留所有人一命的。我真没想到自己的妹妹会出卖我，以后老子再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了。破口大骂的宇将军似乎还不解气，冲着顾青哥就要扇过去，可沙威的动作快多了，一脚把他踹飞了几米。妈的，你妹妹为了保你吃了多少苦，你他妈还敢动手？你配做一个哥哥吗？沙威的话让妹控叶涛义愤填膺，立刻加入了战斗，单方面的对宇将军虐打起来，转眼就被打得屁滚尿流，连连求饶。住手啊！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特么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害怕被打死了。看打得差不多了，三金示意停手，人群散开，露出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宇将军，直接把这些人绑回去，和之前的俘虏分配到专门的苦力部门去。那我去把他的船只合并，这家伙的物资肯定不少。傍晚回到海岛后，三金最关心的就是物资宝箱。他在至臻物资宝箱中开出了天赋果实后，就有了培养一批顶尖天赋人才的想法。可惜的是，目前只有500多个物资宝箱，至少还需要再出海一次才能合成。而此时夏木找到了他，老大，我们开发的海岛游戏正式上线了，更名为了荣耀海岛。目前已经有5342个玩家注册了。这么快，这不就意味着整个航海世界拥有手机的人数至少也有5000多人了？最近发展的有些快啊！通过这个数据，三金有了一些危机感。全世界还有许多求生者也在急速发展，于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不管是去土著大陆的成员，还是出海的成员，又或者管理层的人，工作量都增加了。半月后的一天，海岛面积已经达到了13.47平方公里，一眼望不到边。军团船只也增加到了4500艘，成员近万人。夕阳下，各自忙完的管理层们聚集在海滩，中间是完全懵逼的安雨城。你们叫我过来干嘛呢？神神秘秘的。他话音刚落，一道高大的身影迎着暖黄色的夕阳朝他走来，走近后一把将他拥入怀中，耳边传来声音：“宝贝，嫁给我好吗？”安雨城身体紧绷，瞪大双眼，有些手忙脚乱。一旁人都在起哄：“我刚忙了一天还没有冲凉，我身上全是汗水，你别抱那么紧。”三金低笑，牵起他的左手，把一枚戒指套在了无名指，然后吻了过去，把他剩下的话全部怼了回去。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安雨城悄悄流下几滴泪，他梦想的事情终于成真了。在军团骨干的见证下，三金强势求婚了，和安雨城度过一个美妙夜晚后，刚到客厅就又迎来了好消息。老大，不枉费我们投入这么大量的资金，战舰科研点终于满点了，随时可以准备升级。三金闻言大喜，立刻回到办公桌前，打开总航海屏幕。升级到战舰后已经整整1个月了，终于把30点科研属性给点满了。他来不及洗漱就打开了战舰信息。船只国籍：炎夏，科研等级 LV2，当前船只类型：无尽航海通用基础战舰，当前可升级为炎夏056轻型护卫舰，升级消耗资金为10亿航海币。10亿，特么的点亮科研点就花了我几亿了，现在竟然还要这么多，得亏我去了土著大陆，有售卖高级食物这条路子，不然养这条船还真有些吃力。吐槽归吐槽，三金还是给推了身子，咻的一下账户余额就少了一长串。战舰信息上的图片也变了，一条霸气的红色战舰出现，船身上还有一面红旗。船只升级成功，具体信息如下：恭喜您的科研等级达到 LV2级，每日研发改造次数提升至2次，每次研发投入资金可永久享受9.5折，每次研发时间缩短至6小时每次。这10亿花的值啊，老大！
护卫舰各项属性都翻了几倍，最重要的是研发时间和次数都提升了，而且下一个等级竟然是炎夏最新科研成果057型驱逐舰。没错，这家伙最牛逼的2个技能我太记得了，一个是隐身，一个是电磁炮，妥妥的护国神器。想到这强大的武器，三金连忙又投入5000万进行科研。这时叶涛拿着手机进来，快看聊天公屏，又一次全球播报，太有排面了。三金点开公屏，上方飘着几行大大的红色字体，显然是他升级到护卫舰的播报，同时还有成就宝箱奖励。他倒不是想装逼，主要还是向全世界的人展现了炎夏人的实力。果然有不少人冒泡。卧槽！禽兽大神真牛，我的偶像！呜呜，护卫舰啊，能让我摸摸都谢天谢地了。我是炎夏人，我骄傲。卧槽！炎夏这个求生者要不要这么牛？3番2次的全球播报都是他，炎夏这次真的成为全球第1国家了。拉倒吧，升级了1艘战舰而已。不是我说，未来我美丽国的求生者升级成战舰后，肯定比炎夏的那艘战舰厉害。理智点说，这种时候还是别去招惹炎夏比较好。若果是我更想和炎夏的那个风雨交好。比起未来发生什么战争，我还是更希望全世界都能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怎么可能？这世界上只要美丽国这种搅屎棍还在，世界就不可能安宁。楼上的，管好你的嘴！我大美丽国的雅典的女神正在迅猛发展，想超过炎夏国的求生者只是时间问题。公屏滚动，三金并没有太在意其他人了，但美丽国人所说的雅典娜倒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查看了世界战力榜前10，依旧是自己封神榜的人。看来还是太异性了，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挤进来的。老大，咱们军团寻宝船历经1个半月，终于出货了。而且这个宝物从名字来看，好像很厉害。三金也有些惊讶，今天真是好事成倍啊！这么久以来，他都快放弃寻宝了，没想到竟然出了一个能被称为稀世珍宝的东西。他立刻查看信息，宝物名称：海岛定位器。宝物功能：启动后，输入您需要查询的海岛 ID。即可获得对应 ID 下海岛的详细坐标。我靠，看这介绍真是简单粗暴啊！这不就是说，就算有人在网上叫骂，只要老大愿意，就可以配上传送装置，顺着网线直接去干它。这确实算开挂一样的宝物了。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定位器的第1个用处，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它把自己的家人接过来。乍一听小柔的话，三金愣了愣，也怪他自己是个官，根本没考虑这一方面。但他身边的人，包括安雨城，也会经常思念家人。有的人私下已经联系到了家人，但也没办法见面。现在倒有了机会。没问题，这点事情我当然可以答应。你安排下去，收集军团人员还活着的家人 ID， 我可以提供单日自由出海卡给你们。次日一大早，庞大的红色战舰旁站满了人，但因为安雨城还没有联系到自己的父母，出于私心，三金准备先去接沙威母亲。登上护卫舰后，三金使用了一张单日出海自由卡。恭喜您24小时内能自由出海，可使用物理航行或坐标航行方式。这卡真有意思啊，竟然还能使用坐标瞬移模式，和我的传送装置功能相同，但弊端就是只有24小时时效。这么看来还是传送带更牛。船只输入沙威母亲提供的坐标后缓缓消失，几秒后就出现在了一座只有1000多平方米的小型海岛旁。说起来海岛还没有护卫舰大，岛上跑出来2道身影，一个40-50岁的中年女人和一个20岁小麦肤色的少女。两人显然被这个庞然大物吓到了，沙威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跳下船哭着跑了过去。妈，我总算再次见到你了，还好你活下来了。母子2抱头痛哭后，沙威母亲刘小丽竟朝着三金鞠躬，希望能把身边的少女慕容丝也一起带走。阿姨，我也算是你看着长大的，而且你也说了，这个女孩子照顾了你很多，沙威这小子也刚好需要能干的人陪在身边，我没有理由不答应。刘小丽一听松了口气，主要是三金现在一身上位者的气息，再也不是当初来家里蹭饭的穷小子了。但一直没说话的慕容丝悄悄红了脸。沙威需要能干的人，是说哪个能干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寻宝船耗时1个多月寻到宝物海岛定位器后，决定陆续把军团成员的家人接过来，让他们团聚。经过1天的传送，至少上百名成员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儿子，这就是三金的海岛吗？太大了吧！不止大，你看看这电梯房、写字楼、别墅，简直就是个小县城啊！三金现在真出息了。沙威的父母被航海世界折磨了几个月，第一次站在这种地方有点恍惚，刚下船就连连惊叹：爸妈，你们不会还不知道三金他就是世界榜第1的人吧？我们的军团封神榜不会也没听过吧？沙威有些嘚瑟的开口，他的话一旦激起千层浪，刚下地的成员家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三金无奈摇头，这个家伙真是不消停。好了，剩下的安排就交给小柔、春春和沙威了，有什么你们都可以找他们。累了一天，三金回了别墅，拿出手机打开了夏木给他安装的荣耀海岛。游戏背景是一片海洋，注册页面弹出，思索了片刻，他打下一个寿字创建 ID 后，第一次进入了游戏。刚进入就获得了一个初始海岛，类似于冲突部落的模式，基建种田种大势力。随后可以侵略其他玩家的海岛，
侵略成功可以直接霸占该玩家的领土以及获得该玩家的物资，而那名被侵略的战败玩家只能重新开始创建新的小岛，重新开始发展。设定还不错，弱肉强食，还能引起胜负欲之争。如果失败方想要快速的报仇，就只能选择氪金，那钱不就到我的口袋里了？对了，我又想到一个赚钱的好方法。全世界现阶段能用上手机的人不收付的流油，至少也是排得上号的，手里闲钱不少。三金想以自己为诱饵，让夏目给他的账号充值，发展成第一后去攻打其他玩家，引起其他玩家的好胜心理，引起他们的充值欲望。不愧是老大，这种损招都能想出来。目前我们游戏充值榜第一的是美丽国的玩家太阳之光，他充值了34.7万航海币。为了避免被发现您的身份，我先给您充值40万，怎么样？对于这些，三金自然让夏目全权安排。一声叮咚提示音后，他的账号就到账了40万航海币，贵族等级直接提升到了8级。接下来就像玩破解版的游戏一样，短短半小时就在实力榜上排到了第2名，仅次于阳光之下。看来光靠氪金也不行，还需要时间干一干。今天是没办法去侵略这个榜1了，但是这个榜3野原昆之助，一看就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朋友，今天就干他了。说干就干，集结了所有兵力后，三金对着野原昆之助的海岛发起了侵袭，但游戏内却弹出了一个弹窗。老大，樱花国的这家伙使用了免战卡，7天之内是不用担心被人侵略的。售价的话是5万航海币一张，看样子这家伙舍得在游戏花钱，想在时间内攻击他，就必须购买50万航海币一张的强攻卡。一般来说，没几个人买得起。好，就喜欢这种舍得花钱的。后台给我来张强攻卡，今天必须干他。一张强攻卡下去，瞬间对方的海岛就溃不成军，短短几分钟就继承了野原昆之助的所有物资，只留下一个光秃秃海岛在画面上。游戏聊天频道这时疯狂跳动起来，看来有人艾特他，是樱花国的语言直译中文。言下的玩家说：“你是个傻逼吗？我们有什么仇什么怨？你花50万航海币来打我！”气得跳脚的小日子让三金心情大好，他继续挑衅：“没什么，就是看你不顺眼。对了，我也买了免战卡，你有本事可以也买强攻卡来打我，不过估计你也买不起吧？实在不行叫我一声大哥，说不定以后就少打你几次。”你八嘎，等着吧，老子一定要干死你！成功恶心了小日子，又给游戏带来潜在收入的三金心满意足的睡去。第2天是出海日，物资宝箱的地图已经拿给了小柔，他这次准备亲自去一趟土著大陆。刚穿越沙漠到达硕果森林时，他就发现了不对劲。龙鳞，今天你父亲怎么没来？按理说他们每天都比我们早才对。片刻后，树影晃动，一道身影掠来。三金认识这人，龙傲天身边的得力干将王大锤。圣女，不好了！驯兽族控制了族中长老，族长用自己换回了长老，被他们带走了。还有，龙鳞一听，眼泪哗啦啦直掉。三金认真的听了一遍王大锤的描述，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大锤，你刚才说驯兽族身边有一个白皮肤，个子1.9米左右，黄头发绿眼睛，穿着和我服饰类似的人。没错，大祭司认识这人。三金摇了摇头，心中却思绪万千。根据王大锤的描述，这人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欧美的求生者了。他没想到的是，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其他人也接触到了这片土著大陆。这样一来，他手中的高等级食物就不再是独有了，这个优势将会变低，后果很严重。不行，这个人必须处理掉，不管是为了龙族长还是我自己的利益，我都必须去一趟了。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时隔1个多月，为了营救曾经的老丈人，三金又踏上了猎兽族的土著部。大祭司，圣女，是我们没用，现在族长只能靠你们了。龙鳞连忙扶起跪下的那个族人，三金示意哄闹的人群安静。现在我长话短说，族中有没有比较了解驯兽族目前状况的人？有，大祭司，我是族中长老。之前我擒住过驯兽族的族人，逼问出了些情况，他们目前已经有70多头驯服的野兽了，部落中能参加战斗的族人也多达200人以上。三金顺着话音看去，神色微微变了变。你就是这次族长换回来的长老？是的，族长为了救我才让自己陷入了险境，我这条命也是族长给的，我愿意跟你一起去营救族长，请大祭司答应。三金点头，然后拉上脸上满是泪痕的龙鳞进了食屋，严肃地瞟了一眼刚才长老的方向，他看得很清楚，这家伙反骨指数高达90，绝不是什么好东西。龙鳞，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族长被捉和刚才说话的长老脱不了关系。你是说刘长老他和驯兽族有关系？可是刘长老是我父亲最看重的族人啊，作为族中第1长老地位也仅次于我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虽然很吃惊，但龙鳞还是没有对三金的话产生质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从小看着他长大的长辈会突然背叛父亲。之前我不知道，听你说了之后，基本能确定了，这家伙不甘屈居于你父亲之下，只要你父亲回不来了，族长之位迟早是他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驯兽族只是抓走你父亲，而不是对猎兽族进行毁灭性打击。那他刚才说要和我们一起去营救父亲，那岂不是想让我们有去无回？他在族中的声望很大，我去揭穿估计也没几个人会完全信我。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嘎了。三金冷哼一声走出石屋，刘长老立刻担忧地上前询问什么时候出发。他没有回答，抽出一旁王大锤身上的古刀就朝刘长老心脏刺去。三金的综合素质6500，已经远超土著人了，速度快到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但刘长老却只是倒飞出去几米，古刀竟没有刺穿他的皮肉。族人惊呆了，龙鳞连忙站了出来。无论你们信不信，刘某已经叛变，这次父亲被抓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刘某擦了擦嘴边被震出的血液，从心口处拿出已经变形的金属板，面上痛心疾首。圣女，你们不应该这么污蔑我。如果不是因为要出征驯兽族，我做了保险，现在就被你们嘎了。我为了我们族里出生入死，就换来这样的回报。刘某声泪俱下的演技，加上在族中的威望，让所有族人都站在了他的面前。哪怕是一直都十分疼爱龙鳞的三长老也开了口：灵儿，现在族长被抓，我们族里更不能乱。你们拿不出证据就不能动大长老。虽然大祭司很厉害，但我们族人这么多也不是吃素的。被众人保护起来的刘长老暗暗挑衅一下。三金正想硬闯时，高大王大锤走到他身边，一边表面说着劝他冷静的话，一边朝他背在身后的手里塞了一把古刀，然后又退到了几个长老身后，手里又捏了一把古刀。我操，这小子批发古刀的吗？干脆改名王大刀算了。他心里的吐槽还没完，王大锤那边就趁所有人不注意，把古刀插进了刘某的腰子里，惨叫响起。刘长老不可置信地摸着后腰，三长老一脚把王大锤踢开。王大锤，你特娘的失心疯了！你们不相信大祭司，我信。当时从族长被抓，我就怀疑刘某了。他明明就是故意被对方擒住，让族长前去营救。人群乱成一锅粥时，三金闪身来到受伤的刘某面前，把他按倒在地，手里的古刀寒光划过，刘某的脖子上就绽放了一朵绚丽的烟花。在他瞪大眼不甘的失去意识之前，三金冷笑：老匹夫，你当真以为我今天嘎不掉你了？等所有人冷静下来，刘某已经飞升了。三长老转身，人都傻了。他实在是没想到三金的速度这么快。哎，大祭司，不是我们不信你，只是有什么都必须等族长回来处置。你为我们猎兽族做的我都看在眼里，但现在实在是……三长老，我不想为了一个已经飞升的人废话，这件事之后再说。现在还想救族长，就去准备一些驯兽果实，时间不等人。事已至此，三长老只能叹气，让人把刘某抬走，然后开始准备需要的东西。一切准备好，三金直接报出驯兽族坐标。不用惊讶我为什么会知道驯兽族的坐标，但因为不能确定传送的位置会不会处于敌人中间，所以现在需要一个人打头阵先探路，谁愿意？我，大祭司，我来吧。对王大锤，三金还是比其他人更信任的。同意后，他就钻进了已经输入坐标的驯兽族传送带。几十秒后，带回来了安全的消息，一场偷袭即将开始。驯兽族中心地带一栋石屋内，几个土著正举着碗朝上座的白皮肤青年敬酒。最近猎兽族实力突然变得强大，我还十分担心。这一次多亏了凯特大人，我们总算是彻底抓住了猎兽族的命脉。那还用说？和我们美丽国合作，未来整个土著世界都会是你们驯兽族的天下。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猎兽族族长被捉后，驯兽族人对美丽国求生者凯特更信任了。话说回来，凯特大人，您为什么不让我们处死龙傲天？按理说现在他也没什么作用了，留着他夜长梦多啊。族长别慌，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在短时间内突然拥有这么多猛兽兵团的吗？啊，对，我还忘了这茬了。但龙傲天一向嘴硬，怕是没那么容易逼问出来啊。猜，等去土著大陆见他那些族人的时候，不说就杀一个，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迟早会说的。凯特的话让驯兽族几人兴奋不已，他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简直绝了！龙傲天这种护犊子的人肯定会如实交代的，到时候他们成为土著第一部落指日可待。而距离中心部落几公里外的树林里，一队人和数只猛兽正悄声前进。阿祭司，应该快到驯兽族部落了，我们什么时候动手？等会我单独先去试着把族长救出来，你们再接应我，以免我们突然一起进攻，对方急了就怕族长。另外，大锤帮我吸引对方注意力。方案敲定后，其他人藏在了距离1000米左右的树林中。三金继续前行，他摸到了一座石屋后方，里面传来了不堪入耳的声音。凯特大人，龙傲天女儿那可嫩得像朵花一样，到时候你不要了能不能留给我？说实话，我早就想试试了。听到这话，三金沉了脸色，但现在救人要紧，只能继续朝着关押着龙傲天的石屋继续摸过去。另一边，王大锤则开始在山头吸引敌方注意力。驯兽族的孙子们，你大锤爷爷来了，赶紧出来受嘎！敢把我们族长给绑了，还不赶紧放了他！他的突然出现把驯兽族人都吓了一跳，石屋里的高层们立刻警戒起来，纷纷跑出屋子，看向远处的王大锤。凯特更是面带怒意：金族长，你不是说猎兽族人必须通过土著大陆上你安排的人才可以到你的领地吗？现在是怎么回事？家都要被抽了！不应该啊！猎兽族的人怎么可能直接就到我们部落了？
凯特大人别生气，看样子只有他一人，可能是混进了我的人里，不足为惧。该子，去把龙傲天给绑过来再说。我总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凯特蹩脚的中文刚说完，却发现2道人影从关押的石屋中冲出，外面看守的人已经倒地不起，还没来得及叫骂，一阵地动山摇，无数的猎兽族人和猛兽快速靠近。快集合，有敌袭！赛叉，我被你这个狗东西害惨了。三金懒得看他们狗咬狗，一脚把凯特踩在了脚下。猎兽族的人和兽也以压倒性的优势开始涌入驯兽族部落，顿时叫声四起。凯特意识到了自己完全不是三金的对手，连忙求饶：“你别赶我也只是因为会说中文才被派到这里协助驯兽族的。我老大想要突出大陆的物资，一切交易都是他和驯兽族达成的，和我没有关系啊！看在我是美丽国的人，放我一马吧。”去特么的，还美丽国人！哪怕你是我们炎夏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我可以不杀你，你老实说清楚，你老大是谁？军团名字？我说，老大他是美丽国第一人，ID 名是雅典娜，军团黑玫瑰，我知道的全都说了。我发誓。三金挑眉，转头直接对龙傲天说明了这人就是这次绑架他的罪魁祸首。随他说出，龙傲天会意的点了点头，抓起斧头朝他走了过去。凯特惊恐的后退，眼下人不争气，又说好了不赶我。赛叉，背信弃义，你等着吧，老大一定会为我报仇的。背信弃义？我这不是没赶你吗？这只是你和猎兽族的恩怨而已，我可管不着。凯特在惊恐中永远闭上眼，这点小插曲没有影响进程。猎兽族很快就肃清了驯兽族的部落，东西也一扫而光。缴获的传送带又一次落到了三金的手里。回到自己的部落时，等候多时的龙鳞重重松了口气，扑进龙傲天怀里，大哭了一场。族长，事情解决了，我也该回去了。以后你可要管好自己的部落，别再让有心之人有机可乘了。经过此事，龙傲天对三金更满意了，他恨不得把族长之位传给对方。三金只能无奈地带着龙鳞返回土著大陆去和大部队会合。天色渐晚，此时的美丽国海域一座还算宽广的私人海岛上的小别墅里，2个20出头的白人女性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个女人拿着的手机里是一张照片，正是凯特在发现三金的第一时间拍下来传送过来的。姐姐，我们要不要赌一赌？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世界第一的禽兽大佬。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嘎了凯特后，三金被美丽国榜一的双生姐妹安妮和安娜盯上了。妹妹，或许还有其他人也在偶然间接触到了土著大陆，这并不能就认定这人就是禽兽，毕竟世界第一哪能说遇上就遇上了。如果他真是禽兽，那姐姐就去把他拿下好不好？我们姐妹就从此不就有靠山了。其实要验证也很简单。安娜灿烂一笑，点开手机里的无尽航海软件，花费1000航海币对禽兽开启了私信窗口，并且把那张照片发了过去。禽兽大佬，你长得挺帅的嘛，你今天把我的小弟给杀了，你该怎么补偿我呢？不如就以你们炎夏的习俗以身相许，怎么样？刚从土著大陆回到私人海岛的三金收到这条信息时也有些意外，对面 ID 名是雅典娜，还有自己在驯兽族的照片，显然就是凯特的老大了。这个女人想干嘛？我嘎了她的手下，竟然还要我以身相许？不好意思啊，我这人很挑的，你不行。手机对面的安娜收到回复，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激动不已，自己赌对了。照片里的男人果然就是禽兽，他毫不犹豫地拍了一张呼之欲出南北半球的照片传了过去。大佬，看看再做决定吗？被白花花的图片晃了眼睛，三金无语地关了对话框。他对敌人实在是没什么兴趣，还不如玩一局游戏来的自在。正好看看野原坤之助有没有氪金来报仇。果然，他已经从充值排行榜1掉到了榜3了。太阳之光和野原坤之助都各充值了近50万航海币。三金双眼一亮，看来自己又赚了。不过野原坤之助竟然没舍得花50万航海币买强攻卡，这怎么行？想到这，他又打开游戏聊天频道，直接艾特对方，一顿几百个嘲讽发了过去。大发，这个炎夏人太过分了，昨天莫名其妙攻击我就算了，今天还来挑衅。姐姐，你再给我50万吧，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樱花国海域的某座中型海岛上，简单装修的别墅里坐着一男一女，女人容貌极美，但男子却是个宅男的形象。因为生气，脸上的脂肪都在抖动。女人抬头有些不赞同地看着他。港交，一套别墅的图纸才要20万，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的航海币也挣得很辛苦。村前港交一听姐姐的话，20岁的大男人竟大哭起来。他知道姐姐就是伏地魔，什么都会答应的。果然，村前如娇叹了一口气，把剩的并不多的航海币转了50万过去。肥宅男立刻停止了大哭，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张强攻卡，直接开始侵占三金的游戏海岛。尊敬的岛主兽，您的海岛正在被野原坤之助使用强攻卡攻击，请尽快反击，否则将会被抢夺一切资源。三金自然是收到了游戏提醒，但他并没有反击，他的目的达到了挣钱就行。如果再反击，对方可能会弃游，到时候得不偿失。甚至他还在被入侵后，在聊天频道像模像样的发泄叫骂。野原坤之助，你有种，等着吧，我会复仇的。叫骂后，三金不再逮着一只羊毛薅，下了游戏打开了仓库。通过这些天的积累，
又新合成了一个至臻物资宝箱。他满怀期待的读取信息后，脸垮了下来。靠，1000个物资宝箱合成的至臻，里面就他妈的放了1000升的纯净水，要不要这么坑？面对这个结果，三金心情一落千丈。好不容易才凑齐的1000个物资宝箱就打了水漂，但这也从侧面看出天赋果实这种东西不是那么好得到的。看这个至臻宝箱，他是不打算开了，只能上架等一个有钱的冤大头。没想到点击上架时，一个弹窗弹出，检测到上架至臻物资宝箱，推荐分解，每次分解消耗5%，分裂后可回收950个物资宝箱，是否分解？看完提示，一刻也没有犹豫，他直接选了分解。开玩笑。回收950个物资宝箱后，他只需要再加50个进去，就又能合成一个新的至臻，何乐而不为？分解动画后，三金留了个心眼，把回收的宝箱都读取了一遍。哈哈哈，天无绝人之路啊！回收的物资宝箱竟然是随机生成的，里面竟然有采光品质的全能果，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紫光品质的东西，这算是垃圾换回金子了。因为这件事，三金心情好了不少。时间也接近0点了，洗了澡的安雨橙红着脸走过来，欲言又止。那个三金哥哥，我想。今天是你们来到无尽航海的第80天，鉴于有求生者迟迟没有将船只升级到 LV2 级，为了加快各位的求生进度，特此开展扶贫计划。有意者可点击详情报名参加。从航海屏幕里突然发出的声音打断了安雨橙的话，他跺了跺脚，气呼呼的去点开了弹窗。具体详情如下，请仔细阅读。看完这一长串的具体事项，三金和安雨橙对视了一眼。怎么说，咱们要报名参加这个计划吗？呵，看来是部分求生者进程太慢了。这个世界急了，现在却让我们来负责捐赠物资，报个屁的名！虽然后期会返还物资，但好像也没什么好处，有些吃力不讨好的意思啊。确实，捐赠第1名，除了绝世善人这个称号，就没有其他好处了。那算了吧。听他一说，出于直觉，三金使用金手指读取了称号隐藏价值。信息已读取，绝世善人称号徽章效果。拥有此徽章后，通过商户出售的物资获利，将享有200%的航海币加成。我操，200%，这不得起飞了！宝贝快！我们不但要报名，还必须夺得第1。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航海系统为了加快进度推出了扶贫计划。看透其中好处的三金毫不犹豫报了名，立志成为绝世善人。客厅里，这件事就交给我和纯纯吧，第1名我们拿定了。另外，刚才纯纯说贸易船和寻宝船都带回了好消息，你赶紧去看看。三金一听顿时有了兴趣，寻宝船是轻易不出货，出货就是好东西啊。他几步就回到了办公桌旁，快速点开军团船场。您派往无尽航海19海域陆地板块进行贸易的贸易船已成功返航。他思索了几秒，直接使用了那本远程武器制作指南大全。航海屏幕的制作页面就多出来了一个远程武器的分类，点开里面赫然是木质弓箭和箭羽的制作项目，这让三金有些失望。这么牛逼的名字就知道，木质的弓箭应该还没有我的弓弩厉害吧？恭喜您获得远程武器制作指南大全，当前等级 LV1 级可制作武器，木质弓箭；下一等级可制作武器，袖箭、钢弩。制作500副木质弓箭和箭羽后，可升级到下1级。对不起，我收回我的话，原来这玩意还能升级啊！枪械也属于远程武器吧？那是不是说不久我就能拥有热武器了？三金立刻添加材料，500副木质弓箭套装需要的材料仅1000公斤木材。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制作时间12小时，他只能把目光再次放到期待已久的寻宝船身上。上次寻宝船带回的海岛定位器就是开挂一般的存在，按理说这次也不会差。可打开寻宝船的仓库，得到的仅仅是一瓶巴掌大小的喷雾，名为一喷即好。功能介绍只有几个字：万物皆可喷。一喷即好，那是不是能修复纯纯脸上的疤痕？试试。纯纯，进来给你看个宝贝。纯纯脸蛋红扑扑的走了进来，刚才三金的话也太让人误会了。门口则是伸进来几个脑袋偷看，他没有过多的解释，直接把喷雾递给了纯纯，让他往脸上喷。纯纯愣了一下，但还是没有任何质疑的照做。下一秒，那条长长的伤疤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甚至经历了风吹日晒，皮肤都变得像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嫩滑，像是感觉到了变化。他颤抖着手摸到了脸部，随后不可思议地看向三金。老大，我的脸恢复了，我的脸真的恢复了。确实好了，看来这东西真的是个宝贝啊！沙雕你也别在门外面偷看了，趁你的手还没有完全恢复，来试试这个。哈，这玩意还能隔着皮肉接骨吗？哎呦卧槽，这特么的还真神了啊，老大！我有一个想法，那啥，能不能再让我喷一下我的小莎莎？滚！老子这东西金贵着呢，你以为是阿三神油啊？时间一转，傍晚时分，小柔带来一个消息：老大，通过上次顺利帮成员寻找家人后，我们面向全世界推出的寻亲业务也提上了日程了。目前标价1万航海币，预约的人非常多。我的船只一次能容纳500人寻亲，出海一次能赚500万左右。要不说你办事牢靠呢，这就开始盈利了。
需要单日自由出海卡就告诉我，我这里还有很多。还有件事情，我这次出去遇到了一个曾经蓝星上的名人，某运射箭冠军薛乐乐。因为我们团队缺少这样的人才，我已经邀请他加入我们军团了。不知道老大对于他有没有什么安排？你不会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吧？我现在需要远程武器的高手，你马上就给我送过来了。而且我记得这薛乐乐算是射箭天才啊，立刻让他去里标的武装部报道，务必在短时间内提高武装部的整体实力。小柔，仓库里应该已经有500套木质弓箭了，先给他们拿过去吧。三金哥哥，宝贝，我得打断你一下，我们都算结婚了，你应该改称呼了。老公，远程武器制作项目已经升到2级了，目前能制作的袖箭和钢弩我已经添加了材料，下一级能制作的武器竟然有弩炮了，我尽量加快进程。辛苦你了，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交给其他人的，你非要自己干。我也想出一份力嘛。对了，我们的战舰军团今天达到 LV4 级了，我看了一下，有2个更新的东西，你应该感兴趣，去看看吧。新增的船只研究所和开荒船。目标开荒船，信息已读取。无尽航海世界非常的辽阔，尚未探索的区域高达 80%。利用开荒船，可对未知区域进行探索。若是探索到了神秘海岛或者陆地，可进行标记。标记成功后，标记者将成为岛主。岛主可在出海日或者利用单日自由出海卡前往开荒船所标记的海岛或陆地进行登陆深入探索。卧槽，岛主！我本来还在想着，等战舰军团升级后巨献出来，就能拥有第2个自己的岛屿了，还是格局小了呀？能拥有的岛屿何止2个？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战舰军团升级更新的开荒船功能逆天，三金果断买入。咦，升级后所有船只的上限都变成了2艘，就意味着所有的船只都能载个入水1艘了。那我能得到的所有物资都将翻倍啊！买它！成功购买后，船只出行页面有4艘船、渔船、贸易船、寻宝船、开荒船都各有2艘。三金轻车熟路的在平面地图上选定坐标后，派遣船只出海。但新的船只开荒船在选坐标时，屏幕上出现的却是一颗巨大星球。除了小部分蔚蓝色的海洋之外，80%以上的区域都被黑雾笼罩。这漆黑的区域显然就是开荒船要进入探索的范围。老公，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大的吗？求生者们近100亿，才在海上占了不到2%的领土，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别纠结了，把所有船只都派出去再说。船只多了，有收获的可能性就更大。总觉得我们离这个世界的真相更近了一步。对了，远程武器的制作等级经验刚才升级到 LV3 级了，你看看。远程武器制作指南大全，当前等级 LV3 10000分之2000。通用手枪，意思是到 LV4 级时，我终于能制作热武器了。这应该是无尽航海出现的第1个热武器吧？没错，还需要8000经验才能升级。我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木材，直接做8000份木剑就行了，只是时间需要近2天。这点时间不算什么，做出来的木剑正好给成员们1人配1套用于练习。宝贝，你继续看着扶贫计划的事，我去找那个射箭冠军商量一下。老娘刚才在换衣服，你眼睛不想要了？三金连忙退到屋外，一个御姐类型的漂亮女人手里拿着弓缓缓走出来，高冷无比。刚赶到的小柔无奈上前，老大，忘了给你说了，薛乐乐性格火爆，而且他也不知道是你，别介意啊，我为他道个歉。我也没想到是老大，对不起。听着薛乐乐生硬的道歉，三金随意的摆了摆手，用这把破旧的自制弓箭就能射得又准又快，证明你是真的有本事。给你一个任务，把武装部的人训练出来，至少能射出稳当的一箭。目前能使用的是航海世界出品的木质弓箭，之后我会给你们配合金弓箭或弩。合金弓箭你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在航海系统里搜索过，连木箭都没有，手里这把还是我自己用树枝和藤蔓做的。乐乐，这只是最普通的东西而已，以后你就会知道老大有多厉害了。现在先去完成老大安排的事情吧。薛乐乐虽然满腹疑问，但清冷的性格还是让他没有多说，只是对眼前这个综合属性超过了8000的男人更高看了一眼。夕阳下，薛乐乐板着脸对着面前武装部的2000人进行严格的魔鬼训练。都给我认真的练，我已经把所有技巧最简短的教给了你们，明天之前必须给老大一个满意的结果。众人应答的声音传了很远，直到月光照亮了海岛。站在高处暗自观看的三金和小柔对视了一眼，这薛乐乐确实有能力，短短几小时，明显能感觉武装部脱胎换骨的剑术。人家好歹也是世界冠军呢。对了，老大，你派出去的8艘军团船只返航了，2艘寻宝船依旧没货，其中1艘渔船捕获了1条魔法黄带鱼，1艘贸易船带回了魔法招财树和手机批发商资质，1艘开荒船竟然发现了未知海岛，已经标记了。还是船多机会多呀，2艘开荒船第一次出海就有1艘标记了海岛，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确实是个惊喜，我准备明天就带人过去看看。
但目前我觉得那个手机批发商资质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作为一个商人就必须研究研究。还真有，现在马上要进入第4阶段了，手机使用率也在飞速增长，能买得起手机的求生者也会更多，这绝对是一个商机。三金点开手机批发按钮，里边全品类的手机，黑米、iPod、大米、OPPO、3月，在蓝星有的这里应有尽有，最低批发100不起。但很快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批发界面里面有这么多种类的手机，可商城界面里却只售卖华丽一款，最便宜的都要15万行海币。我靠，这可是大大的机会！如果我从批发界面进货单价6.3万行海币的黑米，出售价格标为9.9万，比商城里的华丽便宜了5万多，性能也不错，那求生者们肯定更愿意在我这里买呀。您正在批发黑米 K70 100部，总价630万行海币，检测到您拥有1折科技券，折后共63万行海币，是否批发？我终于体会到黄牛的快乐了，100部手机才63万，出售后至少能挣900多万啊，也就是转手一次的事而已。好啦，出售手机的事交给别人就行了，你赶紧喝了牛奶睡觉。明天不是要去开荒船在未知区域标记的海岛探险吗？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升级后新出的开荒船第一次去未知区域就探索到了一座海岛。次日三金就带上临时训练的弓箭部队准备前往。这就是你的船只吗？果然是一艘庞然大物。之前的全球播报不是已经介绍过了吗？好了，马上就要到未知海岛了，你让武装部都做好准备的。看着眼前的一幕，薛乐了。李彪和武装部的人都不由得咽了咽口水。老大，我怎么感觉这座海岛比土著大陆还要可怕啊？虽然我不知道土著大陆是什么样，但这里植被实在是太过于茂盛和庞大了，看起来比地球上的原始森林还瘆人。我们真的要进去吗？进？怎么不进？这是开荒船标记的第一个海岛，我们如果连进去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开疆拓土？是我狭隘了，老大，我这就走前方给你们探路。你慢点，这种环境里肯定蛇虫鼠子很多，说不定还有瘴气，安全重要啊！一行人有惊无险地穿过了最外圈的森林，眼前的路逐渐开阔了些，树木也稀疏了起来，一条奔流的溪流出现。老大，四周看起来像是有动物或者人群的活动轨迹，这座岛上应该是有土著人的，我们小心一些，别和他们起冲突，应该就没问题了。信息已读取，海岛名称：兽人岛。海岛介绍：岛内居住着远古时期便孕育而生的兽人族，兽人族拥有远超人类的身体素质，若是能与之示好达成合作或者联盟，兽人族将是你征战这片世界的得力战将。卧槽，兽人，是我理解的那个兽人吗？这种被幻想出来的种族原来真的存在，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肤白貌美的猫儿娘？老大，快看，那边是什么？我操！啊！救救我！我眼睛坏了，竟然看到妖怪了！冷静，我们应该是见到传说中的兽人了。李彪带着武装部原地待命。薛乐乐，你跟我摸近点，查探清楚什么情况。这些兽人长得怎么这么彪悍？一点也不是那种萌妹子的样子，幻灭了呀！老大，看情况他们好像遇到什么困难了，每个兽人的脸上都很焦急。信息已读取，种族：兽人族，虎，姓名：穆斯，年龄18，天赋等级 SSS， 综合属性19818，目前状态中毒，被剧毒的内陆太攀蛇所咬，一滴毒液足以杀死20万只老鼠。什么？3S 级的天赋，刚成年综合属性就近2万，这是什么变态种族？打肯定是打不过了，不过嘿嘿，现在正是和他们交好的机会啊！乐乐，你就在这石头后面等我，我去和他们建交。当然，如果有危险，你先跑，我们是干不过这些兽人的。好歹你也是航海世界出品的稀世珍宝，别给我掉链子啊！一只长得很丑陋的猴子，你从哪里来？有什么目的？你特么才是猴子，你全家都是猴子。我是谁，从哪里来不重要，只是我能治好他。他是被毒蛇咬伤，伤口在脚踝处，我说的对吧？你说的是真的。如果真的能治好他，不管你长得有多丑，都将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谢谢你啊，你才长得丑。您醒了，天神保佑，您终于醒了。还好，您没事，首领。所以，我救的是你们的首领。首领，是这个外来的猴子救了您。我是虎族穆斯，恩人来自猴族吗？这次你救了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开口，我不想欠人恩情。算了，我也懒得计较你们说话不好听了。这次也是无意间发现了你们的岛屿，如果知道这里已经有族群安营扎寨，我也不会上来寻找特殊物资。特殊物资？那是什么东西？
啊，你可以理解为你们也不知道什么用途的东西。这玩意坚硬无比，应该是个好东西。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登陆未知海域的海岛时，三金遇见了传说中的兽人族，并意外救了首领。首领为了报答，找出特殊物资送给三金。三金无语地看着虎女献宝一样让人搬出来的大黑石头。首领，恕我直言，这只是最普通的铁矿石而已，并不是什么宝贝。看来这些兽人因为没有接触人类文明，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我还是自己读取吧。信息已读取，目标兽人岛，具体信息如下。娘哎，高等级食物倒无所谓，这满屏的天赋果实是怎么回事？我特么1000个物资宝箱才合成一个至臻宝箱，还不一定能开出来，这里遍地都是啊！难怪这胡二娘的天赋竟然是3S 级的，那必须薅一波呀！恩人，你有什么需要的不妨说出来，你这样我害怕。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需要你岛上的一种水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割爱？水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食物，我们族群太依赖食物了，这个恐怕……首领，我当然不会白要，而是要和你做个交易。我给你们提供一个食物水果更充沛，而且还没有你们岛上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们允许我的人在这里收集物资就行。既然恩人这么说了，那我作为首领必须先去看一下你说的那个地方再决定。那就请吧。那个恩人，我们往哪走？不会是往这个里面钻吧？首领，不可以啊！这个奇怪的东西看起来不算大，里面却漆黑一片，外加人的。如果恩人要害我，最开始就不应该救我，我信他。传送带在三金的授意下变大，刚好够圆通过。虎女脚刚踏进去就消失了，兽族人安静了2秒。首领呢？你对我们首领做了什么？放心吧，他安然无恙。实在不信，你们也可以进去看看。兽族人集体后退了一步，惊恐地望着传送带，最后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去。几个兽人到达土著大陆，看着眼前春意盎然、硕果累累的场景时，忘了再惊恐，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三金。这里果然比我们领地上的食物多得多，而且几乎没有能威胁到你们的东西。现在怎么说？如果同意合作，我必须先声明，碰到土著大陆其他的采集者，不可以主动挑衅，毕竟你们的力量太强了。这片土地的资源非常诱人，相比起来，我领地上的不值一提。我同意和你合作，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同盟了。那就这么说定了，今天你们就可以开始收集，以后我会派人去你的海岛上对接。现在我也回你的领地取我需要的东西了，天黑之前会来接你们回去。虎女点头，三金通过传送带回了兽人岛，与兽人岛上等候的薛乐乐、李彪和武装部会合，然后穿越茂密的森林，来到一棵巨大的树前。薛乐乐惊讶地看着20米高、2-3米粗、泛着蓝光的大树。好漂亮的树啊！地球上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植物，上面闪着蓝光的果实是什么？一时半会解释不清楚，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个东西能让我们无限制的变强就行了，别浪费时间了，能摘多少摘多少。三金跳起10几米，落在树木延伸出的枝干上，毫不客气地采摘起来。薛乐乐、李彪和武装部的人也紧随其后跳了上去，把这棵树薅得干干净净，树叶飘落，所有人回到了地面，看着地上一堆成山的果子。老大，我们会不会太过分了啊？薅得光秃秃的，兽人族问起来怎么办？不用担心，兽人岛上有不少天赋果树，再说兽人需要的食物和水果在土著大陆上无限供应，这个交易他们很喜欢，快把这些从传送带转移回去再说吧。李彪和武装部开始陆续把天赋果小心地放进传送带。太阳要落山了，传送完果子，三金又一个人设定坐标去土著大陆接兽人族回岛。虎女带着兽人族在夕阳下的海边送别三金等人，兽人族看着庞大的红色战舰，脸上全是惊恐，窃窃私语。恩人，这是什么东西？穆斯首领别慌，我们就是乘坐它来到你的领地的，未来每3天左右我就会派人来岛上送你们去土著大陆。回到私人海岛，三金交代小柔把天赋果好好保存，这一批果子能让上百人的天赋升级到3S，但未来需要论功行赏，不急于一时。办公室里，军团出海寻回来的物资宝箱，加上之前分解的，又能合成至臻物资宝箱了。他搓了搓手，点击合成。信息已读取，宝箱类型：至臻物资宝箱，宝箱品质：至臻采光，宝箱内物品 SS 级全能升级卡。至臻品质的至臻宝箱，这属于最顶级的宝箱了吧？不过这 SS 级全能升级卡会不会和天赋果的功能重合啊？信息已读取，如果对某 B 级天赋求生者使用后，对方的天赋等级提升至 SS 级，综合属性将提升到 SS 级巅峰值49999。我操，无情！这太特么的恐怖了呀！
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兽人族薅了无数珍贵无比的天赋果后，又在至臻宝箱中开出了可以直接把综合属性提升到49999的 SS 级全能升级卡。这把属实赚了。虽然很想马上把自己的综合属性升级到这样的高度，但我似乎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能把这张卡最大化地用起来。已成功将普通山泉眼提升至 SS 级，物资具体功效如下，请仔细阅读。不愧是 SS 级水源的功效啊！喝第一个100毫升就可以直接无副作用增长600综合属性值，之后饮用的每100毫升能增长30综合属性。最可怕的是还每天不限量，这么下去，每个人很快就能到自己天赋等级的临界值，那个时候收集的天赋果才能真正发挥出作用来。信息已读取：姓名3金，力量属性3911，敏捷属性3551，体力属性3659，综合属性11121。难怪这么长，竟然上涨了1800点综合属性，算下来我竟然一口气喝了近4升的水。不行，得让沙雕和叶涛这两狗贼也撑一场。哎呦，撑死了！我肯定喝的最多，现在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拉倒吧，老子喝的肯定比你多。老大，这玩意功效这么牛逼，我们完全可以再赚一波，还是按照之前的饥饿营销来限购。我们拥有天赋果，永远不用担心别人的综合属性高过我们，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我刚才就想告诉你，我们的扶贫计划已经援助了超过1半的1级船只，目前稳坐第1了。也就是说，绝世善人的称号已经是囊中之物了。到时候出售山泉水收益会翻倍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该怎么定价？之前出售的等级食物最多也就 B 级 A 级，山泉水可是 SS 级。各位，喝100毫升就能立刻增长600综合属性的水，马上开始拍卖，先到先得。沙雕。这里是5升水，每100毫升1份开始竞拍，接下来就看你的了。666啊哥，马上开工！真的假的？100毫升就能加600点综合属性，吹牛呢吧？楼上的，你是原始人吗？你不认识禽兽大佬？他出售的东西就没有假的。我已经准备好砸锅卖铁也要竞拍了。对，禽兽大佬，快递交价！我的已经等不及了的干活，一切准备就绪。沙威在输入竞拍山泉水关键字样后，拍卖正式开始，顿时聊天频道哄闹了起来。我要竞拍 SS 级山泉水，1000航海币，2000航海币，5000航海币，5万航海币，老子势在必得，8万。哎呦不错哦，第1轮成交价10万，这比我预想的更多。第一个人交易后，迫不及待地从仓库取出了其貌不扬的水，没有犹豫，直接一口喝了下去。感受到力量的增加后，立刻发出了消息：家人们谁懂啊？我特么的辛辛苦苦几个月，还不如喝着一口水增长的力量多，买它！因为这人的反馈，顿时竞拍的人更多了，价格一度超过了10万，最高达到了16、17万一份。拍卖结束后几天内，3金决定把山泉水上架，价格定在了10.5万，自然又引起了哄抢。3天后，老大，我这有个你感兴趣的东西。安雨城管的严，还是算了吧。你想什么呢？哼，自己看看吧。哟呵，武器制作这么快就升级到4级了，做这把东西要用到的材料应该不普通吧？的确，制作材料竟然需要 C 级或者以上的铁矿石。好在上次你从兽人岛带了1块回来，刚好制作5把枪和70发子弹。走吧，现在去试试这玩意儿的威力。我没看错吧？竟然做出来了，比我之前在部队时摸过的更有质感，而且很重，至少有5000克。老大，能不能让我试试？3金环顾四周，指了指100米开外的一块大石头，然后示意李彪开枪。李彪点头，抬起手开了一枪，子弹急速划过空中，砰的一声，花岗岩烟尘滚滚，枪口冒着烟雾。李彪呆了，这威力太大了吧！直接把这么大一块花岗岩贯穿震成了碎块，果然不愧是航海世界的东西。废话，它的制作材料可是 B 级铁矿石，你准备再去兽人岛弄些回来。收到。带等级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如果以后能找到3S 级别的铁矿石，那热武器的威力简直无法想象。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用 B 级铁矿石制作出了第一批热武器。李彪被派去兽人岛，开始大量收集高等级铁矿石。除了核心成员外，军团考核出近100人成立护卫队。几天后，这段时间咱们军团发展迅猛，我负责的扶贫计划也顺利完成。也就是说，航海世界已经正式进入第4阶段。第
第4阶段航海须知。这些更新内容里比较重要的有航海银行的推出、海域世界大合并、交易大厅关闭实行商户模式和开放自由出海权，大家都可以立刻了解一下。航海银行贷款日利率1.25%，存款日利率1.05%，黑心了点吧？还好我们不差这点钱。黑心吗？不黑心吧？毕竟我投资了25亿航海币进去，和航海世界各持股50%，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有我的。我操，25亿！老大，你知不知道我和小柔挣钱多难啊？一下就干掉快一半。投资有风险，万一别人借出去不还，那我们不是血本无归吗？别激动，借贷前航海系统会评估借贷人的所有固定和隐形资产，会控制借贷上限。当对方没有按时还款，会强制执行。以这个利率，投资银行会是我们最赚钱的生意。老大，这个商户竞拍有点意思啊！整个航海世界一共就推出100个商铺，从编号001到100号，排名越靠前，推荐效果越好。咱们要不要把这001商铺拿下？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交易大厅功能关闭了，以后想要出售物品必须有自己的商铺，那不如就直接要最好的。听完两人的建议，三金淡淡一笑，心中早就有了决定。我给你们3个亿，至少给我拿下1半的商铺。我的目标从来不是1号商铺，要做就直接垄断。有老大这句话，我们定不辱命。负责经济的小柔和沙威投入了下午竞拍的准备工作。三金继续看他最关心的徽章称号，点开详情后，但例如他也不由得愣住。检测到无尽航海进入第4阶段，徽章系统正式开启。您获得的徽章如下，功能请仔细阅读。竟然有整整5个徽章：绝世善人、天下第一、富甲一方、最强军团、传奇海岛、天下商铺。这些徽章能给我和我的军团带来的加成，简直强到离谱。老公，第4阶段开始，航海世界就不再给我们分配出海的海岛了。想要出海，完全靠物理航行自由探索。这种情况下，军团出海可能几天都没收获，必须要有某座岛的航海坐标才能直线到达。没关系，我们的阵地早就不在海岛上了。未来还是专攻土著大陆，需要出海的时候，我会提供航海坐标。说到这，三金像是想到了什么，双眼猛然亮起来。我真他妈是个天才，又想到了一个挣钱的方法。他低头打开了聊天频道。果然现在一团乱。卧槽！现在这破世界不给我们分配神秘海岛了，真的太坑了！我一大早就操控船只出海了，航行了几个小时，毛都没看见。救命啊！我已经在海上转了大半天了，还是茫茫一片大海，该怎么回家？楼上的，你输入自己私人海岛的坐标，船只会朝着坐标返航的，不用谢我。对呀，坐标，大哥们谁有神秘海岛坐标，我愿意花钱买。浏览结束，三金歪嘴一笑。这不就是挣钱最简单的办法吗？航海世界的海岛编号都是有序的，他随意挑选了250号和666号，然后读取海岛坐标。信息已读取，详情如下。预料之中的结果，三金叫来纯纯和安雨成，把他得到的每一个坐标建立了一个名为神秘海岛坐标盲盒的文件档录入，只等商铺拍下来就上架。弄得差不多了，商铺那边还没结束，我们要不要趁下午出海看看附近究竟有没有其他人的私人海岛？三金点头，他正有此意。今天开始就能自由航行了，如果周围有其他人的私人海岛，他必须纳入自己的麾下才能安心。除了安雨成和纯纯以外，三金随意带了几只宠物，登上巡洋舰就朝着东边航行。约莫1小时后，一个小小的黑点出现在了远方的海岸线。这个海岛只有几万平米，长宽100-200米，比起三金的巡洋舰只大几倍。这个庞然大物的靠岸的动静，把岛上木屋里的居民吓了出来，约莫上百人。最大房屋里一男一女，女的看到巡洋舰后眉头紧皱。雨桐，那是什么？废物，看不出来吗？我们要被侵略了！周雨桐转身打了沸羊羊一巴掌。沸羊羊眼底闪过愠怒，但最后叹了一口气，还是上前安慰：“别生气，雨桐，我去和他们谈判。”踏上海岛的三金因为属性极高，远远就看见了周雨桐。他像是回忆了起了什么，嘴角勾起冷笑，然后带着众人缓缓走了过去。岛上惶恐的居民自动让开一条道路。随着他的走近，周雨桐脸上全是惊恐，浑身打着哆嗦。竟然是你！这艘巡洋舰，你加入封神榜了。作为曾经三金的上司，只因为对方不阿谀奉承周雨桐就极力打压，更经常大骂三金孤儿，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沸羊羊眼看两人之间气氛不对，连忙站出来深鞠躬。如果雨桐曾经有什么得罪你的，我在这里为他道歉，请放过他一次。三金不说话，眼神冰冷地看着周雨桐。上位者当久了，不自然就释放出了冰冷的气息。周雨桐浑身抖得更厉害了。别赶我愿意臣服，哪怕当你身边的一条狗，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要别伤我。听到他这么说，沸羊羊不可置信，自己舔了半年的女人竟然这么恶心人。他连忙拉住周雨桐阻止他，没想到被反手又打了一巴掌。滚开，废物！就你这副窝囊样还好意思当老大？别特么挡我的道！
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自由出海第1日，就意外发现了附近的私人海岛，岛上竟然还是熟人。被扇了几巴掌的沸羊羊喘着粗气，他指着周雨彤心里拿气。周雨彤，自从遇见你，老子就对你掏心掏肺，好不容易建立的海岛也都拱手给你，你特么就是这么对我的？呵呵，是我让你这么对我的吗？你就是一条舔狗，别特么逼逼了。看着这场闹剧，三金有些不耐烦了，他直接挥手，小咪和虎儿长笑一声，朝周雨彤扑了过去。不，你不能伤我！沸羊羊，你特么快救我啊！周雨彤尖利的哀嚎响起，沸羊羊像是下定了决心，转过头不再看，直到再也没有了声音。三金身上冷寂的气息让所有人都不敢动。安雨成站了出来。这位沸羊羊先生，我们来自封神榜军团，来这里的目的应该你很清楚。我知道，合并也好，我这点实力根本护不住自己，迟早会被侵略。感谢你们留我岛上居民一命。没有多留，巡洋舰带着20几艘船号荡远航。当近距离看到那个长宽超过10公里的私人海岛时，沸羊羊肃然起敬。去特么的爱情，搞事业才是正途。回了岛，三金就召开了高层会议。今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自由航海时代的开启会迎来吞并热潮，我们必须做先驱者。我将海岛划分了区域，皆由对应的人监管。中心区域命名金城，由我和三金管理，所有城区都听命于金城。其余区域划分为7城，小柔、纯纯、沙威、叶涛、李彪、龙鳞、薛乐乐各自管理。众人听说后惊讶中也带着感动，老大这是信任他们，把权力直接下放。也别高兴得太快，既然分了区，那就有竞争和比赛。这次吞并热潮，你们必须争个1-2，完成海岛蜕变的任务。任务下达后，所有人紧张了起来。分配了成员后，各自登上自己的巨轮，朝着不同方向驶去。1个月时间，三金悠闲的在不断扩张的海岛上过着养老生活，钓钓鱼、散散步。安雨成则运营着极为挣钱的商铺，直到方圆千里内再也没有了其他私人海岛征战的众人才慢下脚步。后勤部为大家准备了接风宴。大家辛苦了，我们的海岛不，应该说我们的小型陆地已经达到20万平方公里，大小大概能媲美曾经的超级大都市了。干杯！三金，今天就不叫你老大了，都是因为你，我们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们是真的感谢你。说什么呢？一个个的矫情个屁，赶紧喝。宴席过后，因为不胜酒力，三金早早就晕乎乎的躺在了床上。静悄悄的别墅里，2个声音正窃窃私语。雨成，这真的行吗？你对三金的情谊谁不知道？我也很喜欢你，而且我怀孕了。如果未来是别人，我更希望是你。2人来到房间门口，纯纯紧张的深呼吸了几口。那我就真的进去了。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床上醉酒的三金浑身燥热，闭着眼朝旁边摸索过去，一个滑溜溜的身体带来一丝凉意，他贴了上去。老婆，太热了，帮忙。三金揉了揉隐痛的额头，睁开眼又立刻闭上眼。看来还没醒酒，安雨成的脸怎么都变成纯纯的脸了。可无论他睁开几次，躺着的人都是纯纯。这一瞬间，三金清醒了，猛地坐起来吓醒了纯纯。他红着脸坐起来。这是我的错。老大，是我自己来找你的，你不用道歉。而且雨成也知道，这也是他的意思。纯纯的话让三金愣住了，他真没想到安雨成这么大方，但他对于纯纯的感情很复杂，一时间说不清楚，最后无奈的叹气。纯纯，我会负责的。我们先下楼吧。楼下安雨成正静静地吃着早餐，看到2人下来，他神色还是如常。看到三金想说话，他立刻打断。老公，以后纯纯就是我妹妹了，你可得对人家好点。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怀孕了。什么？你这妮子怎么不早告诉我？我要当爸爸了。这不就告诉你了吗？老公，纯纯是个好女孩，你以前也喜欢人家，可不能不负责任啊。半晌后，三金点头，这算是好事成双了。但别墅大门此时被扣下，小柔着急地走了进来，沙威跟在后方。老大，接到驻柔城的管理人员报告，他们出海扩张时分散的小队遭遇了海盗，有人员伤亡。不只是我们，世界海域频道里好些国家的人都在发言，遭遇了海盗的偷袭。闻言，三金带头来到了中心城区的最高会议室，所有高层齐聚，众人已经拼凑出了部分真相。老大，从外貌和语言来判断，这批海盗应该是小日子国的。这1个多月以来，至少有上百的海岛遭遇了他们，其中包括了阿三、越南等国都被袭击了。柔城的伤亡比较惨重，我们下一步如何做？三金冷着脸坐在上位，许久后终于开口，只有2个字：灭日。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私人海岛已经发展成为了一块陆地后，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竟然惹上了门。灭日！众人立刻群情激昂起来，特别是曾经作为军人的李彪，对小日子有种嘎之而后快的使命感。同时，1000公里外的海域岛上，村前如胶担忧地看着自己正在大笑的弟弟。港交，我们抢物资就算了，还把人嘎了，会引起众怒的。
怕什么？这样的物资来得多快啊！而且也没人知道是谁。我不信那些人敢和我们整个国家的海域为敌。10天后。不好了，不好了！我们国家的海域边缘有许多国家集结了队伍，正在往里硬闯，其中还有美丽国的人。如胶脸色大变，身体都晃了晃。看了，我就说会引起众怒的，就不该无差别的对所有海域的人进行袭击。不行，我们不能让其他国人替我们受罪。我去弹劾。不行，弹劾会让我们失去一切的。去打听一下，美丽国的人为什么会来？我并没有袭击美丽国的海域。相比起一团乱的小日子海岛，海域在集结的各国船只井然有序，其中最大的4级船只甲板上，2个美丽国女人赫然出现。姐姐，别愁眉苦脸了，这是我们和禽兽大佬示好的机会啊！再说这小日子虽然曾经和我们交好，但现在犯了众怒，已经没法在全世界立足了。我们这也是为民除害。不，我不是担心这个，你没发现吗？这么多船只里，似乎并没有封神榜麾下的。他的话刚落，遥远的海岸线边，一艘大到离谱的船只出现，近了才看清。那竟然是一艘航空母舰，他身后排列着上千只船只，船只上每个人手里拿的全是步枪。我天啊，发克，禽兽大佬亲自来了，他们竟然都配了步枪。安妮呆呆地看着，随后苦笑起来，见到了才知道自己和对方的差距有多大。航空母舰身后的船只加速，直接闯入了小日子海域，开始入侵每一个海岛。其他国家的人反应过来后，也不甘落后，跟着驶入。瞬间，本就不大的海域涌入了数万艘船只。1上午时间，外中围所有海岛都被封神榜强制吞并，只剩下中心区域的几座大型海岛。最大的海岛上，会议室坐着几人。大哥，你们什么意思？既然想要投诚呢？我姐姐可是我们国家第一人，你们必须保护我。他的话音刚落，就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村前如胶柔美的脸庞全是恨意。都怪你，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完了，这次真的完了。现在你最好祈祷派去投诚的队伍能完成任务，否则所有人都要嘎。这小日子吓傻了吧？还敢直接朝我们开过来？我们手里的枪可是用 S 级铁矿石打造的，这破船分分钟打个稀巴烂。或许他们是来投降的。说到这里，彪又邪魅一笑，画风突变。就算是投降的，弄死也没关系，小日子没有机会了。3金的航母一直跟在大嘎特嘎的大部队最后方，突然间船只都慢了下来。一艘船返回航母旁，是叶涛。老大，几乎一半的小日子求生者都在这最后几座大型岛屿上，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我们强行登岛的话，就算热武器在手，也有一定的风险。你看接下来怎么做？这时，3金察觉手机震动，是那个曾经给自己发过求照的账号雅典娜。禽兽大佬，我们终于见面了。今天围剿小日子算是我和你发起的同盟状，如果你同意和我们结盟，后面登陆岛国我黑玫瑰军团5000人全力奉陪。3金抬头看向远处正和自己遥遥相望的安娜，想了想，他还是发过去一句话：看好了，这一炮会很帅。消息一发过去，巨大的航母周身零星的升起几个黑黝黝的炮口，直至100公里外。海岛上的村前如胶焦急不已。该死，派出去的人怎么回事？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带回来。姐姐，你别慌，我们军团已经渗透了整个岛国，这么多人，外来战队不可能这么快就突破防线的。我们村前港交的话还没说完，隐隐约约的爆炸声响起，现升起浓烟。村前如胶脸色惨白的喃喃自语：这么远的距离，竟然快上船逃啊！天使啊，我们的海岛也被炮轰了，会不会沉没？姐姐，你别跑，等等我啊！你明明什么都会听我的。在2人跑出已经被轰得4分5裂的海岛，正准备登船时，一颗带着毁灭之势彻底沉入无边的大海。这恐怖的轰炸结束，安妮、安娜2人狠狠咽了咽口水。安娜低头看着手机，上面是3金发来的消息：看到了吗？想要和我结盟，至少先掌控了整个美丽国再说。收工了，有机会再见吧。经过灭日一战，封神榜让全世界知道了他的实力，威信越来越高的同时，无数外族人主动寻求合并。几个月后，老大，这大半年，我们吞并了全世界除去未知区域以外1半的海岛。目前我们海岛的面积已经超过了曾经炎夏的领土面积。刚才美丽国的雅典娜造访，据说当初和你的约定已完成，前来请求合并。3金笑着摸了摸快要临盆的安雨成的肚子。这种事你们几个帮我办了就是，外国人自治区管理的事还是要多注意注意。行了，我要和我老婆孩子散步去了。雨成，这小家伙长得真像你，好可爱啊，简直萌化了。你累坏了，好好休息。这几天我们轮流帮着带你儿子。纯纯快抱出去给他爸爸看吧，老大等了整整1天，可急得要疯了。漆黑的夜幕下，3金和沙威叶涛在客厅里等着消息，看着纯纯抱着孩子出来，几人正准备凑上去，客厅里的时钟正好走到了12点，一道奇异的声音出现在众人脑海：无尽航海世界进入最后阶段，海怪觉醒。
请求生者用尽全力活下来。我被传送到了全民求生的航海世界，在消灭了小日子后，系统竟然提示第5阶段来临，请求生者用尽全力活下来。刚才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还没有人回答。透过窗，所有人都看到了外面变得闪电在空中翻滚，天空像是被划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尖利又大到无法想象的利爪从裂缝中缓缓伸出，接着狰狞的是像是虚空巨兽，又像是远古神话凶兽，一只接着一只从裂缝中挤出来，然后展开超万里的双翼。我是不是疯了？这些是什么东西？哪怕是三金，脸上也全是惊恐。这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大陆上不同的国家，至极的景象，空中的无数巨兽扇动双翼，朝着大陆俯冲下来。灰尘，别墅里静得出奇。安雨成也强撑着走了出来。三金抱过男婴，哀伤地看向安雨成和纯纯等人。看来我们只能走到今天为止了。一路走来，大家辛苦了。兄弟，别这么说，能跟你闯这么一趟，值了。老大，下辈子有机会还叫你一声老大。光柱扫过，最后一具干净消失，所有人都像不曾来过。完了，刚才打瞌睡，把本该投放到远古修仙世界的凶兽投放到普通小世界了，那个小世界已经被毁了。你特么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被上面发现，我俩都得被扔下去。你给我起开，让我来转换一个世界，把这些人的命数续上。两个人形生物差点打起来，其中一个用手指在光幕上一边滑动寻找着什么，一边自言自语：找到了，你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所有的资产跨世界1比1还原，这短短几十年而已，希望别被发现吧。地球炎夏国领土内的一座出租屋内，一个男人猛然睁开眼坐了起来，他喘着粗气挣扎着起身。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这里是我在海城的出租屋。不对，安雨成儿子纯纯他们都去哪里了？难道那只是一场梦？三金的神态有些癫狂，他不停地拍着自己的头，直到一个电话打了进来。他看也不看，立刻接了起来。你也活着，三金，我们真的回来了！你快看看时间，这竟然是我们刚从地球消失的那时候。明明我的堂哥早就死在了航海世界，但现在他竟然还活着，而且根本不记得航海世界的一切，这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先不说了，我现在先去找你。沙威的声音让三金瞬间清醒，他沉重地按下了一个号码，这是曾经和安雨成闲聊时对方说在地球的手机号，因为很好记，他一直都记得。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三金只说了一声喂，安雨成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三金，老公，你是他对不对？这时，出租屋关着的房间门内传出哭声，三金彻底震惊了，他连忙推开房门，床上正在哭闹的婴儿映入眼帘。老婆，我们的儿子也回来了，我们真的回来了，你先冷静，等沙威来了我们就一起去找你。冷静下来的三金努力回想着那1年多的奇异旅行，手机里的工作群里面原本被他亲手嘎了的周雨彤，竟然还在阴阳怪气的艾特他。你特么还想不想干了？竟然迟到，不想被开除就赶紧过来上班，顺便帮我带一杯咖啡。他沉着脸，脑子快速运转，突然脑中的一根线像是连接上了，一切事情都明朗起来。这时门被敲响，沙威一言难尽的走了进来，还不等沙威说话，三金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去了航海世界是真的，回来了也是真的，只有在最后一刻被怪兽嘎了的幸存者才保留了记忆，甚至保留了财富。沙威愣愣地看着三金举到他眼前的手机，哥，10、100、千万、10万、10亿、100亿、800亿，哥，这是航海币转换成了炎夏币吗？你这妥妥的超级富豪啊！惊吼完，沙威立刻打开自己的账户，看到那一长串的0后才安下心来，但还是一脸难以置信。这个世界太虚幻了吧！刚醒过来的时候，我真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梦。管他呢，活着比什么都好。你可得把我儿子抱好了，走吧，找他妈妈去喽。